刘老太一辈子养大3子3女，带大儿子带孙子，掏空家底给大儿子在上海买房安家，给二儿子娶3次媳妇，卖房支持小儿子出国。结果人老不中用，就遭人嫌了，连几百块的检查费都拿不出来。宝国啊，爸这2天有点不舒服，现在跟你妈在医院呢，医生说可能是肺结核，得做一个检查确认一下，要700，做不做啊？年纪大了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你们不要有点啥就往医院跑，真当钱是大风刮来的啊！医生说，医生就专门骗你们这些糊涂又怕死的老人。行了，我正忙着呢，没空听你扯。宝贝，我给你买的甲壳虫喜欢吗？李金明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刘医生一眼，孩子也不容易，送东西都送虫子了。医生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说出来。李金明又给闺女打去了电话。宝凤啊，我跟你妈在医院呢。大我这正忙着呢，有事晚点再说。宝军呀，爸不舒服，这会和你妈在医院呢，医生说要做进一步检查，要700，你看要做吗？刘医生看不下去了，伸手抢过李金明的手机。你好，我是中信医院的医生，不管你现在忙着什么事，你最好抽空过来一趟，为人子女。刘美心和李金明紧张地看着刘医生，担心他话说重了，儿子发脾气。我让他现在过来，他答应了。老两口同时松口气，脸上露出了欣喜，就像是等到了妈妈来接的幼儿园孩子。半个小时后，一个40多岁的男人推开了办公室门。喂，你父亲的症状完全符合，等检查确诊了，后期可能要2万多的费用，他现在应该是很痛苦的，我建议马上住院治疗。李金民安静地坐在凳子上，双手紧张地抓着自己膝盖，不停地观察儿子的脸色，小心翼翼，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刘美心看着丈夫的神情，心里一酸，曾经扛起一个家的老伴，辛苦了一辈子，临老了看个病都不能自己做主。行了，医生，什么情况我已经知道了，父母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父母，这是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先回去跟家里兄弟姐妹商量一下。看什么呢？走吧。刘美心看着儿子的脸色也不敢问，掺着大气都不敢喘的丈夫跟在儿子身后。现在知道找我了，你们那顶门户的老大呢？你们那最有出息的小儿子呢？怎么不找他们啊？啥都找我，我欠你们的吗？这父母是我一个人的父母吗？车上，李宝军一边开车一边在微信群里开骂。老大，当初你们定居上海的时候把家底都掏空了，现在你做甩手掌柜了，2个老家伙你到底管不管？还有李宝海，你别忘了你当初出国，爸妈可是把家里房子都卖了，你这一走再也不回来了，人也不管，你跟畜生有什么差别？李宝军，你说话客气点，什么叫我不管了？我这在国外我怎么管？我出国是为家里争光，我出国花家里钱了，你结婚就没花家里钱，你还娶3次呢，你那孩子当初都家里的时候给过生活费吗？不都是老头老太太给你养大的？兄弟姐妹在手机上吵得越来越厉害，刘美心听着孩子们相互推脱，偷偷抹眼泪，而引起这事件的老父亲李金民低着头大气不敢出。朱大王给您来电话了。喂，媳妇，对，是啊，全你不是听到了吗？哎，我知道，我没那么傻，他们不管我也不管。挂了电话，李宝军怒气更甚。你们不要啥事都找我，又不是只生了我一个，我也有我自己的家庭，你们一定要做的我离婚才甘心是吧？老大说的对，年纪到了，哪个老人没点问题？谁都有这么一天，你们就这么怕死吗？车子离去，留下2个老人颤颤巍巍站在寒风中。当初他们不是这样的，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老了，遭人嫌了，回去吧。老两口搀扶着朝着低矮灰暗的出租屋走去，出租屋是闺女帮着找的，370一个月，外面摆满了捡回来的瓶子和纸皮。晚上李金民实在喘不过气，一张脸憋得通红，他痛苦地从床上爬起来，看着妻子安静的睡颜，盯着窗外的月光，回想着自己的一生，摸出纸笔，写了一封信放在桌上，从床角掏出了要老鼠的毒鼠强。第二天，刘美心起来，摸着丈夫冰冷的尸体，嚎啕大哭。李金民生前贫苦冷清，死后丧事倒办得非常热闹，流水席摆了50多桌，乐队喇叭队请了3、4家，孝子孝孙跪了一地。刘美心呆呆地坐在角落里，无助又绝望，亲戚一个一个的过来安慰：嫂子节哀，年纪大了都有这一天，至少这孩子们一个个都有出息，看他们一个个哭得伤心的，老哥就算走也瞑目了。对呀，你们这一辈子也算是有本事了，刚才几个孩子还说以后会好好伺候你呢。3天后，刘美心穿戴整齐地跟着儿女走了。从巷子里面出来的时候，她还朝着看不起自己的隔壁李婆子道：我家孩子说带我去看大戏，看唱戏呢，几个孩子都陪着呢。时常跟她斗嘴的李婆子目光复杂，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车子载着刘美心越走越偏，最后在一个偏僻的大铁门面前停了下来。刘美心下车，看着敬老院3个大字，惊慌的转身就要走。我不去，我不要去，我要回去。妈，你听话，
敬老院挺好的，里面有人做饭，有人搞卫生，有人照顾你。我没本事啊，顾不上你。妈，你就听话点，别折腾我们了，这都有一大家子呢，你当谁都跟你一样吃了睡，睡了吃，我们压力也大。刘美心被几个孩子扯着手臂往里面拖，嘴里发出惊恐的哭喊声。我不去，我要回家。你王大爷就是进了这里，3个月就没了。宝喜啊，送妈回去吧。宝军啊，妈不麻烦你了，人家说这里面的人好凶，还打人，让我回去守着你爸爸。妈不麻烦你们，妈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自己捡废品，让我回去吧。李宝军看着泪流满面的老太太，满脸不耐烦。那都是人家瞎说的，这里面好着呢，等你住几天习惯了就好了。这都有1100一个月呢。对呀，妈，你在外面捡废品，你让亲戚朋友怎么看我们？刘美心双手紧紧抓着大门不肯进去，张开嘴绝望的哭。恍惚中，她想起以前她送孩子进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也是这样掰着大门哭。不同的是，幼儿园的大门色彩缤纷，朝气蓬勃，而敬老院的大门脱漆生锈，死气沉沉。接下来的日子，敬老院的大门口经常能见着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抓着铁门，悲鸣地朝着外面喊：宝国啊，宝海啊，宝军，妈要回家，妈想回家啊。宝喜，宝凤啊，让妈回去吧，他们嫌我吃饭慢打我，不给我饭吃，妈回去不会再麻烦你们了。我晚上再出去捡废品，保证不给你们丢人。1个多月后，刘美心死在了自己的床位上。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好恨我对你们掏心掏肺，贼老天，我不服。美心啊，美心，你没事吧？老爸，你来接我了。你咋变年轻了？现在地府都有医美了。美心，你胡说什么呢？快起来，你别吓我。然后刘美心听到了这辈子最厌烦的声音。哼，李宝霞她就是故意的，明知道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早不生晚不生，偏偏选择今天生。再说了，你闺女生孩子，你跑过去干啥？你还能进去帮她生吗？我这边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待会敬茶的时候公公婆婆不在，你让别人怎么看我？我这还没进你们李家呢，你们李家就这么欺负我？李宝海朝着未婚妻赵方秀呵斥道：妈刚才都晕倒了，你少说几句吧。语罢，他朝着刘美心走了过来。妈，方秀不是故意推你的，她是太着急了。方秀说的不错，这外面客人都快到了，你们这个时候走也不合适。回过神的刘美心看着儿子年轻的面孔，再看看健壮的丈夫，不可置信地掐了自己一把，剧烈的疼痛让她彻底清醒。看着眼前的场景，她顿时就想起来了，今天是1985年10月26日，小儿子李宝海结婚的日子，也是自己大闺女李宝霞去世的日子。想起自己的大闺女，刘美心唰的一声站了起来，套仗似的冲上前。妈，你干啥啊？李宝海急忙将赵方秀护在自己怀里。我嘞乖乖，今天可是新娘子进门的日子，这做婆婆的毫不犹豫就朝新媳妇动手了，过分了吧？就是前几天李家还把赵方秀当宝似的供着，又是缝纫机又是新衣服的，这是欺负新娘子，要摆酒跑不了了，露出本来面目了。赵方秀回过神来，大哭卖惨：我不嫁了，我不嫁了，你们李家欺人太甚。不嫁就不嫁，今天你就算要嫁，我们李家还不要了。你们赵家的闺女金贵，我们李家供不下你们这样的大佛，这亲不结也罢。当家的，你出去跟亲戚朋友说，今儿这酒不摆了，顺便把赵家人叫过来，让他们把我们家的彩礼啥的给退了。刘美心这话一出来，赵方秀的哭声戛然而止。妈，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这是我结婚，你当时过家家说取消就取消，这客人都要来了，你让我的脸往哪搁？怎么跟你妈说话的？刚才你媳妇推你妈的时候你在哪？跟这个畜生说那么多干啥？我养你还不如养个棒槌，这媳妇还没进门就殴打长辈迫害姊妹，这要是进来，我们家要被他弄得家破人亡。赵方秀，我告诉你，今儿宝霞没事就好，要宝霞有个什么事，我要了你弟弟的命。李宝海后知后觉：妈，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大姐还有1个月才生，要不是赵华撞了你大姐，你大姐怎么能这个时候进医院？她倒还有脸拦着我，恶毒心肠的东西。赵方秀眼里闪过慌张：你可不能乱说。新仇旧恨，刘美心上去又一巴掌。我亲眼看到了，我还能乱说？言罢，他转身朝着外面跑。我回来再跟你们算账。美心，你上哪去？上哪去？上医院啊！你闺女还生死不知呢，再不就上公安局？难不成你要在这里守着杀人凶手？赵方秀心一沉，慌张地看向旁边李宝海。宝海，你妈疯了吧？她是不是舍不得彩礼才闹的这一出啊？这女人生孩子，早几天晚几天不是正常的吗？怎么就怪上我弟弟了？我弟弟才13、14岁呢，他还是个孩子啊！再说，女儿生孩子哪能有儿子结婚重要？这孩子可以一个接一个的生，医院有医生，
还有你姐夫，你结婚可是人生大事，你妈怎么分不清轻重缓急呢？李宝海还没从刘美心甩的那一巴掌回过神来，他可是家里的小儿子，他妈最疼他了，怎么舍得打他？心里想着是赵方秀说的话，他也没怎么注意。饭店门口，刘美心担心闺女，又怕这边子真娶了赵方秀，看着站在马路边的赵母，上去就是咔咔2耳光，拖住头发就甩旁边垃圾桶里去了，顺手还抡了赵华1个耳光，给李金民都看傻了。美心，你杵那干啥？推自行车去！看着疯魔般的刘美心，李金民不敢耽搁，快拼上老命往医院踩！身后是赵母和赵华嚎啕的大哭声，以及赵父的怒骂和追赶。上辈子，也就是这一天，大女儿李宝霞在酒店突然提前发作，被女婿陈文斌抱着往医院跑。因为是儿子的大喜日子，想着有女婿在，闺女还是第2胎了，再加上新媳妇闹得厉害，刘美心和李金民就想着婚礼结束后再去医院，没想到错过了闺女的最后一面。李宝霞大出血，血哭血不够了，她的宝霞生下的小儿子永远离开了她，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办完闺女的丧事就病倒了，工作给了大儿媳妇唐红梅。1年后，赵方秀生了儿子，亲家母过来看月子说漏了嘴，刘美心才得知当初李宝霞会提前生，是因为赵方秀的弟弟赵华偷礼金被李宝霞发现，赵华逃跑的时候狠狠推了李宝霞一把，可这个时候赵方秀已经为李家生下孙子了，而大女儿人死不能复生，在赵方秀和小儿子李宝海的哀求下，刘美心只能忍痛守住了这个秘密，但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事还是被女婿知道了，陈文斌因此怨上了娘家，和这2个外孙再也没来过。刘美心不知道自己和丈夫是什么血型，但好歹是活过一世的人，她知道父母不能给闺女献血。你没吃饭啊？踩快点！快了，马上就到了。路过派出所门口，看着门口排成队的健壮同志，刘美心想也没想就跳下车冲了过去。公安同志，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大娘你这是干啥？李金民也吓了一跳，丢下自行车跑了过去。刘美心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泪腺。公安同志，我闺女生孩子大出血，在前面第2医院，血库没血了，我闺女是 B 型血，人命关天，救命啊！刚冲到跟前的李金民听到妻子的话，腿一软也跪了下去。公安队长脸色一正，二话不说朝着队伍喊道：全体都有 B 型血除列。顿时3个汉子从队伍中站了出来，队长又喊道：O 型血除列。你们6个向左转，目标前方300米第2医院妇产科。直到6个汉子跑起来了，刘美心这才软在地上。李金民脑子里面只有大闺女出事了，根本没有想过老婆子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美心，快，咱们也赶紧去医院。拉着妻子上了自行车，车链子都要踩出火星子了。第2医院内，陈文斌紧张地守在产房外，里面的惨叫声已经停了下来。一个双手都是血的护士从产房急匆匆跑了出来，快去血库调血，产妇 B 型血。血库没有 B 型血了，昨儿公交站车祸送来好几个病人，全用了。我们2个 B 型血的护士也已经献过血了，库房 O 型血也只有200毫升了，外面采血的车还没有回来，不够，快想办法。产妇出血量超过1200 cc， 目前还没有止住。家属呢？李宝霞家属。陈文斌手足无措地站了出来。医生，我是李宝霞的丈夫，抽我的血，我强壮，随便抽。你什么血型？我不知道。走，赶紧跟我们验血去。没一会儿结果出来，不行，你是 A 型血。陈文斌慌了。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媳妇，求求你了。手术室的医生也出来。血呢？血浆怎么还没有来？显然是情况更不好了。主任，没血了。没血就去找，医院这么多人，病人家属、医院职工，一个一个去问。就在这时，刘美心带着一队公安跑了进来。宝霞在哪？陈文斌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妈，宝霞大出血，医院没血了，医生说我的不行，你快救救宝霞。有血，有 B 型血，医生快，公安同志来救命的。几个同志袖子一撸，我是 B 型血，抽我的。我也是，我是 O 型，我也可以。好，快，小刘、小张，赶紧带几位同志进去。直到几包血浆被送进手术室，刘美心才一口气散去，瘫倒在了地上。美心，你没事吧？刘美心想起上辈子面无生机躺在病床上冰冷的闺女。宝霞，这次你应该没事了吧？妈尽力了。吱嘎一声，紧闭的大门被推了开来，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走了出来。刘美心往前站了一步，小心翼翼地盯着他们，却没有勇气开口。没事了，产妇没事了。话落，身后2个小护士推着吊着血袋的李宝霞走了出来。宝霞，我是妈。李宝霞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听着刘美心的呼唤声，微微睁了一下眼皮，又无力地耷拉了下去。因为是直接从饭店送过来，啥东西都没带。见妻子没事了，陈文斌这才将怀里简单裹起来的婴儿交给岳母。妈，你先看一会儿，我回家拿点东西就来。老头子，你去买1袋卫生纸，买个茶缸子，买1斤红糖，再买条毛毯。重生回来就跟打仗似的。病床旁的刘美心这才有空捋一下目前的情况。今天在饭店那一闹，
跟赵家的那场酒应该是摆不下去了，家里估摸着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赵方秀是别想进我家的门了，李宝海要不听话，就让他到赵家上门去吧，反正也是个没良心的。几个孩子，夫妻俩最偏疼的就是这个小儿子，给他娶媳妇带孩子，帮他找师傅学了厨师手艺。爸妈，我一个师兄在海外开了中餐馆，要从国内聘请厨师，我想出去打一转镀金，等回来就是海外深造的米其林百慕大厨师，随随便便能进5星级酒店当大主厨，拿好几万的工资，到时候给你们买大房子，为咱李家争光。夫妻俩在李宝海画的大饼下，把房子卖了，支持他出国。结果他这一走就不回来，甚至自己父亲的葬礼他都没回来。想起自己夫妻上辈子的下场，刘美心心里满是苦涩，她怎么都想不通。给自己父亲治病2万块都不想出，葬礼倒是舍得花钱，又是唱又是跳的，都是为了啥啊？唉，思来想去，刘美心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老话说3岁看到老，现在那群白眼狼都已经长大成人了，铁定是扭不过来了。儿女再有出息，不孝就是不孝，儿女再有都不如自己有。至于那几个不孝子，反正指望不上，爱咋地咋地吧。晚上，夫妻俩回到大院的时候，李家正闹哄哄的，不少街坊围在李家门口看热闹，里面又是骂声又是哭声。切，老李头和美谁回来了？嫂子，你家宝海和赵家闺女今儿摆酒，怎么回事啊？那赵家正在你家撒泼呢，说你突然发羊癫疯，半道把赵家3口都打了，打完还跑了。这样，那赵婆子说你连你家宝海都打了，这胡说八道的也不先打听清楚。整个大院谁不知道你最疼的就是你家宝海？不过那赵婆子说的是真的吗？你家宝海跟赵家闺女的婚事掰了。刘美心拧着眉头从家门口挤了进去，正破口大骂的赵母一看到刘美心，顿时就激动了起来，嗷的一声就朝着刘美心冲过来。刘美心，你个贱人，你还敢回来？刘美心先下手为强，挥起手中的包劈头盖脸就砸在了赵母头上，直砸的赵母抱头乱窜。救命！救命！别伤我！别伤我！啊！别伤我！别伤我！赵父想要上前制止，被李金民拦下。妇人家吵嘴，你个大男人插什么手？刘美心怨气比鬼还深，上辈子因为赵家，自己没了闺女，还没了儿子，她恨死赵家了。谁是贱人？你全家都是贱人！我没上赵家找你，你倒是找上来了。怎么，你家闺女嫁不出去了？死皮赖脸，非得钻进我家来？哭红了眼的赵方秀听到这话，朝着李宝海推了一把。你就这么看我妈被打？李宝海连忙上前去拉架。妈，你别打了，你能不能别闹了？刘美心反手一巴掌就甩在了儿子脸上，势大力沉的一巴掌把众人都吓了一跳，空气仿佛凝固在了这一刻。刘美心失望地看着儿子，指着满地狼藉，到底是谁在闹？人家都打到家里来了，你说我闹？刚才那老娘皮朝我出手的时候没见你拦着，赵方秀推我的时候也没见你拦着，现在你倒是知道拦了。我从进门到现在，你问过一句你姐了吗？就你这种吃里扒外的玩意，我当初就应该把你夹死。说着，他把李宝海往赵母身边推。你不是和赵家亲吗？这么多年就当我白养了，你上赵家去，你给他们做儿子去。李宝海被推了个踉跄，脑瓜子嗡嗡的。妈，你又打我！妈，我看你是真疯了。话还未落，刘美心一套连环大笔都甩李宝海脸上了，吓得刚走出屋的李家人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李金民黑着脸瞪着大儿子李保国和二儿子李保军，没用的东西，我白生你们几个窝囊废了。3个儿子在家里，家让人给砸了，老子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啊，这种事情用蛮力怎么解决？都是要讲道理的嘛。再说我们家人多，要真动手，这不是仗势欺人吗？我可不敢，要不小心伤到你们宝贝小儿子了，妈不扒了我的皮。说完，李保军还特意往边上站了站，他心里怨气可不少。老大读了大学，找了门路，进了证券交易所上班，现在生的2儿1女都丢在家里养，1年不知道要从家里搜刮多少钱。他高中都没上完，找家里要700块，想跟着别人做点小生意，嘴皮子都磨破了，家里硬是说没钱不给，这边说没钱，那边花重金给小儿子娶媳妇。而且每次他和李宝海起冲突，他都是挨骂的那个。现在赵家跟自己家里闹翻，他巴不得看热闹，这边刘美心又打了起来。你放开我妈！赵秀芳见母亲吃亏，上前去拉刘美心，拉扯间，赵母绊在门槛上，一屁股摔到了门外去，然后他就地拍起了大腿。大家快来看啊！老李家欺负人了，坏了我家闺女的名声，没天理了！跟着赵家来的赵大姑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你家缺心眼啊！儿子结婚不结，跑去守着闺女生孩子。你家闺女要生了，跑到兄弟结婚酒席上干啥？嘴巴就那么馋啊？少那一顿会死啊！赵家姑父也喊道：你闺女婆家死绝了，生个孩子还要你娘家的人去守着，还是你闺女要死了急着去见最后一面啊？连儿媳妇那杯茶都等不及，以后你们老了是靠闺女还是靠儿媳妇？李金明听着那叫骂声，气血直冲天灵盖，二话不说，抓起门后的扁担就砸了过去。街坊邻居连忙上前拦下：老李快放手，有话好好说。刘美心黑着脸也出来了：金明家的，这件事要真像赵家这么说的话，确实是你家理亏，
这孩子结婚是大事，闺女生孩子也是喜事，你们可以结完婚之后再一起去看闺女吗？这不就双喜临门吗？是啊，人赵家说的也不错，这宝霞又不是没有婆家，你们这也太偏心了。你们知道个屁！啥事都没弄清楚，就在这里逼逼歪歪。赵方秀，你们赵家就是这么颠倒黑白、胡说八道的。李宝海，你就是这么任人朝着我们李家泼脏水的。哼！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今儿这酒席没办成？因为他们赵家的儿子赵华偷我家收的礼金被我家宝霞撞见了。赵华逃跑的时候把我家宝霞撞到了，当场就见红了。老话都说七活八不活，那情况有多凶险，你们应该能想得到。我家宝霞就差点一尸两命了。我担心他要跟着去医院看看，这赵方秀当场就把我推门砍上了，我头顶现在还好大一个包呢。这话一出，现场一片哗然。啥？赵家那小子偷礼节，小时偷真长大偷奸，这时候都偷鸡了，以后不得杀人放火啊！赵母目眦欲裂。刘美心，你个贱人，胡说八道啥？无凭无据的东西，你坏我家华字的名声，我跟你拼命！污蔑，血口喷人，哎，你们欺人太甚！只有赵方秀目光躲闪，不敢看刘美心。污蔑！我告诉你，我家宝霞因为被撞到早产大出血，要不是公安同志组队献血，今儿我就没有闺女了。李保国一惊，妈，宝霞现在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严重？这我们也没听到信啊。李宝军也收敛了脸上看热闹的神情，一脚朝着站在最角落的赵华踹去。你们找死呢？干了这种缺德事还敢闹上门？你再动一个试试，你们有证据吗？就这么赤口白牙的给我家华子泼脏水，我要告你污蔑！李金民拦住还要上前的李宝军，别跟他们废话，浪费时间，你直接去报公安，公安局有审讯的法子，是不是赵华干的，一审就审出来了。刘美心瞪着赵华，对，是不是赵华干的，公安同志会查，只要动手了，那包上就有赵华指头印，总会留下破绽，等查出来了，直接就是枪毙。到底只是个13、14岁的半大孩子，赵华吓得嗷呜一声就哭了出来。爸救我！妈，我不要去公安局，我不是故意撞他的，我只是拿我姐的钱，我没有偷钱。完了 ，BBQ 了，完了，我丢！赵父想要捂儿子的嘴，已经来不及了。赵方秀可怜巴巴地伸手去扯李宝海。宝海，华子年纪小，不懂事，他不是故意的。李宝海几巴掌没白挨，往后退了一步，不吱声。海哥，就算是我弟干的，可我弟也没说错啊，我是他姐，他拿我的钱怎么能叫偷？我呸！你妈就差给你论斤卖了。我们李家摆的酒席，收的礼金怎么就是你的了？合着你要嫁进谁家，整个婆家都是你们赵家的了？别跟他们那么多废话，报公安，我们上公安局说理去。这小小年纪都到杀人放火的性质了，趁早交给组织管教。赵母和赵大姑也急了，一个从人群中冲了出来，一个从地上爬起来，一人扯住刘美心一只手臂。亲家，误会，这都是误会呀！对，这都要成为一家人了，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误会解释清楚就是。谁跟你们一家人？这还没成为一家人呢，我闺女就差点一尸两命了。要真跟你们成为了一家人，我们老两口还能有命活？你们也不要跟我扯近乎，我也直接跟你们说了，现在国家正严打这种恶性犯罪事件。赵家父母的心提了起来，他们太明白这话的意思了。前段时间他们隔壁孩子偷了辆自行车被枪毙了，赵父怒气不争地瞪了儿子一眼，忍气吞声道：这事是我们的错，是我们没教好孩子，都是街坊邻居的。再说华子找自家姐姐拿点钱也说得过去，他们姐弟感情从小就好。说着，赵父还给女儿使了个眼色。华子跟我感情好，他找我要钱我都直接给他，他也是习惯了，一时没注意。亲家母，走，我们进去说。撒手！今天咱就当着邻里的面把事说明白了。我知道你家就赵华一个儿子，我也不想把事做得太绝。我们家给赵方秀的360彩礼给我退回来，买衣服的60块，还有那台缝纫机都给我还回来。闺女你领你家去，反正我老婆子是不敢要了。见儿子李宝海要说话，刘美心补充道：李宝海要还想跟你闺女再续前缘，你就把李宝海领你家去，你给我360的彩礼，以后他生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李宝海不可置信地看着刘美心，妈，你要我去做上门女婿，不可能。另外你家赵华的事，我闺女受这么大罪，命都差点没了，这医药费、营养费，还有我外孙提前出来的补偿，找你们要400块不过分吧？5个公安同志排队给我闺女献血，那血一包一包往我宝霞身体打，做人不能没良心。公安同志这边我得上门感谢吧，这谢礼一人准备20块钱的营养品不过分吧？见赵父又要说话，也多亏了人公安同志，要是我闺女就不回来，你们赵家就算是一家磕死在我面前，你家那杀人犯儿子也是要打靶的。
周边邻居街坊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这赵家闺女估摸着跟李家小子八字不合，这还没进门就见血了。我要是刘婆子，我也不干。不过这400的营养补偿是不是太多了？算敲诈了吧？孩子提前1个多月出来了，照顾的再好都不如在亲娘肚子里头，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身体。要身子骨差，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进去。周围的议论声让赵父赵母脸上难看的不行。我家没那么多钱，你就是逼死我，我也没有，那就去打靶。你回去和你男人努力，应该还能再生一个。宝驹去报公安。李宝军扭头就要去推车。我阿盖给了我家赵华这事就完了，但你得保障以后李宝霞和那孩子有啥事都跟我们没关系。赵家人灰头土脸的回去拿钱了，众人散去。过了一会儿，彩礼360，补偿400，5个公安同志的营养费100，860块当着李家所有人的面交到了刘美心手中。摊上你们这样的人家，算我家秀芳倒霉。行了，老娘度量大，不跟你们计较，滚吧。赵家人走后，刘美心吩咐丈夫：老头子，把关在后院那只鸡给杀了，炖上待会给宝霞送去。目光紧盯着婆婆手中钱的大儿媳唐红梅殷勤的上前：哪里用爸动手，让保国去。李保国被媳妇拉了一把才反应过来：对，爸我来，你这跑一天了累坏了吧，赶紧歇歇。李宝军盯着钱朝刘美心靠过去。那既然老三这回没结成，那你借点钱让我跟着人家跑生意吧，回头我2倍还你。切！刘美心给他一白眼，啥本事没有，就知道惦记老娘的钱，把钱往裤兜一揣，转身就进了屋。但凡我有一点本事，也不至于一点本事都没有。我凭什么养大你，还给你养儿子？回来不用往外面端，就放这吧。妈，你给大姐弄吗？刘美心了一声，就不再搭理他。这个二货是个恋爱脑，上辈子没个好下场，成天论辈子的伺候男人家的事，自己老娘有病都没敢跑一趟。刘美心将2个饭盒装满，又从灶台找了2个大碗，将锅里最后一些肉也捞出来，这才将汤勺丢在锅里。行了，端出去吧。李宝凤看着剩下那半锅汤，有点回不过神来，愣着干啥？端走啊！哦，好。咋都是汤啊？鸡肉呢？我那么大一只鸡呢？刘美心端着2个盛了肉的碗走进来，一碗放在李金明面前，一碗自己吃了起来。8岁的李选明平日可是家里的宝贝疙瘩，作为家里的大孙子，有啥好吃的都是先紧着他，顿时馋得又急又委屈。我要吃肉，妈，我要吃鸡肉。李选红见哥哥哭也跟着一起哭，拔毛多肉的唐红梅更气。吃啥吃？你们跟我好有什么用？那是给你大姑吃的，你有什么资格吃？妈，老大一只鸡呢，你这是干啥？这么多人，也让大家沾个位啊！妈，你想干啥？这婚事被你搅黄了，赔偿也要回来了，你还想怎么样？李宝军静观其变，2个闺女低着头没敢出声。吵什么？不就是一碗肉吗？来，选民，爷爷这给你。李金明将面前的碗往唐红梅面前推，不许给！受不了这个气就都给我滚出去！老娘花自己钱买的鸡，凭啥要紧着你们吃？老娘切你们的吗？好什么？养你们这么多年就会要吃要喝，就你爸妈那种货色，以后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李宝国脸都绿了。妈，你是要干啥？谁是你妈？我不是你妈。要吃要喝占便宜的时候我是你妈了，刚才干仗的时候你怎么不上？全家就你是最大的害群之马，娶回来一个搅屎棍，生出来仨白眼狼。我看你真是疯了，你非得看着我上去跟人家打得见血才甘心，什么事情都是要沟通，不能只靠打架吧？刘美心想起这个大儿子上辈子的所作所为，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别搁这给我放屁！你是长子，一家人在家白吃白喝就算了，遇上事还指望不上你，我以后还能指望你啥？咋了？我这鸡肉就不能吃了？非得给你们一家吃才是对的，我吃一口好的就有罪了？要不要把我这一身骨头熬出油来供养你们？我啥时候说过那话？谁家有好的不是先紧着小的？我是看选民。话还没落下，刘美心拿起饭碗就扣到李宝国脸上去了。那是你儿子，是我生的吗？我凭什么养大你还给你养儿子？回来！唐红梅气得站了起来。那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说这么多做这么多都是给我看的吧？我可是给你们李家生了3个孩子，你就这么欺负我？给孩子吃口你还计较？你以为爷爷奶奶都是白叫的吗？我求你生了，这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要么不生，生了不养就丢出去，全家就你是最大搅屎棍。别以为我不知道，老娘在这边掏心掏肺给你养孩子，你这白眼狼私底下是怎么跟孩子编排我的？你嫁进我们李家这么多年，你往家里拿过东西吗？不要脸的东西，一把年纪了就知道刮老人，你怎么不回去刮你妈去？唐红梅第一次被这么骂，哭着跑了出去。李金明拧着眉头，就是一碗鸡肉，孩子们要吃给他们不就行了？有必要弄成这个样子吗？
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一群白眼狼跟你也有脱不开的关系。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你那种子就不行。一把年纪了还在这里装慈爱，你看有谁把你当回事？人恨不得把你这个爹的心都掏出来熬汤喝，你还在这里父慈子孝呢。把老头骂懵逼后，刘美心又把矛头对准了老大。全家就你最不是个东西，害群之马用在你身上，那都是污蔑了这4个字。我养着你还不如养个棒槌。要知道你是这么个玩意，当初生你的时候老娘就该夹死你。李宝军实在忍不住了。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玩意？除了吃你还能干啥？读书不行，一根烂黄瓜到处腰骚，连个蛋都给老娘生不出来，还有脸要钱做生意？你咋不直接上天饭桶？李宝军直接被骂傻了。刘美心瞪向了小儿子李宝海，你也不是个东西，头上顶2个那么大窟窿让你找媳妇，你给捧坨屎回来当宝贝，还没进门就敢朝着老娘动手了，是不是你跟他合计好的想要弄死老娘，自己当家做主了？妈，我没有。你当老娘跟你一样瞎了眼啊？你撒泡尿照你那样子，恨不得吃了老娘。你要想娶你上门去呗，反正老娘这辈子也指望不上你们。喷完李宝海，刘美心转头看向2个低着头的闺女，还有你们2个脑子里装了草的玩意儿，缩着脖子干啥呢？一个个头发长见识短，没一个有出息的。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生了你们几个倒霉玩意。你们李家8辈祖宗干了啥缺德事？下面一连串都是歪瓜裂枣、自私自利的子孙。宝霞当初寄回来的粮食，你们谁没吃？今儿这么久了，你们有人问过一句你们大姐吗？畜生不如的东西！最后，隔壁的狗、碗里的鸡，甚至天上的月全都骂了一遍，越骂火越大，嗓子都快冒烟了。看着你们这一屋子妖魔鬼怪，老娘鸡肉都食不下咽。骂完他就出去了，留下一屋子人在风中凌乱。李金民瞪大眼睛，眼里带着2分惊恐，3分迷茫，看看儿子又看看闺女。发生了什么？我在哪？我是谁？啊，妈是不是受刺激了？都是你干的好事，连累了一大家子。妈说的没错，你长2个那么大窟窿，捧了坨屎回来。李保国听了老3的话，也目光不善地看向了李宝海。老4，你看你给妈气的，妈平时可是最疼你了，人都给你气魔怔了。待会回来你好好给妈道个歉，要不这么下去，谁遭得住？李宝海一脸无辜。啥叫我气的？那人不是家里给我介绍的吗？也是家里说可以的。现在倒是我顶俩窟窿捧坨屎回来了，我还气呢。所有亲戚朋友都知道我要结婚了，突然之间我又不接了，我一黄花大小伙1天时间成2婚了，我找谁说理去？刘美心狠狠地发泄了一番，骂得乳腺略微通畅，这才提着大补鸡来到医院。妈，怎么样？宝霞醒了吗？她老来了。亲家母林满玉挤出笑脸打招呼，儿媳妇娘家看不起自己一家是乡下人，她也有脾气，但想起儿子说的是，她心里还是感激的。小袁奶，你辛苦了。说话间，床上的李宝霞已经出声了。妈，宝霞，你感觉怎么样？这次可吃大亏了。妈，这大晚上的，你怎么还过来了？对啊，这边有我们照看，您早点回去休息，明儿还上班呢。刘美心将饭盒递给陈文斌，我杀了1只鸡，一盒是宝霞的，那盒是你和亲家母的。这照顾人可是个辛苦活，你们也得注意身体。嗨，妍儿他老你也太客气了，留给宝霞吃吧，我们从家里带了煎饼呢。吃吧，都带来了，宝霞也吃不完，明儿想吃再杀就是。顿了一下，刘美心接着说道：宝海那婚没结成，今儿下午已经退了。宝霞会出事，就是赵家那小子干的，今儿下午我们已经打了一架了。陈文斌连忙看向妻子，李宝霞目光躲闪，不敢跟丈夫对视，她怕丈夫和婆家怪上娘家，所以就没提。刘美心从兜里掏出400块递给李宝霞，她没逼着亲家母，这事到底是娘家理亏，她也有做给亲家母看的意思。拿着，这400块是我给你要来的补偿。妈，这钱我不能要。拿着吧，差点火拼了，好不容易才给你要来的，这是赵家赔的，该你得的。你这次吃这么大亏，孩子还早产，医药费就不说了，后面调养身子也要营养。不等李宝霞说话，刘美心就将钱按在了李宝霞怀里，又从兜里掏出100块递给陈文斌。这100块也是我找赵家要来的，给宝霞献血的几个公安同志，可得买点礼品私下上门感谢一番，要不是他们，今儿宝霞……得知是赵家出的钱，陈文斌没有退让。妈，我知道了，我一定把事给办好。刘美心看着病床上虚弱的李宝霞，不由得心头一酸。闺女，这些年是我跟你爸亏了你，好在文斌是个好孩子，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一大家子各种闹腾，你从小就懂事，我跟你爸只能……李宝霞鼻子一酸，家里这么多的姊妹，就她一人下乡，这些年她每次回娘家都感觉低人一等，甚至她怀着孩子，因为计划生育想要回家躲几个月，家里都不同意，她心里一直挺委屈的。不过今天的事让她看到了老母亲的爱。妈，我没怪你，你也不容易。
亲家母你也别难过，当父母的谁还没有个力不从心的时候？家里孩子多，顾的这个就落下了那个。你们能养出宝霞这么好的闺女，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他们小两口感情好比什么都强，过去的就过去了。宝霞懂事又善良，能娶到她是我们陈家的福气。哪里，文斌也是个好孩子，宝霞在你家过日子我放心。以后咱们当长辈的也多亲近亲近，相互串串门，孩子们也高兴。好。第二天，刘美心不到6点就起来了，做了2碗面，自己跟李金民一人1碗，直到2人吃上了，家里人才陆陆续续的起来。大妈，唐红梅和李保国像没事似的打着招呼。妈，我们的早饭呢？你们的饭问我干啥？李保国急了，这马上就要上班了，妈你不会只做了你们的吧？说话间，家里其他几个也起来了。那早上吃啥？一屋子狼心狗肺的东西，老娘一把年纪了，还想老娘伺候你们啊？要不要我嚼碎了喂到你们嘴里？厂里都在宣传说我这把年纪要退休了，合着我还得给你们当老妈子。一大清早就挨骂，李保国火气也上来了。妈，我还上班呢，你不做早饭我们吃啥？你上班我没上班啊，你才上几年班？老娘我大着肚子带着你们几个还在上班呢，我也上班，我怎么没等着你们几个伺候我？你们但凡有点良心，就应该一大早起来做好了叫我吃，而不是等着我来做给你们吃。搁家里白吃白喝白住，还想老娘伺候你们，当你们是满清余孽皇子皇孙呢？老娘不欠你们的，以后要还在家里吃喝，要么1个月给家里交25块钱，要么趁早带着你媳妇孩子给我滚出去。听到要钱，李保国急了。妈，我可是你亲儿子，再说选明选红才多大，能吃多少？你掉钱眼里了吧？我1个月才多少工资？我们一家5口也要花销，红梅又没工作，你自己算算能剩多少？李保国不说还好，一说刘美心更来气。我看你就是属黄瓜的，天生欠胎，你也好意思说这话？都上班7年了，吃家里住家里，你媳妇怀孕生孩子都是家里，你的钱用哪里去了？你没剩多少钱，你老丈人喝的茅台是马尿灌的，你丈母娘的金耳环是假的，不想交你现在就带上你那一家子给老娘死唐家去。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妈，那能比吗？选明选红可是姓李，他们是李家的子孙。我后悔了。李保国脸色一下就缓和下来，知道后悔了就行，以后别再说这种话，让人听了笑话。国家怎么没拿你的脸皮去做防弹衣呢？想要继续住在家里，以后不但每个月给家里交25%的生活费，还得把前几年的都给老娘补上。不要啊！以后不但每个月给家里交25%的生活费，还得把前几年的都给老娘补上。不要啊！妈，你可真行，选民他们还这么小，现在正是我们艰难的时候，你做父母的不想着帮衬一把，还这么逼我们，你这是要逼死保国吗？他是你亲生的吗？你们艰难，拖家带口的吃着家里住着家里，你们艰难啥？李保国我养大了，读书我供出来了，媳妇给他娶上了，孩子给他养着，人尼菩萨都要上供，你们倒是干了点啥？我让你伺候我了吗？我还没靠你呢，你都已经敢对我瞪鼻子上眼了。就冲你这搅屎棍的媳妇样，李保国他就不会是个好东西。但凡他心里有我们，有丁点孝心，这个时候就应该大耳瓜子抽你。李保国越听脑瓜子越胀。哎呀，行了，别吵了，妈，我知道你因为赵家的事心里有气，我不跟你计较，我上班去了，你自己好好冷静一下。说完，他转身就朝外走，刘美心追了出去。你给我站住！我说你拖欠家里生活费的事，你认不认？我没钱。你就说你认不认？这么多年是不是在家里白吃白喝？我认行了吧？我说了我没钱，以后有钱补给你行了吧？烦死了，这一大早的。唐红梅看丈夫走了，掏出钥匙锁了门，牵着2个儿子也要走。走，妈带你们上姥姥家里吃去，李家不稀罕你们，你老他们可稀罕你们了，你们要记在心里，谁才是真心疼爱你们？哼。你说你这是闹哪一出吗？刘美心冷哼一声，朝着看热闹的李宝海、李宝军以及李宝喜道：“你大哥说他认，你们都听到了吧？”言罢，他也不理会李金民的唠叨，蹭快步走到了大儿子的房间门口。李宝军，你给我死过来，把这门给我踹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李宝军瞪大了眼：“我叫的就是你个败家子，赶紧给我死过来！我踹大哥大嫂的房，大哥不得跟我干仗？这要是传出去，我名声就坏了。”呸！你以为你现在就有好名声？这门是我让你踹的，你怕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觉得你大哥占家里便宜。再说李保国他打得过你吗？行了，你这是要干啥？差不多就得了。你个歪瓜，生出来一堆劣枣还不让管教了是吧？李保国现在这混样子，你是最大的原因。人都说母慈父严，这么多年我倒是辞了，你的严呢？狗屁不是的玩意！老二给我踹！话落，李宝军飞起一脚，哐当声踹在了门上。他表面一副我是被迫的样子，但眼底隐隐藏着兴奋。刘美心说的对，他对老大不满已久，
李宝海和李宝喜对视一眼，脸上都写着是大了3个字。刘美心走进房一顿乱翻，很快从衣柜底下翻出来了一张存折本子。好家伙，1800，一毛不拔的畜生，天天搁老娘面前哭穷，拖家带口啃着父母的老骨头，这饭也吃得下去。刘美心把存折放口袋里就出去了，看着门口缩头缩脚的李宝军兄弟，看什么看？还没分家能藏私房吗？李宝军声音带着兴奋，语气坚定的就像是入党宣誓。不能，没分家怎么能藏私房钱？他这是侵害你们的利益，这钱得上交充公，充公大家都有份。李宝海本来还怨着刘美心，一牵扯到自己的利益，马上道：对，又没分家，他们一家5口在家里吃饭呢，凭啥藏私房？要不是靠着家里，他李保国的工资能养活一大家子吗？倒是李金明皱着眉头，你要拿走了，待会老大家的回来呢，闹得街坊邻居都知道你一个做婆婆的撬儿媳妇的房门，搜刮儿媳妇的东西，这要传出去像什么话？刘美心还没开口，李宝军和李宝海就跟李金明争辩了起来。大，这事拿到谁家去说也是大哥没理，大街上随便问问，谁家没分家拖家带口在家里吃饭不给生活费的？谁家还没分家就藏私房钱的？李宝海更是阴阳。是呀，你还惦记着大哥呢，人岳父都喝上茅台了，你连马尿都喝不上。李宝军怕刘美心把钱还给大哥。妈，你别听爸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没错，大哥能这么自私，跟爸是有原因的。李宝海赶紧支援。是啊，爸，要大哥能这样干，就别怪我们以后结婚也有样学样。你一碗水得端平，大哥结婚都7、8年了，上班也6、7年了，往家里拿过1分钱吗？刘美心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牵扯到利益，马上一致对外了。老大这个亏只能咽下去，我怕名声不好。上辈子我名声倒是很好，到处都说我为儿为女掏心掏肺的，可最后我落了个什么下场？跟真金白银比起来，名声算个球。李保国想把存折拿回去，李宝军、李宝海兄弟第一个不服，先把老大夫妻制服帖，再慢慢收拾下面的，不急，一个一个来。行了，该干啥干啥去。刘美心把自己昨天收起来的现金和存折都取了出来，去邮政局把李保国存折上的1800取出来，一起存到了自己的本子上。看着存折本子上的金额，一下子从昨天的629变成了2880，刘美心感觉那叫一个神清气爽。你看，只要不顾着孩子，舒坦是咱，享福是咱，一夜暴富的也是咱。下班后，刘美心把存折锁在厂里的铁柜子里，没有带回去。她知道家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果然，还没到家门口，远远就听着唐红梅的吵闹声了。走近一看，门口更是围满了吃瓜群众。哟，红梅，别哭了，你看你婆婆这不是回来了吗？这边话刚落，唐红梅就怒气冲冲地杀到了刘美心面前，爪子差点挠到刘美心脸上。有你这么做婆婆的吗？你个强盗、土匪，你把我的钱还给我！有你这么做婆婆的吗？你个强盗、土匪，你把我的钱还给我！好好说话！唐红梅快疯了，那存折可是他们夫妻抠抠搜搜，各种算计这么多年的所有积蓄。我不好好说话，你把我的钱还给我！刘美心火气也上来了，一把推开唐红梅，朝着刚走上前的李保国一个大笔都就扇了过去。唐红梅傻了，啥情况？不是该打我的吗？瞎了你的狗眼，就看着你媳妇这么欺负你吗？咋的？嫌我活着爱你是？老娘还没靠你养呢，你倒是嫌我活得久了，畜生不如的玩意儿！你没有老的一天吗？你没孩子吗？你就不怕他们有样学样，再过20年也怂恿儿媳妇打你们？一群人盯着看，李保国急了：妈，我没有，我怎么会嫌弃你？我怎么会想你死？你乱说什么呢？刘美心反手又是一嘴巴子：没有，你不管你媳妇，就这么由着你媳妇在家作威作福，就这么由着她当着大家的面撒泼。你不要脸，我们老李家还要脸呢！你就这么由她骑在长辈头上拉屎拉尿。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给我大耳刮子扇他。见儿子没动，刘美心再接再厉：我就知道你不敢，从小你就是个孬种，一个大男人性子跟面团一样，也就是新中国了。要换以前，老娘得送你进宫伺候娘娘。李保国被骂得呼吸急促，青筋突起，转身朝着唐红梅一个大逼都抽了上去。我让你撒泼！不理会自己媳妇的惨状，李保国扭头梗着脖子看向刘美心，就像在说：你看，老子是男人。刘美心的情绪价值马上给到位。保国好样的，我就知道我家老大不是孬种，你可是我们李家的顶梁柱，未来的一家之主，你掌控得了家里，以后才能在外掌控天下，你可是家里最有出息的。李保国的心虚和内疚刚上来，被刘美心夸得飘飘然，腰杆子顿时就硬了。那边唐红梅回过神来：李保国，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你撒什么泼？这么多人都在这看着呢，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看来是我平日太惯着你，你都敢朝着长辈动手了。说着，李保国给唐红梅使了个眼色：蠢货，哭闹有什么用？说正事啊！你冲上去打婆婆，有理也变成没理了。唐红梅这下清醒了。我是太激动了，我的房间被撬了，我的衣服被翻得到处都是，我的钱都不见了。
周边看热闹的不嫌事大，语言间开始拱火。美心呢？现在可不是旧社会了，可不兴以前搓磨媳妇那一套了。人红梅都嫁进你家多少年了啊？娃都生了一连串了，你还撬人家的门，搜人家的香笼，这像话吗？刘美心冷哼一声：“你说你丢了钱，丢了多少钱？”我的存折本子上1800多，还有60多的现金，接近1900。那你告诉我，你哪里来的1900？你不上班，你男人40多一个月，你还3个娃，要吃要喝要穿要读书，你还孝敬你娘家，你嫁进来的时候就差光屁股了。你告我，你上哪来的1900？你问问周边邻居，他们信不信你有1900？说着，刘美心看向李保国：“老大，今早你出门的时候，我问你要生活费，你怎么说的？”旁边李宝军马上附和：“大哥说他没钱，他说他一个月那点工资要养着一大家子，大嫂还大手大脚，没钱。”保国，你告诉我，你媳妇说的这1900是哪来的？你偷到集体财物了，还是你媳妇偷人了？还是说你们一家子故意在家白吃白喝，黑心的刮拉父母吸血，一毛不拔占兄弟便宜，暗地里攒的？听着刘美心的话，李保国头皮发麻，唐红梅也傻眼了。侵占财物的罪名可不能认，那是要吃花生米的；偷人的罪名也不能认，要不唐红梅还怎么活？李保国顿时就清醒了，这钱不但要不回来，还要背一个一肚子坏水的白眼狼名声。说啊，不是对我要打要杀，找我要1900吗？你挪用公司钱财了？我没有，我清清白白。妈，你别胡说八道。那你偷人了？你别血口喷人，我上哪偷人去？那难不成是捡的？如果是捡来的，那可要上交给警察叔叔的。还是说是老唐家给的？可唐家好几姊妹呢，亲家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能给你们就1900，那你几个兄弟不得好几千？这么大一笔不明之财，得上报组织查清楚，万一亲家走了歪路子，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没有，不是我爸妈给我的。周边看热闹的邻居议论了起来：“既然都不是，那你哪来的1900？你家5口人呐，就包括一个人上班，吃的喝的不用花钱啊？”就是啊，这次烤白鸭的就嚷嚷婆婆偷了自己1900，扑上去就要打人。之前刘婆子还到处炫耀孩子听话，媳妇好。刘美心见差不多了，开始了下一步。你们费尽心思闹的这一出，不就是为了我手上的工作吗？你们夫妻养着3个孩子，压力大，我都清楚，这些我自己有考量，没必要这么闹。李保国夫妻俩更懵了。老太太这是什么意思？接着，夫妻俩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惊喜。宝海婚事黄了，那老太太这工作，反正1900是拿不回来了，落下个工作也好，免得家里总说咱们白吃白喝。而且咱们把钱交出去了，下面的那几个也必须往家里拿钱，这钱留在家里，以后2个老的死了还能带走不成？还不是留给下面的孩子。现在李家只有2个孙子，还都是咱们生的，要论优势，我们碾压所有人。红梅，你胡闹什么？还无中生有弄出个1900的事来。工作的是妈有自己的考量，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尊重老人的想法。刘美心朝着周边的人甩甩手：“行了行了，都散了，回家给孩子做饭去。”对，谁家没点鸡毛蒜皮小事？妈，走，我们回屋里说去。什么意思？刚才妈的意思是工作要给老大家。我怎么知道？凭啥给老大家？老大都已经有工作了，我还学徒呢，要给也是给我，按顺序那得给我。2人连忙跟着回去。妈，工作的事。李宝海话还没落，刘美心就递给他2块钱。我上了1天班没空听你们逼逼，你拿着这2块钱去割斤猪肉，再买2块水豆腐回来。哦。李宝海听见吃肉，美滋滋的拿钱走了。刘美心又朝着李宝喜和唐红梅说道：“你俩把饭给做了，多做些。你大姐他们还在医院呢，还要去送饭，其他的事待会再说。累一天了，我躺去。”话落，不理大家的反应，刘美心径直回自己屋。快50了，苦了一辈子了，接下来的日子能舒服1秒是1秒，这苦我是一点都不能吃了。妈，你看能不能等我结了婚再交生活费？嘿，你个没脸没皮的玩意儿！妈，那个……李宝军和李宝海顿时就警惕了起来。刘美心不等李保国继续说下去，昨儿事情多，医院家里来回折腾，亲戚朋友吃酒没吃成，一些收到的礼金也该退回。老头子，待会吃完饭，你一家走一趟，跟人赔个礼。另外，宝军、宝海，你俩也成年有工作了，要是吃住在家里，以后跟保国一样交生活费。李宝军和李宝海傻眼了。不对啊，现在不应该是一家人同气连枝，打压那个占尽家里便宜的大哥大嫂吗？怎么就扯到我身上来了？那我怎么能跟大哥一样？我媳妇又不在家里吃，我也没有孩子放家里养，而且我也不是天天住家里吃家里，我怎么交生活费？李宝军的妻子陈国芳是百货大楼的采购助理，经常跟着采购经理出差。陈国芳出差的时候，李宝军就会回家里来。上辈子陈国芳提出了离婚，理由是李宝军不能生。原来陈国芳跟李宝军6年都没怀孕，跟采购经理一次就怀上了。
李宝军疯了似的把采购经理打断了2根肋骨。为了捞儿子出来，李金民无奈把工作给卖了，结果也没换来李宝军的感恩。只要吃了住了就要交生活费，都一视同仁。你这大身板比谁吃的少，不给钱也行。你下次回来吃饭的时候，给家里扛100斤面，以后吃一顿饭扣2斤面，吃完你再扛。你周扒皮啊！我再能吃，我也不可能一顿吃2斤粮食啊！刘美心眉毛一挑，指着他破口大骂：2斤粮食，老娘的油盐酱醋不要钱啊！老娘那蜂窝煤都是偷来的，这桌上又是肉汤又是豆腐的，瞎了你的狗眼，你看不见啊！说着，刘美心指着李保国：你大哥可是把之前的生活费都补上了，他就比你大几岁，他不但要养自己，还有孩子媳妇，同样是一个妈生的，你跟你大哥学学。李保国下意识地挺直了脊梁骨：宝军啊，妈说的对，我们都已经成家了，不能一个大男人还让父母养着吧，这说出去都要被人笑话。刘美心接着放出了一句狠话：你要只想占老娘的便宜，就好好待在你媳妇那宿舍，别回来了，家里的一切你也别惦记了，跟你没关系。那不行，妈从老大家收上去1900，爸妈都有工作，家里有存款还有房子，怎么可能跟我没关系？100斤面才多少钱？心里算计了一番，李宝军顿时感觉自己占大便宜了。既然有老大做榜样，那我也不能例外，明儿我就背100斤面回来。唐红梅心里有点不舒服了。那老二一顿饭才2斤面，我们1900，怎么？你现在是要跟老娘算账？1900除以7年，1年才270，化到每个月才22，你们2口子还有3个孩子呢。唐红梅眼珠子转了转，这一算，好像我们家还占大便宜呢，更何况后面还有工作呢。看样子老太太还是偏向我这个大房。见唐红梅不吱声，刘美心扭头看向李宝海：妈，我还没结婚呢，我可是你的腰宝。腰个蛋！你想在家里吃闲饭，也得看你2个哥哥同不同意。他们都拿生活费了，你不拿，那你吃的也占了他们的一份。我欠你的，我凭什么养你？好大一个腰宝，这话说的也不嫌丢人。李宝海仗着以往在家里得宠，大声反驳：我吃我爸妈的，我还没成家，我就是跟我爸妈，我妈愿意，关你什么事？妈，你看能不能等我结了婚再交生活费？嘿，你个没脸没皮的玩意儿！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养一个22的废物。不过你要不交也没关系，毕竟你是妈的腰宝嘛。以后你的工资你就自己存起来娶媳妇吧。啥时候存够钱了，你啥时候娶媳妇；啥时候存够钱了，你啥时候娶媳妇。李宝海还没说话，李保国夫妻和李宝军就一致赞同了。我没意见，我们也没意见。李宝海脸都绿了，他刚娶过媳妇，虽然没有娶成，但花了多少钱他心里有数。我交还不行吗？交多少？15亩，凭什么？就凭接下来家里就你花销最大，你交15，不吃不喝1年才多少？老娘要白供你吃喝多少年才能给你娶得上媳妇？这下李宝海不吱声了，一顿饭2斤面给李宝军舒坦了，一家5口在家里吃的李保国夫妻也舒坦了。3个儿子的生活费被刘美心一锤定音，他扭头看向2个闺女，不止他们3兄弟，宝凤找到工作一样要交，宝喜以后同样，现在没收入就有点眼色，家里的活计勤快点，老娘伺候你们几10年了，也让老娘轻松2天。生活费的话题总算过去了，唐红梅忍不住了：那个，您看您也辛苦半辈子了，是时候享福了，要不工作的事就交给我，我去赚钱养家，您在家里看着选民选红他们，做饭，享受儿孙承欢膝下的幸福。刘美心翻了个白眼，说的真好听，还回家享福，还承欢膝下，不就是回家做免费的老妈子伺候你们吗？要个钱还得看你们脸色。刘美心看向李宝军和李宝海，眼里带着被逼迫后的犹豫。这工作的事，不行，坚决不行！果然，刘美心话音还未落，李宝海已经不负他所望杀了出来。大嫂，你们也不要见着啥都想往自己怀里扒了。我妈就算回家享福，那工作也轮不上你吧？你姓唐，这可是李家，我们这好几个姓李的还没吱声呢。不说我现在还是学徒工，就宝凤还伸长脖子找工作呢，怎么轮也轮不上你啊？妈，你说对吧？唐红梅不乐意了，合着我孩子都生仨了，我还不是李家人呗？这工作传给我，我还能吃了不成？以后我不还得传给选民选红他们？选民选红可是李家的大孙子，是李家的血脉。说着，唐红梅目光轻视地扫了眼李宝凤姐妹。宝凤就算了吧，妈要把工作给她，赶明儿她就带着工作嫁了，到时候这工作还是李家的吗？这工资还能花在李家吗？妈，你说对吗？平日你可最疼选民选红了。准备多时的李宝军挥着大刀杀出来了。大嫂啥时候去学的变脸？今天早上你还当着大家的面跟选民选红他们说只有他们老最疼他们呢，这一天还没过呢，又变成我妈最疼他们了。
别一牵扯到啥事就拿你给李家生了仨孩子说事。哪个女人不会生孩子？那孩子是给我妈生的吗？唐红梅皮笑肉不笑。对呀，哪个女人不会生孩子？你倒是让国芳也生一个。唐红梅，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就什么意思。我给李家生了仨孩子，我骄傲。你媳妇也就比我晚2-3年进门，到现在连个蛋都没生出来。这工作关乎传承，你也好意思来插一脚？大哥，你耳聋吗？你不管管。哎，宝军啊，你大嫂说的也有道理，这工作要传到你大嫂手上，以后我们敢保证还是李家的，要给你们。你们敢保证这工作会一直在李家吗？李宝军连忙找外援。老四，你听着没有？老大这是说我俩生不出儿子呢，现在就已经把家里的一切都看成自己的了。大哥，你别胡说八道，我一定能生出儿子，我跟二哥不一样。我让你干老大，你他妈的说什么呢？你他妈，你骂谁呢？他妈坐在这呢，我招你惹你了啊？一屋子妖魔鬼怪，不吃了。妈，我跟你一块去看大姐。李宝喜放下碗追了出去。到了医院，病房的气氛并不好，陈文斌不在，就林满玉红着眼睛守在床旁。宝霞，大姐。林满玉挤出笑脸。亲家母来了啊。文斌呢？这一问的林满玉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上他妹婆家看他妹去了，今儿我在这儿看着，明儿他借了拖拉机来医院接我们出院。亲家母出了什么事？亲家母出了什么事？唉，文斌那妹子嫁在我们村子隔壁，我那女婿之前看着也是个好的，这几年变坏了，又喝酒又打牌，输钱了就回家发疯。我闺女命苦啊，身上时常带着伤，想走，但孩子又带不走。今儿我那闺女想不开，那就回家呗。这乡下结婚基本都不打结婚证，这情况你接回来不就得了？婚都不用离，闺女都被搓磨得想不开了，还放人家屋里干啥？哪有那么容易？她倒是想走，但婆家抓着孩子不放，不给她啊。切，刘美心一大串的孩子，上辈子掏心掏肺，还被抛弃惨死，此时根本没有丁点母爱。不给就不给呗。现在计划生育，而且还是儿子，婆家也不会亏待了去，总归是要养大的。孩子要不孝，你从小含在嘴里，把心肝挖出来给他，他还是不孝。要孝顺，以后长大懂事了，他自个就来找亲娘了。要不来找，那就是不孝，不孝的不要也罢。林满玉被刘美心说懵了，好几秒他才开口。我也是这样想的，总不能为了个孩子把自己一辈子给搭进去，可这当娘的总归舍不得孩子。他那男人就拿捏住了这一点，知道他舍不得孩子，上面老人也就这么看着不管。刘美心拉住林满玉坐到床上，开始做起思想工作。你闺女舍不得孩子，她不能生了吗？就为了个娃娃天天挨揍，没准哪天就被打死了，孩子不照样没有吗？她舍不得娃娃好办啊，你今天接回来，改明就给她再找个好人家，明年就能抱上新娃娃。咱女人走哪不抱窝，她不就觉得咱闺女为了个孩子能一直忍下去吗？她不给，咱还就不要了，咱换个地方生一窝，3年抱俩，5年抱4个，你看她咋拿捏？亲家母你要记住，留的老娘在，不怕没后代呀。屋里几人都傻了。妈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但又好像全是歪理，这也太炸裂了吧。可那孩子多可怜呐。他可怜啥？他有爸爸有爷爷奶奶，只要不是傻子，肚子饿了就会好，有吃有喝就行了。你闺女天天挨着揍呢，都要想不开了。你觉得外孙可怜还是闺女可怜？林满玉声音越来越小。话是这么说，可孩子要以后长大了找过来问妈妈，你以前为什么不要我？那就直接跟他说呗，你爸天天揍我，我想带你走他不给。其实妈妈可喜欢孩子了，你看妈这不后面又生了1、2、3、4、5、6个，对他们好就是为了来怀念你。人生就是这样，没心没肺点好，东边不亮西边亮，第一个先要顾着自己，总比被打死或者跳河了强吧。林满玉心中的束缚被刘美心击碎了，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那犹豫不决的心有点被说服了。亲家母到底是读过书的人，说话还挺有道理的，就是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亏欠。亏欠啥啊？你要记住，什么样的人家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孩子以后认了咱就好好对他，他要不理解不认这个妈，那还真无所谓，毕竟咱也是为他付出过心血和真心的。林满玉目光坚定起来。对，就这么干，明儿回去我就把闺女带回来，咱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自己心疼，外孙到底还是隔了一层。再说他身上还留着一半那王八犊子的血呢。成功说服了亲家母，刘美心心里美滋滋的。不错不错，今天加功德了。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句话是对的。第二天，李宝军的100斤面就扛回来了，李宝海的15块钱也成功入库，一家人表面上和和美美，相亲相爱。妈，你回来了，你看你上班多辛苦，要我说啊，你就早点把手续办了。翻白眼儿。见刘美心不搭理自己，唐红梅眼珠子一转，那我想跟你说个事，我娘家堂妹最近出了个对象，过几天要去看主家了。之前老四退婚的时候，赵方秀不是把衣服还回来了吗？
那要不你把那件衣服给我穿呗，毕竟保国这么多年的工资可都已经上缴了。说到这，唐红梅的心在滴血。早知道这老不死的会把钱弄回去，当初我就不会抠抠搜搜舍不得花了。刘美心拍了拍自己的衣服，你看看我还上班拿着工资呢，这么多年我穿过一件好衣服吗？我这苦了大半辈子了，再不穿以后都没机会穿了。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穿新衣服。再说你都结婚生仨孩子了，打扮的那么好看干啥？红梅啊，做人不能太虚荣，平日咋样咱就咋样。行了，吃饭去吧。哼。宝凤，你这工作也找好几天了，现在什么情况啊？妈，现在的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就算要招人，基本也都是内部消化。唉。唐红梅怕李宝凤惦记家里的工作，那宝凤年纪也不小了，既然工作不好找，那就找个人家算了，说不定人南方有人脉，还能给解决工作的问题呢。翻白眼儿。上辈子唐红梅就是这么建议的，老娘被蛊惑稀里糊涂的把宝凤嫁了，结果被这闺女埋怨了一辈子。宝凤才刚19，急啥？我供你读那么多书，就为了找个男人生孩子，还工作都指望婆家给你解决，你可别跟你大嫂学。唐红梅脸上的笑容一僵，妈，你这说的啥啊？我也是为了宝凤好。再说现在宝凤工作找不到，又不嫁人，难不成留在家里白吃白喝啊？你赚钱了吗？唐红梅一噎，哼，我现在没赚钱，那不是您还霸着工作不肯退下来？再说我家保国一直在赚着钱呢。对呀，妈，你别那么说红梅，我们不是刚上交了1900吗？说你是害群之马，你还不认？宝凤给你家洗了这么多年的屎布尿布，你个黑了心肝的就这么容不下她？吃你的还是喝你的？你交的那几个逼钱够你们自己一窝吃喝吗？就你这狼心狗肺的样子，我以后还能指望得上你？要你来做这出头的乌鸦？刘美心猛地开嗓一骂人，桌上其他人下意识地低下头。李保国已经麻木了，以前他妈总夸他是领头的羊，这几天天天骂他是害群的马，他媳妇是搅屎的棍，合着老李家就是个大粪坑呗。唐红梅的脸色青了红，红了又青，她知道老太太这是借着骂她男人敲打她呢。骂完李保国，刘美心又朝着李宝军开炮。还有你，你就是个饭桶，除了会惹事你还会干啥？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妹妹在家多余？我没有，妈，我没有，我可喜欢宝凤了，我可不是那么没良心的人。刘美心又看向李宝海，大嫂，你最近这搅屎的功夫是越来越熟练了。我家宝凤怎么你了？我爸妈都没说话呢。我家宝凤的婚事轮得上你说吗？妈，你说对不对？宝凤，工作的事也不一定就盯着那些个单位厂子啥的，现在经济都开放了，你没事可以上街上看看那些个店铺招不招工，就通明街那边不开了不少的店面吗？妈，那都是个体户。李保国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嫌弃。现在的社会观念中，只有厂子或者单位的铁饭碗才被认为是正经体面的工作，但刘美心重活一世可不在意这些。滚！你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为了吃饭，你首先要有生存的能力，才有资格挑剔别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你也一样，不管集体的还是个体的，能找到工作拿到工资解决温饱，能实现自我价值，那就是一个好工作。李宝凤一脸感动的点头，妈，我明儿就上通明街找工作去，我一定不给你丢脸。其实他比任何人都压力大，这段时间工作处处碰壁，怕家里嫌弃自己，更怕被父母随便找个男人嫁了。今晚刘美心的态度给了他底气，让他惶惶不安的心稍微的安定了下来。晚饭过后，李宝军偷偷找刘美心，还没开口，刘美心就知道他没憋什么好屁。干啥？要问钱的事就别开口了，我没有。妈，你听我说完嘛。就我那叫耗子的同学，你还记得吗？他跟我说市场上那些电子产品在南方可便宜了，要过去弄回来，马上就几倍10来倍的翻。要钱没有？哎呀！李宝军脾气上来了。妈，你可是我亲妈呀，为什么我要做点啥事你都不支持我呢？刚你在饭桌上不是觉得个体户挺好的吗？你也工作这么多年了，我找你要过钱没有？你们兄妹这么多个，你找我要，他们也找我要，我给还是不给？再说这南边的钱要这么容易捡，还轮得上你？这中间的风险你考虑过没有？你要真想折腾，你别带钱先去看看，或者你找你媳妇要钱，等你能平安回来，你再找我说这事。说到这里，刘美心想起了自己的那儿媳妇，要是没记错，这2个月她就要跟那个销售经理勾搭上了。你有空上我这折腾，还不如好好守着你媳妇生的孩子是正经事。之前你大舅子不是说想要把她调到售货部去吗？我觉得挺好，不用经常往外面跑。国芳那条件，外面抢着舔的男人可多了去了，你们2口子还在一起才好。陈家比李家条件好得多，陈国芳嫁到李家完全是低价，她当初也犯了恋爱脑病，放着家里介绍的青年才俊不要，偏偏觉得李宝军吊儿郎当的街溜子样帅呆了。现在2人过了几年日子，也不知道是爱腻了还是爱饱了，陈国芳脑子开始清醒，后悔了。次日，李宝军下班骑着自行车来到宿舍，
媳妇，你回来了。陈国芳抬眸看了丈夫一眼，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刘美心说的不错，李宝军就是个饭桶。恋爱是恋爱，婚姻是婚姻。激情褪去平淡下来后，他对李宝军的滤镜也慢慢的淡化。媳妇，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炸麻圆。将油纸袋放下，小飞棍来呢。李宝军伸手就去搂陈国芳。别碰我，脏死了。陈国芳眼里闪过不耐烦。行，那你先吃，我去洗洗。简单的把自己洗了一遍，李宝军就急匆匆的回来了。嗨，我又来了。我这才刚下火车累得很，没兴趣。李宝军也不生气，站起来给陈国芳捏起了肩膀。媳妇辛苦了，我给你捏奶，怎么样？舒服点了吗？要在之前，这就是陈国芳眼中的爱情，但现在陈国芳只觉得李宝军油嘴滑舌，没点正经。我出差之前跟你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李宝军捏肩的手臂一僵。陈国芳出差前跟他提了，让他回家跟家里商量接李金民核电站技术员的班。国芳，我爸年纪还不到呢。再说家里那么多人，就算我提，这工作也不一定就是我的啊。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跟家里说？你还想着去干那投机倒把的事？李宝军，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还想着去干那投机倒把的事？李宝军，你太让我失望了。李宝军语气也跟着高了起来。现在都啥时候了，你能不能不要对个体户抱有这么大的成见？我不同意，人家都是干正经事的，就你天天想着这不靠谱的事，你以为这天上真有馅饼掉呢？你看看你再看看刘洋和他们，你就不能有点上进心吗？刘洋和是以前追求陈国芳的一员，现在已经接了家里的班，成为了汽车站的副站长。李宝军一听陈国芳拿自己跟人家比，脾气也控制不住了。我是我，刘洋和是刘洋和，你别老拿我跟人家比，你不就嫌我没出息吗？我还没嫌你不能生呢。李宝军这话一出口就后悔了，果然陈国芳一听这话眼泪就下来了，拿起桌子上的麻圆就朝着他砸去。我拿你跟人家比怎么了？当初那么多人追我，我真是瞎了眼了，挑来挑去挑了你这么个玩意。你看看以前围着我转的那一群小姐妹，你看她们穿的用得住的，你再看看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我有什么？这话一出来，李宝军心中的悔意荡然无存。说来说去不就是嫌我穷吗？你要看不上我，当初你死皮赖脸非要跟我在一起干啥？你倒是去找刘洋和他们去啊！你看他们要你吗？小夫妻大吵一架，李宝军摔门而去。陈国芳哭得肝肠寸断。我有那么多的选择，为什么要守着李宝军过这样的苦日子？李宝军心中也很是愤懑。结婚后，他听陈国芳的话，跟着以前那群朋友断得干干净净。他老老实实的上班，每个月的工资都存起来给他买礼物。陈国芳不喜欢李家，他便不强求他回来。陈家人不喜欢自己，他厚着脸皮当不知道。他李宝军就差把自己当成上门女婿了，结果陈国芳还是处处看自己不顺眼。他不就是嫌弃我没出息吗？当初是你陈国芳主动追求我的，还说什么挑来挑去挑了个最差的。我李宝军当初也很受小姑娘喜欢的好吗？刘美心一看李宝军进门的样子，就知道夫妻俩吵架了。听着李宝军埋怨陈国芳的话，刘美心想起两人上辈子的事，恨不得直接啐到李宝军脸上。上一世夫妻俩离婚后，各自找了人，各自生了孩子，然后又厮混在了一起，倒是把后头那媳妇还有俩孩子害惨了。现在刘美心就希望他们俩不要去祸害别人。宝军，国芳家里条件本就比我们好，而且人还长得好，他的追求者不少人也没说错。他要真嫌你没出息，当初就不会跟你了。你也不要一天到晚的混吝不羁。李宝军被刘美心劝回去跟陈国芳道歉了。第二天，陈国芳跟李宝军一起回来了。那我也不绕弯子，我嫁进李家也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麻烦过你们什么，甚至当初宝军要下乡，还是我娘家那边出面找的工作。行，是你娘家出的面没错，但这工作是我们出钱买的。唐红梅满血备战，满是敌意的看着陈国芳。就是一个学徒工，我们家还出了300的好处费呢，啥叫你们家安排的？陈国芳在李家人面前是傲气的，也不做争辩。妈，你也知道，我娘家一直都不支持我跟宝军在一起，我们也想在娘家面前争一口气。这些年我也存了些钱，我们单位那宿舍到底是单位的，而且划给我住还不怎么合规定。同心路那边盖的楼房你知道吧？我娘家手上有个内部名额，91平的3房，只要3400多，我们手上能凑1400。这就牵扯到了所有人的利益，都不用刘美心开口，唐红梅就全力开火了。陈国芳哪里是唐红梅的对手，几句话就被气得脸色铁青。见买房子谈不拢，陈国芳退了一步。现在城里已经开了好几个的体修车铺了，修理厂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宝军这么下去也不是法子，现在爸的年纪也差不多了，要不让宝军直接顶了爸的班算了，正好让爸带宝军2年。刘美心直接拒绝，这事你就别想了，你爸才51，工作让宝军顶了，你爸怎么办？这事没得商量。他早就想好了，这辈子不管下面子女怎么闹，他们2口子都要好好的干到退休，免得老了还要跟上一世出去掏垃圾桶。
退休金是老两口的底线，谁来都不能让步。唐红梅气得不行，她感觉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了。还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年到头不见你来看看长辈，进门就是要钱要工作。你们想到你们娘家面前争口气，你倒是自己争气啊！你回来逼我们干啥？我给李家生了3孩子，我都没你这么大的口气，你倒是敢开口。唐红梅这话又戳到了陈国芳的痛点，妯娌俩大吵一架，陈国芳铁青着脸离去，刘美心郁闷地坐在屋子里。我不过是想阻止两人离婚后去祸害别人，现在看来，陈国芳这个媳妇李家是留不住了，难道这就是命？妈，李宝凤一脸兴奋地从门外跑进来。妈，我找到工作了，就在你说的通明街，卖皮鞋的，不包吃住，1个月26，每卖出鞋还另外给我抽成。李宝凤说完，目光期待地看着刘美心，像是在等着刘美心的夸奖。不错，好好干，以后你也跟你几个哥一样，自己出自己的生活费。行，我拿了工资就交伙食费。妈，我做饭去了。没一会儿，唐红梅熬着就冲进来了。妈，要出大事了！毛毛糙糙的，有话说有屁放。我刚看到爸了，他跟刘寡妇在巷子里。刘美心的反应把唐红梅整懵了。妈，你听到我说了没有啊？爸跟刘寡妇在巷子里聊得可开心了，我都没见他那么笑过。刘美心还是没有反应。妈，你不去看看吗？那刘寡妇可是出了名的老妖精，你就不怕爸被他给勾走了？妈，哪那么多妈？勾走了就勾走了，也就来回10几抽的事，能让刘寡妇占多大便宜？能上天吗？有啥好抢的？做女人眼光能不能放长远点？只要工资老老实实的交上来就行了，我还懒得洗澡呢。唐红梅惊呆了，刚进屋的李金敏也傻眼了。那啥，我衣服还没收呢。唐红梅脸一红，连忙找了个借口开溜。一向没什么脾气的李金明冲着他就吼了起来：富人家就是多嘴多舌，挑拨离间的，一天天没事也要闹出点事来。你妈说的没错，家里最大搅屎棍就是你。呵斥完唐红梅，李金明又黑着脸走向刘美心：你也是，啥话都说，嘴上没个把门，也不害臊。孩子都生一窝了，孙子孙女都好几个了，你还想看老娘害臊吗？李金明这才解释起来：你别听老大媳妇胡说八道，那刘寡妇打听点事，她那姑娘不是相看了吗？南方叔叔正好是我们单位的，他找我打听南方家里情况呢，我跟他可是清清白白的。刘美心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你要什么？还有你刚才说的那啥话？啥叫只有10几抽？老子这一窝的娃娃咋生出来的？你没记性了是吧？事关男人尊严，李金民必须得争个输赢。刘美心看着李金民，想起上辈子老两口相依为命那些年，心里莫名一软。我记错了，110抽行了吧？你真是越来越不害臊了。行了，这有啥好在意的？老二家宝翠给我们开了肉，我们晚上过去坐坐。李宝翠是李金强的长女，说好了人家南方那边也给李金民这个新娘大伯家送来了3斤肉，作为当地的习俗，李金民这个大伯要回双倍以上的肉礼。见媳妇说到正事，李金民脸色好一些了。你不是跟老二家一直不对付，都不愿意去他家吗？以前是以前，现在想想，其实都是亲姊妹，没必要闹成这样子。老二这个人不坏，以前有一些误会说开了就是了。老二李金强上辈子在李金民葬礼上哭得差点昏厥，还训斥几个子女要好好照看刘美心，这是刘美心记在心里。晚饭后来到李金强家，见着刘美心，李金强夫妻俩都有点吃惊，他们跟这个大嫂都接近20来年不来往了，关系僵到了平日遇上都不打招呼的地步。李金强看向李金民：你大嫂主动要过来坐坐，想把之前的事说开了。大嫂来了，来，进屋坐。刘美心也不客气，她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很多事反而想通了。坐下后，他看着尴尬的大家，主动说开了当初的事情。其实当年春丽刚嫁进来的时候，我还跟她好过一段时间，后面闹成这个样子是谁都没算到的。刘美心看了一眼婆婆，接着说道：那时候我奶着宝霞，宝国也要吃奶，吃不饱，经常半夜肚子饿，我娘家给我弄了点红薯条，春丽也怀着孕，我还经常给她分红薯条。钱春丽点点头。我那时候就跟春丽说了，她想要吃跟我说，我给她拿，后面就剩下几根了。春丽问我，我说就剩几条了，你要饿，等你哥下班，我找他弄一包炒黄豆回来给你吃。说到这里，刘美心的语气变了。但等我回来，我的红薯条已经被妈翻出来给春丽吃完了，还说我是大嫂就应该让着春丽，让我别自私自利。钱春丽赶紧摇头，我不知道是从你屋里翻出来的，我也是你闹起来才知道的。我要知道，就算再馋我也不能吃啊。刘美心冷着脸继续说，还有那次，我记得是宝君3岁的时候，他生病了馋田螺，我半夜挽着裤腿胆战心惊的偷偷去塘里摸了2碗，从头到尾我一个人冒风险，一个人忙活。我记得当时你在奶你家老二，平日也没个油水，虽然那时候我俩关系已经不怎么好了，但我还是体谅你不容易，我给你分了1碗田螺，对不对？对，那时大家都没得吃，你给我田螺这个恩情我记着。
宝君还不会嗦田螺，我一点一点将田螺肉给他挑出来放碗里。我这碗挑完了，你那碗也吃完了，但我就出门倒了一下田螺壳的功夫，我宝君碗里的田螺肉一大半都到你碗里去了，你记得吗？钱春丽快哭了。怎么不记得？一辈子都记得，就是那次你倒完垃圾回来就把桌子掀了，扛着我一个过肩摔给我砸地上去了，鼻血糊了我一脸，满屋的孩子吓得哇哇叫，妈过来拦架，你把妈都打门口沟里去了，拉都拉不住，你跟疯了似的，根本就不听我解释。后面因为这事闹得大，你偷偷去塘里摸田螺的事也被人知道了，还被带去了革委会接受教育，说你占公家的便宜，关了7天，出来都没个人样了，等你回来就恨上我们了。小叔子李金强低着头没有说话，那次的事闹得太严重了，他跟他哥也打了一架，两家彻底有了隔阂。刘美心冷着脸，你们那时候都觉得我经常发脾气，觉得我因为一点小事闹得家里不得安宁，甚至怪我影响了家里的名声。大嫂，我们没有。刘美心打断他的话，我愤怒的原因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吗？这个老太婆的骚操作让自己的2个儿子大打出手，两个儿媳老死不相往来，重活一世。刘美心决定给两家人和好的机会。我明明对你那么大方，结果你是怎么对我的？我把你当亲姊妹似的，我有的哪怕自己吃不饱我都会分你一份，结果你当你该得的，还跟老婆婆一起讲究我，觉得我斤斤计较。钱春丽，我跟你说过的，我的东西你问过我，我同意了我会给你，但你不能抢，不问自取就是偷，这还只是提着了2件事，这种事数不胜数，我发脾气不是应该的吗？钱春丽直接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抽噎。嫂子，我知道你对我好，对不起，你真误会我了。你被抓去革委会不是我们举报的，我对天发誓，我们要干出这种事，让我被天打雷劈。李金强拧着眉头看了一眼母亲，大嫂，你啥都好，就是性子冲，啥都不听人解释。春丽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刘美心上辈子跟小叔子家僵到死，后面还是听侄女宝翠说的，他妈死之前都想找自己说开，所以他也清楚这中间有些误会。我也想着他不是这样的人，但他也一直没找我解释过，今天我就是上门来跟你们说开的。是吗？我哥有正式工作，你娘家条件也好些，能时常贴补一些给你。我那时候是学徒工，没什么工资。春丽娘家条件也差，妈见我比较弱势就偏着我们一些。坐在一旁的李老太太冷着脸出声了，都是一家人，亲兄弟，你做嫂子的让着弟媳妇怎么了？你那红薯条是我翻出来骗着春丽吃的，那田螺也是我扒拉的。嫂子，我知道那田螺是宝君的，端着碗正要倒回宝君碗里，你就回来了。你见宝君哭喊着说我抢他田螺吃，也不听我解释，一句话不说就掀了桌子，还给了我一个过肩摔，可疼了。哪怕过去了这么多年，钱春丽现在想起来还委屈的要掉眼泪。那时候你脾气正上头，都给老太太打沟里去了，我也不敢跟你说了，怕你再给她也来一个过肩。李老太太见2个儿子都带着责备的眼神看自己，也不是我告的密，是他刘美心闹得太厉害了，周边人都看热闹来了，这能瞒得住吗？哎呀，妈，你说你为啥要干这个事吗？前头我都给你打几次掩护了，你还借美心的肥皂给春丽，那都是我给你打的掩护。他们俩本来好好的，你非要在这中间搅和这个事。哼，李老太并不觉得自己有错，都是一家人，相互帮着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你是大哥，他是大嫂，让一下弟弟，妯娌怎么了？都是李家的媳妇，就她高贵不一样。我切点肥皂给春丽怎么了？还有那几根红薯条，春丽怀着娃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反正她藏在床底下也不吃，给春丽怎么了？再有那田螺的事，她摸的她煮的怎么了？宝全那时候才2个月，因为没奶饿得哇哇哭，我是当奶的，我看着不心疼啊。越说李老太越觉得自己一片苦心。你那时候保国保军保海3个儿子了，你兄弟才保全一根独苗苗，我就看着他饿死吗？谁知道你媳妇性子那么大，抓革委会也是他自找的，怪不得谁。李金强也跟母亲争辩，妈，这是2回事，你要心疼春丽，你可以自己去摸了给春丽，你不能抢大嫂的。李老太认死理，我觉得一家人就是要相互帮忙，那碗田螺肉给宝君只是一个响头，给春丽那可是关乎保全能不能活下来。哪怕过去20来年了，刘美心想起自己示众时被泼粪水扔石头，被关在革委会那几天的惊恐，都恨不得把老婆子掐死，可他又不能真拿他怎么样，气得他叉着腰站起来就骂，你觉得啥都是你觉得，我差点让你给害死了，你2个儿子差点打出事来，我们2家被你搅和得翻了脸，这么多年你还觉得你没错？你朝着我嚷嚷呼呼干啥？也太没规矩了，从进我家就霸道，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我们那时候儿媳妇都是听婆婆的，婆婆说啥就是啥。婆婆说啥就是啥？
你婆婆上天了，你怎么不跟着去？这话出来，李金强和李金民都不乐意了。嫂子，美心，好好说。看看你们看看他这样子，因为几根红薯条、半碗田螺肉，闹得你们兄弟生分了20年，他就是自私自利不孝的东西。李金强见老母亲越说越不对劲，连忙阻止。妈，你胡说啥呢？即便这些年我们别扭着，但你的养老粮食大哥大嫂可没少过你的。你站在谁那边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得亏当初保全没事，要不然我死都闭不上眼。多大点事还闭不上眼？你儿子会手动给你合上，再不行还能给你挤点胶水，保证不让你睁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你不就控制欲强，觉得我俩关系太好，弄得你可有可无，所以就必须弄点事出来。我霸道不好控制，你就只能朝春丽那边使劲。李老太目光躲闪，你胡说八道，我说不过你，你爱咋想咋想，反正我也不靠你伺候。钱春丽连忙出来打圆场，嫂子，算了，妈年纪也大了，总归是我对不住你，咱俩说开了就好了。李金民在媳妇后背拍了2下以作安抚。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今儿是过来说宝翠的喜事的。刘美心回过神来，对，我今儿是因为宝翠的婚事来的。说到闺女的婚事，李金强和钱春丽都露出了喜色。宝翠跟平清下班看电影去了，小年轻就该多出去走走，两人相处一下，培养感情。重活一世的刘美心知道宝翠这段婚姻的凄惨，也不拐弯抹角。宝翠这孩子我很喜欢，婚事还是要慎重点，最好多打听打听。大嫂，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听说方家有个守寡的大嫂，就比方平清大6岁。这个男人1个月赚50块，还特意拿出20块给嫂子。未进门的女孩直夸他是个好男人。接上集，我听说方家有个守寡的大嫂，就比方平清大6岁。嫂子，你多虑了吧？方家大嫂可是教师，人品肯定没问题。刘美心知道他们想歪了。听说方家对这个孤儿寡母的很是照顾，方家大嫂接了公公的班，孩子老两口看着，小学教师工资不高，一家人全靠方平清养着，两孩子花销可不低，这以后还要成家立业呢。哎呀，钱春丽终于找到了重点，这平清家里就俩儿子，老大没了，以后养2个老人就算了，要是这俩孩子也，那这压力确实是挺大的。李金强拧着眉头，都是自己血亲，搭一把手是应该的，就怕平清心里没个数，不分轻重，那以后咱宝翠可就有亏吃了。刘美心目光闪了闪，再加一把火。我一个同事的亲戚是那条街的，说方家老两口早放出话，让小儿子把2个侄子当亲生孩子。你说真要这样，宝翠嫁过去不是给人当后妈去了？再有，宝翠没嫁过去之前人家是一家人，宝翠嫁进去就不一样了。你要不闹，你男人挣的都是人家的，你要闹了，人家全家站一边，说不定还和男人离了心。钱春丽和李金强都沉默了。大嫂，你那消息靠谱不？咱家宝翠条件不差，要方家真是这么个情况，宝翠嫁过去这委屈可受不完。说话间，门外响起了自行车的响铃声。回来了，我看看去。宝翠，你们回来了。那啥，平清啊，进屋里坐会。婶子，我就不做了，这天儿也不早了，家里还等着呢。平清，宝翠大伯大伯娘他们来了，进去坐会儿吧，喝碗茶打个招呼。听说有长辈在，方平清不好推拒了。行，我给长辈打个招呼。大伯大伯娘。方平清也跟着李宝翠喊大伯伯娘。小方是吧？来坐坐，果然一表人才啊。一些事钱春丽和李金强不好开口，刘美心却可以。听说跟我家宝翠一个单位的，2人都是小管理呢，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宝翠好福气啊。嘿嘿。对了，我有个同事的亲戚是你们那边的，说你爸妈为人很好，对你大嫂2个侄子都疼惜，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方平清当刘美心夸他，脸上露出一丝怜惜。我大嫂不容易，年纪轻轻的我大哥就没了，我大嫂为了2个孩子也没准备走下一家，这对我们家来说是大恩，我们对她好是应该的。刘美心一脸好奇，听说你爸的工作让你大嫂顶班了，你爸妈现在搁家里带孩子吗？对，孩子正是闹腾的时候，老两口也不容易，等我结婚了，他们就不用这么辛苦。钱春丽忍不住了，那俩孩子以后你一直照看着啊，我是家里的顶梁柱，自然是要撑起一个家的。我这次要结婚了，我大嫂也担心我们以后不管他们忧心忡忡的，为了让大嫂安心，我爸妈已经发话了，等我结婚以后，我每个月给大嫂20作为2个侄子的花费，再给我爸妈10块存起来养老。这话一出，除了李宝翠没感觉，所有人脸色都沉重了起来。方平清见气氛不对，终于反应过来了，我哥不在了，2个侄子是我们方家的血脉，我不可能不管，要我支持那样冷血的人，宝翠也不会跟我在一起了。对，到时候咱们一起努力。刘美心翻了个白眼，这傻侄女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呢。我知道我家里负担挺大的，但我赚的也不少，我的工资养一家人是足够了，不管是我爸妈的养老钱还是贴补我大嫂支的，都从我工资出，不会花宝翠一分。哼，你不花宝翠一分，可你的工资给你爸妈给你大嫂了，
宝翠也花不上你工资了呀。那以后你俩生孩子了呢？让宝翠一个人养。方平清笑着跟刘美心解释：伯娘，我49的工资呢？去了我爸妈的10块和大嫂的20，我还能剩19。你不吃喝了？听说你还是营销部的，你不应酬了？你家还没分家吧？这一大家子5个大人2个小孩的日常开销呢？你觉得你那19块够吗？方平清脸色也有点不好看了。这还没结婚，你家就已经嫌弃上我们家了。他看向李宝翠：宝翠，我哥没了，我爸妈辛苦了一辈子，我自己赚的钱给我大嫂拿20，给我爸妈10块，没问题吧？李宝翠到底还是年轻，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还觉得方家照顾孤儿寡母口碑好，方平清是个有担当的好男人。哇，大伯娘，平清他这是对家里负责，有担当，而且他花他自己的，有什么关系？我跟他在一起不是为了他的工资，我自己也有工资，够花了。家里人多，就算苦一点也没事，我们会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的。刘美心看向22岁的李宝翠，涉世未深的她以无畏的姿态捍卫自己纯粹的爱情，要做贤妻良母。这傻丫头，人性只会得寸进尺，在你选择陪着别人吃苦的时候，就有吃不完的苦。慢慢的，你的好，你的退让，就变成了理所当然。所以，这世上很多贤妻良母得到的并不是福报，而是多病，是早逝。宝翠，平清自己的工资肯定能自己处理。首先，父母肯定是要管的，要一个人连养大自己的父母都不管了，那就畜生不如了。但如果用自己的钱存起来给父母嫂子侄子，家庭全靠媳妇养着，这不也是这也不好吗？话说到这个地步了，李金强不能让嫂子一个人做坏人。小芳啊，你要给父母和嫂子侄子保障，这点没错。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按你的说法，结婚后你就只剩19一个月了，所以你的婚事就应该按照19的工资标准，理应向下兼容。李金强说话慢声细气，一点都不带情绪。再或者说，其实你也不用急着结婚，先把父母的养老钱、侄子们以后的保障给赚回来再结，免得他们没有安全感。叔叔给你算一下，你爸妈一个月存10块，一年就是120块，你49一个月，干个4、5年，差不多够你爸妈20年的钱了。再干个7年、8年的，把你侄子他们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再结婚。刘美心没忍住笑出了声。这小叔子说话文里文气的，暗地里的意思能把人扎死。你是个诚实的孩子，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直接跟我们说，但你还太年轻了，不懂这里面的门道。你爸妈肯定是懂的，你回去把我们的意思跟他们说一下。爸，你不能闭嘴。我也是今儿才知道，在你们家孝顺父母不是加分项，而是减分项。小芳，你可别这么说，孝顺父母没毛病的。你一个月49，给家人拿30存起来，那我家宝翠46，也放30在娘家存着呗。要不然你这单方面孝顺就是转移家里共同财产，那怎么行？李老太杀出来了。你能拿钱孝顺，我家宝翠也要这样，难不成就你父母要孝顺，我们家宝翠的父母就不用孝顺了？是啊，你说老人不能干了，照顾他们吃喝穿用是应该的，但你这特意拿钱给他们存起来，这不就是转移家里的财产？你嫂子赚的钱如果实在不够孩子花，咱肯定不能让孩子饿着冻着，是不是？但你这特意拿钱让你嫂子给孩子存起来，说句实在话，你到时候亲生的，你一个月能给孩子存20吗？就是你的工资让你家里人存起来了，一家人开销不得都吃喝我家宝翠的？人家嫁汉穿衣吃饭，我家宝翠嫁给你倒好，她还得养着你们一大家子呢。李宝翠终于回过神来了，我还以为平清的工资交出去30是花在大家庭里，合着这30存起来跟我没关系，然后一家人日常花我的工资让我养着。不是，平清你之前也没跟我说过啊，而且一大家子都没分家，吃喝一起，你干啥要专门给他们存钱？李宝翠眸子里面已经带上了愤怒。这事让我们不问，你是不是就不说了？宝翠，我爸妈我嫂子又不是外人，这钱在他们手上跟在我手上有什么差别？再说我嫂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没了，他一个寡妇带2孩子，我作为七叔叔不得帮衬一把？反正这钱以后还是要用在我侄子身上，还是花在我们方家，你能理解我的对不对？滚！我能理解的锤子，我爸说的对，你就剩下19块了，你还要养一大家子，19块够吗？以后我们要有孩子了怎么办？全都我一个人负责，那我嫁给你图啥？现在的情况是你为了你们方家的利益拖我下水，我爸妈辛苦把我培养出来，可不是为了去给你养嫂子养侄子的。方平清恼羞成怒，说来说去，你不就是容不下我嫂子和侄子吗？小芳，你可能有点没有弄明白，你现在唐烟酒公司营销部组长的职位，以及你49块钱的工资，对应上的是我家唐烟酒公司46块的宝翠。你要是只有19块，对应的就不是这个层次的对象，你懂没懂？你的工资怎么花，我家宝翠没有权利干涉，但他有权利不做你的对象。你不能以孝顺以仁义的名义，将宝翠拉上你那一无所有的船去填这个坑。是啊，你这算计都明晃晃的了，
李老太更是直接：你娶个屁媳妇，你直接娶了你嫂子得了，正好不用防着外人了，也不用没安全感了，侄子也是亲儿子了，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以后没着落了。金强说的不错，你直接去乡下买个啥招娣来地得了，你跟我家宝翠不在一个圈子。方平清开始还真没想这么多，被李家人这么一层层剥开后，脸也一阵烧。不是这样的，我家的情况宝翠都知道，我也没瞒着你们，这都是一家人，没必要这么计较。养爹娘是应该的，你们吃啥老人吃啥，不能亏待了去。至于你嫂子和孩子，你嫂子都已经接了你爹的班了，他要先花他那一份，不够的，合情合理的，你们这叔叔婶子再搭一把手是应该的，现在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你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吧。方平清面红耳赤的走了，李宝翠连送都没送，看着低着头抽泣的女儿。宝翠，这是好事，婚前把事儿聊清楚了，总比糊里糊涂过去了再知道的强。他啥都考虑他嫂子侄子，一家人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想过我，让我花钱养他们一家。他怎么想的啊？这事要不给我个交代，这婚我也不结了。不结就不结了，就方家这情况我还看不上呢，人都讲究一个高价低取，你看你找了个啥玩意，还没进门呢就满脑子算计了，19块还想娶媳妇，让他凑钱买招娣去吧。李宝翠的抽泣声更大了，情窦初开，第一次投入感情，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说不伤心是不可能的。爸妈，我会跟他谈的，这都是他爸妈的意思，我让平清去做他爸妈的工作。刘美心把这事挑破了，就没有再插嘴了。至于后面要怎么谈，那就是李金强夫妻的事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行了，我们家还有事呢，我们这就回去了。行，我这家里也一堆事，我也不留你了，之前的事说开了，以后有空多走动走动才是。回去的路上，李金民压不住好奇问道：美心呀，你最近好像变了不少呢，要换以前你才不会管这闲事。闹归闹，牵扯宝翠干啥？这可是闺女一辈子的大事。媳妇跟兄弟家破冰了，最高兴的是李金民。美心啊，今儿我高兴，你不知道，其实这些年我也不好受，我跟金强关系挺好的，我曾经就发誓了，这辈子只要他不卖国，干啥我都原谅他。那当年你还跟他打得一头血，那卖你可比卖国严重多了，你被革委会抓走了，我着急啊！你可是我媳妇，卖你就是卖我，他卖国也不能卖我。刘美心噗呲一声就笑了出来。李金民这个男人就这么一个优点，听媳妇的话，两人刚到巷子口，就见着不远处灯光下有2道熟悉的影子。那不是，男人都这个死样，毛刚长齐就天天想着搞 yellow， 唯一能让他们戒掉 yellow 的法子，就是给他搞点绿色。那可是你儿子，来自亲妈的确定，我儿子没绿色不行。妈，你吓死我了！这大晚上的你站这干啥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说你干啥去了？我能干啥？我啥也没干。你那俩窟窿睁大点，要敢把我铲出去的屎又捧着回来恶心我，你这辈子活到今年也就到头了。李宝海脊梁骨一寒，妈，你胡说什么呢？睡觉了，有啥事明天再说。躺在床上的李宝海愁得睡不着。没错，刚才路口卿卿我我的就是他和赵方秀。赵方秀虽然脾气有点骄纵，但长得还不错，而且很会撒娇。他喜欢会撒娇的女同志，显得自己很男人，但他不敢让家里发现，两人就这么偷偷摸摸的暗地里来往。老四怎么说？管他怎么说，跟赵家结亲就代表有擦不完的屁股填不完的坑，所以趁早把那不孝子丢了也好，免得牵连上了咱们。孩子要非愿意怎么办？只要我不死，他就别想进门。第二天，李宝军又回来了。咋了？这事还没哄好。我说让他换个工作，去销售部站柜台，他偏就喜欢外面跑。1年他有7、8个月不在家，这还算啥子夫妻吗？这女人结婚前结婚后也变得太快了吧？之前他没这么虚荣的，现在又要房子又要工作的，拿我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我已经够累了。哼，不是人家变了，你得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有没有好好工作？人家跟你本就不在一个层次的，你倒是没变，以前咋样还咋样。但陈国芳的生活变了呀，他以前在家天天吃肉，跟你后3天吃一回。以前他住大房子，现在挤在小宿舍。以前他啥都不用干，现在他啥都要自己干。说的好听这叫爱情，说的难听这就是向下兼容倒贴。他在情绪上打压你，给你压力，想让你上进，你就觉得他变了，其实根本就是你俩不合适。又不是我求着他的，是他上赶着要嫁给我，现在又嫌弃我。不理会李宝军，刘美心朝着2个闺女道：保送保喜你们听听，以后你们可千万别做那上赶着的事，人家不会感激你，只会觉得你犯贱。妈，到底谁才是你生的啊？我倒是希望你们都不是我生的，怀着难受带着辛苦养大了还操心你们一堆屁事，要没你们
我现在不知道多潇洒。见几个儿子冷着脸生闷气，刘美心又道：“来，你们几兄弟自己说，你们男人找女人结婚是为了啥？为了啥？为了传宗接代，生了孩子以后给我养老。肯定是为了有人伺候，回家有口热饭吃。最近天天想搞黄色的李宝海有点羞涩，还能为了啥？为了搂着睡觉呗。刘美心看向李金民：“你呢？你怎么说？”李金民绞尽脑汁想了想，才说：“应该是为了社会地位吧。一个男人如果不结婚，那就啥也不是；结完婚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你看，你们结婚根本就不是因为爱对方，也不是为了给对方幸福，你们几个弄的几条都是为了自己，没有一条跟女方有关。这结婚对象是谁都无所谓，只要对方主动，只要对方物美价廉，哪怕不喜欢不爱你们也会娶，反正娶回来都能跟你睡觉，都能给你传宗接代，都能给你洗衣做饭。言罢，他又看向李宝凤、李宝喜，听到没？这可是你们亲哥哥亲爸说的。这世上可没有哪个男人靠近你们是因为爱你呢，可别长个恋爱脑，被人家几句话就哄回家当老妈子了。上辈子的恋爱脑李宝凤看向自己的哥哥和父亲，眼里满是复杂。李金民这才反应过来，不是，除开前面那些，我也中意你才跟你结婚的。狗屁，你当我信呐？当初我要不愿意，你第二天就相下一个去了。你这话太伤人心了。这么多年夫妻，我是啥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孩子都生了6个了，你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一点脸都不给我留，你把我当啥人了？对呀，生6个了，传宗接代干到位了，洗衣做饭干到位了，陪着睡觉也到位了，你社会地位也有了，老娘跟个母猪似的，得到啥了？老娘一想到给一个对我没感情的人生了6个孩子，操劳了一辈子，就觉得亏得慌。哎呀，你快别说了，孩子们都在呢，还要不要过了？不过了，16岁跟着你到70多，辛苦一辈子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最后没个好下场，离婚。李金民慌了，李家几姊妹也震惊地瞪大了眼。人到中年，我要变成单亲了。就这么定了，3个闺女归我，3个儿子归你。那怎么行？勤快的都被你挑走了，剩下的都是不省心的，你不要我也不要。我跟妈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不离婚，不可能。你也跟着起哄。妈，不是说我跟国芳的事情吗？怎么扯你们离婚去了？妈，你考虑一下孩子，你考虑一下孙子孙女，为了他们幼小的心灵，你跟爸这婚也不能离啊。刘美心冷着脸不接话，本来是想开导李宝军，怎么劝着把自己给劝上火了。晚上，刘美心不做饭，李宝凤姐妹也被刘美心支走了。李金民不知道怎么哄着老婆子开心，只能指挥3个儿子干活。宝海，你做饭去，你国营饭店学徒学1年多了，也没见你给家里做顿饭，难怪你妈离婚都不愿意要你。宝军，你力气大，你搓衣服去，一天天长这么高个没点眼色的，难怪你妈不想要你。宝国，你也是，下班回来跟个大爷似的，家里的活计也不知道搭把手，你妈都不要你了，还不去把地扫了，把碗洗了，还站着干啥？不孝的东西，你妈都不要我了。美心，饭都要凉了，你快点吃吧。你看，没有女人你们也能做，以前怎么就没见你们动过呢？同样是上班，老娘还得回来伺候你们一大家子，我欠你们的。李金民捧着臭脚冷声道：“你妈说的对，伺候你们20多年了，也该你妈享福了，以后轮着来。”嘿嘿，美心啊，衣服洗了，地也扫了，对了，中午吃过的碗也已经洗了。见刘美心没变脸，李金民松了一口气。我的老天奶奶，可吓死我了！过了几日，刘美心借口蜂窝煤涨价，家里人多要节约，赶着父子4个上郊区砍柴去了。上午8点半出门，下午2点多，父子4个逃难似的回来了。俺不走了。我嫡亲娘啊，你是不是看我闲着不舒坦啊？你知道爸给我领哪里去了吗？郊区外6里路，还爬山。你看我这手被刺头扎的，不去了，再不去了。我也不去了，裤子都给我刮烂了。妈，你说你这是折腾啥呀？他们不去，我也不去。刘美心叉着腰，干啥不去？你看你们今儿出去半天，7捆柴可以省下多少钱，你们知道吗？哎呀，妈，你干啥？我们家加上宝凤都7份收入了，你让我们去砍柴，你咋想的？没苦硬吃吗？我不管什么没苦硬吃，反正不是我吃。今年的蜂窝煤涨价了，我劝你们识相点，趁着天气好多囤点，要不下雨了更难。爸，你说话呀！李金明可还记得前几天的离婚事件？家里都听你妈的，这么多年都是你妈操持，她管家没差。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我可是信托不上班的，我干的那都是私人活，我不去，我那1份煤我自己买行了吧？7块，我也不去，我去单位给你偷，偷不来我也出7块买。你让爸带着3哥去，他人高马大，一身的力气不砍柴可惜了。美心呢？要不我那1份也买吧，太远了，
饿得我前胸贴后背。3个儿子没一个靠谱的，老大找完眼镜就拉屎，老四捡个柴踩到屎鬼哭狼嚎的。你看工资我都上交了，老四说的对，让老三去吧，他确实有劲。你看现在就他一个人还能站着。你们都不去，凭什么让我去？有这时间我不知道去修理厂帮别人点班吗？我点班还有1块3一天呢。10分钟后，李金民父子抱着碗狼吞虎咽。刘美心看着手中收上来的钱，低声嘀咕：以前我咋这么傻？你看，让他们没苦硬吃，我不就没福硬享了吗？今年买蜂窝煤的钱这个就出来了，1块、2块，对，7块、21块，正好还能贪污几块钱给我买糖舔舔嘴。你们慢慢吃，我买煤去了。吃完饭，李保国实在没忍住：爸妈是不是那个没了？啥？绝经？听说女人绝经那几年可恐怖了。你看最近把咱家里折腾的，不是骂人就是闹离婚，把宝凤和宝喜都教坏了。大哥说的对，可折腾死人了。想了想，李宝军朝着李金民小声道：爸，你是不是年纪大了管不住妈了？我让你血口喷人，老子还行着呢。你行，你让妈这么折腾我们。李宝海赶紧打断：爸，没说你不行，我觉得你可以温柔一点，为了我们一家的幸福，你就多哄哄妈。女人嘛，她开心了，全家就开心了。你妈这段时间折腾，那不是被你们这几个不孝子气的？鬼话，我们都是她亲生的，哪个当妈的会无故折腾孩子？一定是你有啥地方没做到位，她拿着我们泄气呢。李保国越听越觉得是这个原因。爸，我也觉得老三老四说的对，我看妈这段时间骂你也多，她是不是嫌弃你了？都想跟你离婚了，你还怪我们？你说你也不会说好听的，来我教你，你就这样说：媳妇，这么多年辛苦你了。你要夸她，你要说：媳妇你可真漂亮。虽然你年纪大，说这话有点肉麻，但你可以骚啊。我让你骚，我让你骚，你还加个嗓子。你说话就说话，你怎么打人啊？我说妈咋那么暴躁，肯定跟你有原因。你个王八犊子，你闭嘴！你那说的啥话？你一个没媳妇的光杆司令，好大的脸都敢教老子了！老子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有你们仨不省心的，一把年纪还被你们连累。李金民骂骂咧咧的走了，留下捂着脑袋的3兄弟。见鬼了，怎么连老头也暴躁起来了？刚才那骂人的语气简直跟妈一模一样，你们还指望他管住吗？他不跟着妈同流合污，我们就偷着了吧。晚上，李金民偷感极重的进门了，进去还把门给拴上了。你干啥？李金民潇洒的抚了一下头。不是。刚才理发了，你进来就跟我说这。李金民想起老四的话，心里有点忐忑。不过老四那臭小子却是从小就招姑娘喜欢，应该不会出大错。美心呐，这些年辛苦你了，跟着我受苦了，我给你买了个抹脸的香香。你鬼上身了啊！说话就说话，你夹什么腿？李金民忐忑不安。难道力度不够？他一把牵住了刘美心的手。媳妇啊，你可真漂亮。刘美心浑身汗毛都起来了。我都能重生，李金民鬼上身也有可能。哪来的妖魔鬼怪？赶紧从老头子身上死出去！说时迟那时快，刘美心咻了一下就跑了出去，老李头还没回过来劲，刘美心就抓着一把糯米跑回来了。你干啥？给老娘张开！唐红梅和李宝喜听到动静来到门口，听到声响后若无其事地撇开了脸。李宝喜脸上带着红晕，唐红梅一副看戏的八卦样。这公公婆婆年纪不小了，竟然玩得这么花。我呸！噗噗噗！你给我嘴里塞什么了？疯了吧？你给我塞生米！你赶紧从老娘男人身上出去！刘美心，你再这样，老子可要打人了！唐红梅和李宝凤终于听出不对劲了，赶紧朝着里面冲了进去。等李保国3兄弟闲逛回来，就见着李金民拉着一张驴脸坐在客厅，还举着热毛巾按住一只眼睛。李宝军和李保国感觉气氛有点不对，都安分了起来。李宝海大大咧咧地凑到李金民面前，呲个大牙，乐呵呵的上下打量着他爹。下午我教你的时候，你还恼羞成怒，你看这不就理发了吗？胡子也刮干净了，有没有给我妈买雪花膏？有没有按我说的？话还没落，李金民劈头盖脸对着他一顿抽。我让你胡说八道，还雪花膏，还媳妇辛苦了，我打死你个不省心的！你咋又动手了？你干啥啊？最近火气都这么旺。往后退了几步，躲在了李宝军身后。李宝海这才注意到李金民的眼眶，熊猫眼。刘美心黑着脸走了进来。就你出的馊主意，说我最近脾气差。李保国不解地看向媳妇。大一辈子都老老实实的，这猛的又是打扮又是礼物，还说好话，转变太快了。妈一时间接受不了，以为他鬼上身了，当场给了一拳，还抓了把糯米要塞爸嘴里。李子君没忍住笑了出来，反应过来赶紧捂住嘴看向门外。李保国嘴角抽了抽墙，憋住笑。你说你好好的出啥馊主意？不怪爸要朝你动手。那啥，妈，现在可不行搞迷信，那啥鬼上身啥的你可别到外面说。老头子脑袋不灵光，你们好好干活过日子，别再给他出馊主意。次日，李宝海刚从国营饭店出来，
刘美心就冲了上去，一把扯过他手中的油纸袋。呀，老四，这给老娘买了肉包子啊！哎，妈，是你啊！不等他说下去，刘美心扯住他就走。走，跟我去市场扛2袋土豆回去。李宝海不愿意，他还想找赵方秀。你让老三下班顺道扛回家啊，他那一身腱子肉不用可惜了。哎呀，你是妈的腰宝，这种事我肯定第一个想到你。要平日我自己也能扛回去，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妈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没有力气。言罢，刘美心扭头目光紧紧地盯着李宝海。我记得你小时候跟人家打赌发誓，老喜欢说输了就死妈，考试考不过也死妈，斗鸡斗不过也死妈，最近没发这种事吧？李宝海脑海中顿时就浮现起了自己跟赵方秀浓情蜜意时发的誓。我对你是真心的，要骗你死妈，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骗你死妈？妈，那就是嘴上说说，迷信，你咋还信这个呀？刘美心一脸严肃，是不是迷信我不知道，反正我最近都没啥力气，感觉快呆了。妈跟你打个商量，下回发誓你拿你自己发行不？你就说我李宝海不得好死，你就说我李宝海天打雷劈。李宝海被刘美心那阴森森的目光看得一阵发寒，他感觉自己要敢说一个不字，刘美心就会扑上来咬断他的脖子。好哈，我不说了。你最喜欢发誓了，来，先给妈发一个，你就说你要还拿妈发誓，你就头顶绿油油，天天戴绿帽子。妈，不用这么认真吧？发，现在就给我发，立刻马上。我李宝海发誓，要还拿我妈发誓，我就天天戴绿帽子，头顶绿油油。刘美心眼神一闪，这还差不多，儿子你要相信，这世上是有现世报的。走吧，扛土豆去了。路边的一个茶馆里面，赵方秀陪着一对母子喝着茶，桌子上放着几盘价格不菲的糕点。哎呦，方秀太会说话了，简直说到阿姨心坎上了。我家大勇啊，就是性子内向了些，过日子嘛，这样的男人才实在。你看来年3月怎么样？等你嫁过来，你就接阿姨的班到面粉厂上班。你和大勇生了孩子，阿姨在家给你带孩子，你就安心跟着我家大勇好好过日子就是了。我家大勇啊，是个疼媳妇的。唐大勇听到母亲这么说，朝着赵方秀露出个憨厚的笑，拿起一个甜豆子递到赵方秀嘴边。方秀吃，以后好吃的都先给方秀。你看，我家大勇现在都会疼人了。赵方秀在妇人的注目下张嘴接过豆子。谢谢大勇哥。茶馆门口，李宝海跟被雷劈了似的，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刘美心瞄了一眼儿子的表情，咬了一口肉包子，话中有话道：你干啥啊？你也想吃这里面的糕点？这里面糕点可不便宜，一碟糕点7、8毛呢。哎，嗅着这香甜的味道，手中的肉包子都不好吃了。咦，那不是赵方秀吗？上个月就听他妈到处宣扬，说自家女婿是面粉厂主任的儿子，不会就这个吧？李宝海猛地转头看向刘美心，你说什么？上个月就相上了？对啊，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我都见着赵方秀跟那男的遛好几次弯了，就面粉厂那条小吃街还手拉手呢。李宝海顿感头顶绿油油的，握紧拳头就大步朝着里面冲了进去。赵方秀见是李宝海，眼里闪过慌张。方秀，这谁啊？这王阿姨。赵方秀，我也想知道我是谁。李宝海这态度让唐家母子也起了疑心。方秀，这位同志是谁？赵方秀涨红着脸，进退两难。爱情是爱情，生活是生活。唐大勇虽然脑子不灵光，但人家里条件好啊。飞快地在心里衡量之后，他站起来跑到唐大勇身后。大勇哥，他就是那心胸狭隘，抓着我弟一点小错就敲诈我家不少钱，然后跟我退婚那男的，这段时间一直缠着我呢。他肯定是听说我找了个好人家，心里不痛快找事来了。哎，你再装老子打死你！赵方秀，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你之前明明说忘不掉我。李宝海，我们已经退婚了，我现在和大勇哥在交往，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我的名声本就被你家毁了，你还这样不是要逼死我吗？王秀莲的脸色很不好。你是流氓吗？你老纠缠女同志干啥？我告诉你，方秀已经跟我家大勇订婚了，要你再纠缠他，小心我告你耍流氓。不是的，赵方秀，明明是你自己主动过来找我的，你说你忘不了我，说你家安排你和傻子相亲，你不愿意。李宝海，你就放过我吧！你以为你在王阿姨他们面前说这样的话，毁了我跟大勇哥的婚事，我就会跟你了吗？唐大勇听着赵方秀的怒吼声，站起来对着李宝海就是一拳头。刘美心在门外见李宝海被人一拳头干地上，吃肉包子的手都顿了一下，看着都疼。我就说不能乱发誓吧，这现世报不就来了？李宝海从地上爬起来，跟唐大勇扭打在一起，打不过又被唐大勇甩地上去了。恼羞成怒的李宝海转身就给了赵方秀一拳。然后李宝海就围着赵方秀转圈，躲避唐大勇，还趁机偷袭，一个响亮的大嘴巴子抽在了唐大勇脸上。你个流氓赖子，敢打我儿子，老娘跟你拼了！见他冲了上去，吃着肉包子看戏的刘美心也冲了上去，一把抄起桌上的点心就挥王秀莲脸上了。瞎了你的狗眼，一家子被一个女娃耍得团团转，以多欺少打不过，还要以老欺小了是吧？
就赵家养出来的闺女，你们爱要就捡回去，我们李家看不上。还有赵方秀，你既然已经找到愿意接手的下一家了，就别再来哄骗我儿子了，好好做你的新媳妇去。你这边勾一个，那边勾一个，算怎么回事？骂完，刘美心扯着李宝海就走。让一下，让一下，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黄花大闺男怀春，被坏女人哄骗伤害的啊！赵方秀狰狞着脸朝着李宝海骂：李宝海，你个杂种，你为什么要毁掉我？李宝海戴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早已失去了理智。明明是你骗我，是你回来找我的，我给你送了半个月肉包了，你还让我给你买件美裤和发箍，你个骗子！赵方秀知道自己和唐家的婚事被李宝海毁了，失控的尖着嗓子吼叫：是你纠缠我，是你，你个杂种，你全家都是杂种！呸！就你家最纯，全都内部消化，奶奶也是妈，弟弟也是爸。说完又朝着傻掉的王秀莲道：睁大你那白内障，好好看看这赵家都是啥人。从茶馆一直到家里，李宝海都没有说话，回去就将自己关屋里面去了。老四呢？刘美心喝了一口茶，头都没抬。失恋了绝食呢？他失恋绝食，你干啥也不吃，喝茶管饱啊？心情不好，没胃口。他今天可是吃了3个拳头那么大的肉包，一想起这么好吃的肉包子，李宝海那个蠢货一连给赵方秀送了半个月，刘美心就心痛。老娘一把屎一把尿给他养这么大，也没见他给亲妈买肉包吃。等大家都吃完了，李金明看向李宝军，把剩的这点饭拿给老四，这才刚退婚多久，才恋上又失恋，你们年轻人这练的也太快了。李宝海坐在床上靠着墙，回忆着跟赵方秀的美好。李宝军将碗筷往桌子上一放，咋回事啊？想婆娘了？而此时李宝海脑海中回想着他带赵方秀去古桥看冰湖的场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不爱读书的李宝军一脸懵，什么寒江雪？谁是寒江雪？咱也不能把话说得这么死，你这一辈子还长着呢，怎么就要读寒江雪？不对啊，你不是赵方秀吗？怎么又要读寒江雪了？老四啊，这话你跟我说就算了，出去可不能乱说，这污言秽语怪丢人的，人家把你当流氓打死，我们都没处说理。看傻了眼的李宝海，李宝军也没了兴趣。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向寒江雪。李宝军从房间出来，就凑到李金明面前去了。爸，老四看上寒江雪了，这辈子还非他不要。之前赵方秀也没见他这么伤心啊，要不你跟妈打听打听是谁家的姑娘，她这年纪也不小了，要是差不多就娶回来算了。寒江雪。李宝军肯定的点头。对，就叫寒江雪，名字还怪好听的。怎么又来了个寒江雪？李宝军靠近李金明小声道：他只要寒江雪，刚还跟我说要读寒江雪，还将周所你吻，就是两人在江边的小舟里摸啊索吻亲嘴。咦，不要脸，伤风败俗的，这要是被人知道了，是要被抓去当流氓打摆，真恶心。嫌弃完，他站起来进屋找刘美心去了。老婆子，老四前段时间不是还跟赵方秀纠缠在一起吗？是啊，今儿闹翻了，带了点绿色，黄色也不想搞了。李金明一拍大腿，哪里是不搞了，换了个人搞，人现在不要赵方秀了，喜欢上寒江雪了。他说的，不要赵方秀了，要寒江雪了。老三说听见老四亲口说的，说只要寒江雪，谁也不要，饭都不吃。老三看着他可怜来问我，要不去问问是谁家的姑娘，要没说清看看能不能成，他年纪也不小了。说着，李金明凑近刘美心耳边，都亲上了，在江边的小舟里面打波，说这辈子就只要寒江雪。刘美心一脸无语，这李宝还属泰迪的吧？变心也太快了，回来的路上还半死不活想着赵方秀，现在就换成寒江雪了。本来他被赵方秀当傻子耍，我还为他不值，现在我倒是替赵方秀不值了。啥玩意啊？这才几个小时，他还有脸打人家，自己都不是个玩意儿。早就听着平清说起你了，你上家里时我上班没在家，这还是和你第一次见面呢。李宝翠对方平清还是有感情的，两人的事拉扯一番后，终是走上了正轨。今儿这顿饭之后，我们两家又进一步了。我家平清时常跟我念叨宝翠的好，宝翠性格开朗积极向上，我们两口子也喜欢得很。你来我往一番恭维后，终于把事情说到房子上了。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平清大哥没有了，他嫂子一个寡妇带2孩子不容易，不过宝翠我们也不能亏待了去。我和老头子都已经没上班了，想要帮也有心无力。我家老大不在了，但他嫂子也是亲嫂子，知道小叔子和妯娌要买房。说着，方母朝着方嫂使了一个眼色。方嫂笑着掏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宝翠，你数数，这里面是1000块钱，你们先拿去买房子，不管李大哥在不在，我们都是一家人。李金强夫妻一脸感动，李老太只顾着吃，李金明也在笑，只有刘美心眼皮子猛跳。好大一个坑，摔死人不偿命那种。对对对，都是一家人，就算分家了也要相亲相爱。做大嫂先进门几年，现在带着2孩子也不容易，以后也有指望小叔子搭把手的时候。宝翠是个好闺女，对长辈尊重有加，在事业上也独立，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闺女都是亲家教导有方，往后来
就希望一家人互相扶持。钱春丽听着亲家话里话外说的好听，把自家闺女抬这么高，心里也高兴。就在这时候，一道唐突的声音响起：“等等，这是不对，不是这么来的。”方家父母的笑容僵在脸上。亲家伯娘，怎么了？李金强夫妻也疑惑地看着刘美心。春丽，后面你们跟方家谈的婚事是怎么说的？就之前那样说的。方家现在的房子归方家嫂子，方家来的280彩礼，我们再添上720，凑成1000带回去，方家再出1000，一起给宝翠平清买个小房子做婚房。那这个钱是谁的？钱春丽没反应过来。方家的。是方家的吗？方母脸色不好看了。亲家大伯娘，听说你之前跟宝翠妈关系不好，20来年都没了来往，可今天这是平清和宝翠的大事，就算你心里有啥，你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让你来吃饭，你就好好吃饭，别捣乱，又不是你闺女，有你啥事啊？哎呦，不说了，反正他们小夫妻好就是了。对，今天的主角可是宝翠和平清，待会要笑话我们这些大人了。你们别转移话题，我就问这桌子上1000块钱是不是方家的？美心，这订婚宴呢，有啥话我们私底下说。金强、春丽，你们谈的是宝翠连方家来的彩礼，带自己的陪嫁1000块去方家，方家这边也出1000，但刚才平清爸妈说了，他们没有上班，有心无力，所以这钱是方家大嫂的是吗？不算方家的。见方家人目光躲闪，刘美心又继续道：“这钱为什么是方家嫂子给宝翠？就算凑钱也是方家长辈去凑，由亲家夫妻交给宝翠和平清两口子才是。你们这含含糊糊的怎么个事？”说着，刘美心拉过旁边站着的服务员：“来，大妹子，刚才你全程都在场，你说刚才我没说话前，以你这个局外人来看，这钱是方家出的，还是方家大嫂借给这没过门弟媳妇的？”服务员大姐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刚不是说分家了吗？谁家守寡的嫂子能白送1000给未过门的妯娌啊？肯定是要还的。而且刚才他们不是说了吗？父母帮不上，现在嫂子帮着，是吧？以后也要指望小叔子一家搭把手。像是才感受到气氛不对，服务员大姐马上又找补道：“呵呵，我不会说话，这钱要不要还我也不知道。大嫂说不要了就不要了吧，毕竟这钱是她的，要是大嫂要回去也是应该的，毕竟这桌上证人也这么多。”李金强夫妻终于反应过来了：“亲家，这钱是方大嫂的，不是你们方家的，所以刚才说已经分家了，以后宝翠夫妻要还是吗？”方姑姑脑子有点不灵光，这钱可是我家大侄媳妇的嫁妆，还有她男人的赔偿金，肯定是要还的，不能白拿1000给你使吧。方母连忙朝着大姑子使眼色：“他大姑你说啥呢？都是一家人，还啥还啊？我们从头到尾可没有说过一句要还。”不是，刚才不是说你少说2句吧。行了，一点误会说开了就是了，都是一家人。其实我们也没想那么多，这可不是一点误会。我们要求的是方家出1000，而不是方大嫂借出来1000。我嫂子说的对，这钱不能这么含糊过去，要不这房子你家1毛钱不出，还得占一半。小方爸妈，你们这事办的可太不地道了，要你们再偷偷背着我们补个欠条，再加上这亲戚以及饭店同志的作证，我家宝翠这1000块的债可背得死死的。我家宝翠可不是嫁不出去，就算招婿也不至于倒贴成这样。方平清额头开始冒汗，伸手去扯钱春丽的手臂：“妈什么妈？我家宝翠还没嫁进去呢，谁是你妈？”李宝翠脸上的喜悦褪尽，声音颤抖地看向方平清：“这事你知道吗？”方平清目光躲闪：“宝翠，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这钱确实是我大嫂。”方平清，你家里既然满心满眼都是你大嫂，担心她吃亏，你怎么不直接娶了她？你找我干啥啊？这么算计我，我干啥缺德事了？我挖你家祖坟了吗？宝翠，你别生气，这大好的日子，这钱我也没说要还，都是一家人，相互帮忙是应该的。谁跟你是一家人？这叫帮忙吗？这钱要借也是方家去借，而不是把债转我身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你才上班几个月，你能有1000，你孩子还要人家养呢，房子工作都给你了，你们还这么算计我？方平清见李宝翠呵斥大嫂，脸色也不好看了。宝翠，我俩的事你不要牵扯到别人，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妈现在确实都没有上班了，家里一屋4人吃饭，我的钱也剩不下多少，给的彩礼又买新衣服，你还要一个手表。现在人家都3转一响，我要280的彩礼，1套新衣服，1块手表，多吗？李老太终于弄清楚状况了。有东喝汤的碗直接就砸桌子上了。骗婚，这是骗婚，空手套白狼就算了，还让我家宝翠背上这么大债务，你们一家好算计啊！亲家奶奶，你老人家说话注意点，怎么能说骗婚呢？就是啥事都是协商出来的，你们要我们拿1000出来买房子，我们也拿出来了啊！李金强青筋猛跳，站起来一把将桌子掀了。操，当我们好欺负是吧？这钱是你们拿出来的吗？
给我们挖这么大一个坑，这媳妇要娶得起你们就娶，要娶不起你们就别娶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小两口有一个房子？还不是因为你们提前把家里的房子过给你们前头媳妇了吗？怎么，我培养这么优秀的闺女嫁过去，还要在嫂子家寄人篱下，连个窝都没有？方母见一桌的菜都毁了也不装了。你家闺女优秀，我家儿子就不优秀了吗？你家闺女优秀，还不是巴巴的要嫁进我们方家，还没进门就要管着我家平亲的钱了。孝顺父母不同意，照顾侄儿也不愿意，等嫁进来了，我前头2个大孙子还能有容身之地，我们不得为2个可怜的孙孙打算着？前头我们家老大没的时候，可是抓着他兄弟的手，让我家平亲照顾好下面2孩子，结果你家闺女还没进门就嫌弃上了，到底谁家不讲理？放你娘的狗屁！我家宝翠说的对，你还让你家儿子娶啥媳妇啊？直接娶了你家老大媳妇，又不用彩礼，还能免费当爹，干啥要来祸害我们家的闺女？正好你家最会算计，老大用过的老二用，还节约娶媳妇的钱了。就方平清这一心为嫂的精神，说不定早跟你家老大媳妇有一腿了。那俩崽子是他亲儿子吧？你俩小不死的还在这算计我家宝翠，赶紧回去查查你家老大咋死的吧。李老太话落，在场不少人都瞪大了眼睛，目光诡异的看向方平清和方嫂。不是的，不是的，你别胡说，我没有。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们做得出来还不让人家说了？你当老娘怕你啊？老娘2个儿子4个孙子都在这里，看到没有？这屋一大半都是老娘的人，来呀，你动老娘一个试试！说着，李老太跳起来就用胸膛朝着方平清撞了过去，结果自己那干瘦的小身板弹的后退好几步。方平清，你想干啥？我还想问你们想干啥？这边李宝翠和方平清在吵，那边钱春丽对上方母，李金强跟方父在对喷，方姑姑拉着刘美心。误会，都是误会，今儿这事是好事，靖家伯娘你们也劝着点，怎么还拱火啊？起开，又不是你家的事，你有这闲工夫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家吧。有这样爬灰倒灶的侄子和侄媳妇，小心你家子女的名声也受到影响。你少在这里喷粪，我和平清清清白白，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是应该的，是你们心里脏，看什么都脏。对，你们是一家人，相亲又相爱，他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上头老大没了，这边正好接上，你们要清清白白，你们家能干出这种破事，一点边界都没有吗？还口口声声互相帮扶。说着，刘美心看向方平清，你结婚后跟妻子才是一家人，你这么算计未来的妻子，你的良心呢？什么叫算计？谁算计了？是你们李家算计，是你们李家还没进门就想着霸着我家平清的工资，现在计划生育就生1个孩子，也不知道能不能生儿子，万一生个闺女，他们手上抓这么多钱干啥？我前头2个孙子在这里，我不疼孙子难不成多刮你家去？李宝翠眼泪终是掉了下来。所以你从始至终都知道，你也这么想？我只是觉得我们俩都年轻，都有工作，没必要把钱看着这么重要。我大哥没了，大嫂还带着2个孩子，我们应该体谅一下。操，不吃了！李宝全那桌子也掀了。大姐，你跟他说个屁！我打死你个混账！李宝全一动手就带动了连锁反应，李家和方家这边的后生全都打了起来。钱春丽本就是个软绵性子，被方母揪住头发扯得嗷嗷叫，刘美心赶紧上去支援。方大姑想要扯住刘美心，别动手，别动手，有话。话还没说完，被甩地上了。方姑父见媳妇吃了亏，捡起地上的汤勺就朝着刘美心干过来。李宝军，你个没用的饭桶，你死哪里去了？你妈要被打死了！以1敌2，正按住方家小被摩擦的李宝军听到召唤，赶紧冲了过来。妈，你喊我咋了？一个没注意被偷袭了，给老娘干死这个老秃驴！凯，你打我吗？所有打仗的人都避开了李老太，毕竟他年纪在那里了，年轻人打了就打了，李老太要打了，说不定他明天就上山了。李老太却不满了，没人找他干。他站在椅子上开始指挥全局。保国，你个没用的，人家在打架，你找眼镜。红梅，你男人要被人锤死了，你倒是给他把眼镜捡起来啊。宝海，帮你爹去啊，蠢货，上阵父子兵。春丽，你挠他，挠死他，就那婆娘最黑心，个倒灶的玩意。饭店老板站在一边跳脚，干啥？你们要打架到外面打，这不是害人吗？1个小时后，方家李家所有人，连带着饭店老板和那个服务员大姐，都被带到了街道办。你们瞅瞅像什么样子？国家上上下下都一心谋发展，到处抓生产搞建设，热火朝天的。你们倒好，开群战了是吧？把街道都当成你们的比武场了。要人人都像你们这样子，社会还要不要安宁？就是我们领导同志在上面号召精神文明建设，你们呢，在下面大打出手，弄成这样子，非但多了自己的脸，还抹黑了我们街道。要还不深刻反省，下次进的就不是街道办，而是派出所。
今天这事你们要不说清楚，不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有单位的报到单位，有学校的报到学校，绝不轻饶。刘美心斜着眼睛看了一眼旁边缩着脖子的李老太，碰了碰她，小声道：“哭。”李老太缩着脖子，正被训得一愣一愣的，一下没反应过来。啥玩意？要赔钱的，还会影响我们工作。话落，小手一推，将人给弹了出去。不得了了，欺负死人了！不得了了，欺负死人了！主任，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我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才动手的啊！我们也不想惹事，不想给领导添麻烦，可他们方家骗婚，我们是被逼到绝境了啊！李老太一边抱大腿，一边抹眼泪鼻涕。主任，您在这一块威望高，我们都服你，你给我们评评理。我家宝翠好一姑娘跟他们家一婚，结果他们家小叔子和嫂子捣造啊！说到这里，李老太哭声一顿，这算不算乱搞男女关系？是不是可以打靶？放屁！方母当即就跳了出来。你给我闭嘴！主任，这是污蔑。我家平清和阿珍清清白白，我们也不想打，实在是他们欺人太甚。明明是你们骗婚，你们家老二只顾着嫂子，想要骗新婚妻子的钱养嫂子，就是那个人卖根的，卖了养嫂子，骗我家宝翠嫁妆，还想要我们背债。主任啊，正常男人都干不出卖根养嫂子的事，那掉小叔子的婆娘男人听说是死了，你们赶紧查查是不是他们奸夫淫妇给害死的。方父脸都绿了。老不死的你在满嘴喷粪，信不信我掐死你？我赔你个小东西，自己儿子死了都不在意，还这么护着你老大媳妇，工作给他，房子给他，老二的工资也给他，不会是你也跟他爬灰了吧？血口喷人，血口喷人，无知泼妇一肚子污言秽语，简直就是有辱斯文。李家方家越吵越激烈，李老太负责拉住妇女主任哭，主任一个人急得跳脚。安静，全都给我安静，不许吵，全都不许吵了。没人听他的，下面各自找准目标，喷得火热。唐红梅已经对上方大嫂了，有人想出家，有人想卧轨，有人想着小叔子劈了腿。哦哟，好女人气得上天堂，坏女人乐得忙数钱哟。刘美心忙着偷闲，扭头接一句：你知道啥？两人凑一起不一定是因为爱情，有可能是因为病情。要不是有病，谁家嫂子小叔子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方姑姑和方叔叔悄默往后站，虽然他们跟方父是姊妹，但今儿这事要真说起来，确实是方家没理。方平清见自家节节败退，也是红了眼。李宝翠，要知道你家是这样的，当初我怎么都不会看上你。我也是倒血霉了才会被你看上，我现在可害怕你赖上我了，让我跟你和你嫂子在一张床，我想想就恶心。你们一家的心思都肮脏，你的长相也没有击中我的心脏。当初我是看你文静温柔，我姐的长相没有击中你的心脏，但我的拳头可以。李宝翠上去补了一脚，老娘的长相没有击中你的心脏，你的长相倒是击中了老娘的胃，老娘看着你这张脸都想吐了。李家人多势众，现场局势一面倒，街道办主任嗓子喊劈了也没人理，将平日用来宣传的大喇叭拿了出来，全都给我住手，给我立正站好。那炸雷般的巨大声音瞬间镇住了全场。无法无天了，都没有王法没有规矩了是吧？在外面打了还不算，到街道办了还不肯收手。街道办是解决问题的地方，不是让你们撒野的地方。妇女主任的语气比街道办主任好一些。同志们啊，我们都生活在这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打架不仅伤了彼此感情，还影响了街道的和谐。动手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矛盾越来越深。听我劝，大家都放下戾气，学会心平气和处理问题，每人都退一步才会海阔天空啊。李老太扭头看向刘美心，好像在询问我还哭不哭。来，一个个的来，都不许吵。我来问陈老板，你先说。陈老板一脸委屈，我就好好开门做生意，虽然是个体户，但我证件一应俱全。他们吃着吃着就打起来了，给我的座椅碗筷都给砸了，2桌酒席的饭钱啥的都没给呢。这钱你找方家要，他们订的酒席。你给我闭嘴，还没问你，陈老板，你统计一下店里的损失，这钱肯定要赔给你。方父赶紧提醒，酒席是我们订的，但东西不是我们砸的，是他们砸的，他们先动手的，他们还打伤了人。放屁，你们没动手吗？说着李宝军指着方姑父，就那老秃驴，一汤勺给我妈砸的，差点溅我太奶去了，我妈头顶现在还顶着个蘑菇包呢。方姑父涨红着脸，他已经尽量降低自己存在感了，没想到这火还是引到自己身上来了。那是你妈先动手推我媳妇的，你还一脚给我踹飞出去了呢。我妈为啥推你媳妇？你心里没点数吗？你媳妇不拉偏架，我妈会推她吗？眼见又要吵起来了，都给我住嘴，还没轮到你们呢。刘美心慢慢的朝着李老太靠了过去，妈，你赶紧起来，地上凉，方家肯定不会认，弄不好要赔钱了。
我的领导同志啊，你可一定要遏制这种骗婚的风气，要不我们刚刚安稳的社会就要被这群别有用心的人搅得乱了秩序，也会给群众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说着，李老太伸手指了指李宝翠，领导同志，你看，那就是我家的孙女，又指了一下方平清，那是他们方家的倒灶儿子，这还没进门呢，他们就说要把儿子的工资全给寡妇嫂子存起来，让我家孙女嫁进去养他们全家。我们家不同意这婚事，他们家死缠烂打，就说不要工资了，把家里的全部财产都过给那寡妇嫂子。我们考虑到孩子有感情，我们让步了，商量好一家出1000给孩子买个房子，这结婚怎么也要有个窝吧，他们也同意了。结果我们的钱拿出来了，他们的钱哄着我们牵欠条啊，还好被我们识破了，要不然我这孙女不是被吃干抹净了吗？说完，李老太像是被刺激的不轻，梗着脖子嗷的一抽，白眼一翻朝后倒去。这个100岁老太为了儿女不被罚款，先是大哭诉苦卖惨，然后装晕直接倒，影后级的演技把在场的人都骗到了。妈，你怎么了？妈，你醒醒！妈，你要有事我可怎么活啊？那凄厉的喊声听得方家人都慌了神。咋回事？那老婆子刚才还中气十足上跳下蹿，怎么吼着吼着就倒？就算要上山也不能挑这个时候啊！们不会摊上人命吧？而李老太感受到自己小身板被腰一把搂住了，那提着的心也稳了。这刘美心太不靠谱了，找我演戏她一点都不配合，要不是我的好腰儿，这一下到地上指定见老头子去了。老太太你醒醒，这是咋了？一群人又是喊妈又是喊奶奶的，就是没有下一步动作，急得李老太偷偷掐了李金强一下。李金强终于反应过来，我妈要是有事，你们谁也跑不掉。大哥，赶紧送妈去医院。赶紧的，快送医院。要我奶有啥事？我们2家不死不休。一瞬间，李家人跑了一大半，那剩下的一半怎么办？刘美心捂住脑袋上那个包，2只眼睛开始斗鸡眼，双脚开始扭秧歌。我的头好重，抬不起来了，这地上咋都是棉花啊！妇女主任脸都绿了，那边刚抬走一个，这边又来了。哎，同志，快坐。话还没说完，刘美心咚的一声把他给砸倒了，有个缓冲，刘美心倒也不疼，继续挥舞着手和腿。哎，这咋有3个主任？妈，你没事吧？李宝军一脸煞气地指着缩在后面的方姑父，是他打的，是他用汤勺挖我妈的脑袋。哎呦，这都啥时候了还争啊？头上那么大一包能没事吗？赶紧送医院去啊！李宝军背着刘美心往外跑，还不忘回头喊一句：主任，别让他们跑了，先给关起来，我们还会回来的。就这会儿的功夫，李家人一个没留下，方家人一脸懵逼，大气都不敢喘，空气凝固了几秒。陈老板一咬牙跟黄主任道：主任，我店里的赔偿算出来了，2桌饭菜11块7，2瓶酒2块2，摔坏的2桌碗筷算1块3，剩下的桌椅啥的我自己修，我自己能弄的就不给您添麻烦了，所以就这15块2。见黄主任盯着方家人不说话，主任，我店里还在做生意呢，也不能离开太长时间。还愣着干啥？没听到吗？饭店的赔偿15块2。方大嫂语气弱弱的反驳：就算饭菜是我们订的，那桌子又不是我们掀的。黄主任目光不善地看向方大嫂，他刚才听明白了，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女人引起的。你还在这纠结这1块3？我要是你们，现在就应该求爷爷告奶奶的祈祷刚那老太太没事，要不就不是1块3的事了，而是蹲监狱的事。方家人集体哑火，还愣着干啥？没看到陈老板在这等着啊？人家不用回去做生意了。方平清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脸：主任，实在对不住，给您添麻烦。你跟我说对不住干啥？你耽搁的是人家陈老板，我看你年纪也不大，怎么这么能算计？媳妇娶不起就别娶，还搞上骗婚那一套了。方平清一脸憋屈的掏出15块2递给陈老板：陈老板，对不住了。哼。服务员大姐也是个热心人士，满脑子都是雷锋精神。主任，今儿这场闹，从头到尾我都看在眼里呢。确实是这方家的人给个小姑娘挖坑。服务员大姐巴拉巴拉稍微添了点油，加了点醋，把刚才在饭店的一幕一咕噜给倒了出来。我家也有闺女，要我闺女找个对象是这样的人家，我肯定比刚才那伙人还上头。方母心虚的解释：那啥，主任你别听他胡说，这都是一场误会。谁家说亲也是有来有往的协商，刚才我们从头到尾可都没有说过那1000块钱要还。对，我们一个还字都没说，是他们多想了，误会了。我呸，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狡辩，合着都是人家的错呗。这公公婆婆还没死呢，结婚的钱怎么也轮不上一个分了家的寡妇大嫂给，说啥公婆老了有心无力想帮也帮不上，还你先拿去买房，那不是你们男方应该出的吗？都算计人到这份上了，还有脸说误会，还好人家识破了，要不真跳进火坑了。行了，赶紧回去干活。陈老板带着服务员大姐走了。方家人在街道办接受批评教育和政治思想改造。你家老大是怎么没的？方平清和方大嫂一张脸涨得通红，
黄主任能问出这种话，肯定是把李家人的胡说八道当真了。黄主任，他们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你怎么？我问你儿子咋没的？你扯那些干啥？你放心，没有的是绝不会污蔑你们。再说，要真是污蔑，也正好还你们一个清白。方大嫂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个女人的名声大过天，寡妇门前本就是非多，要街道办真上左邻右舍调查，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另一边，李宝军背着刘美心刚跑出街道，就见前面抽过去的李老太一伙人正站在不远处等着。李宝军一伙人这才反应过来，哎呦喂，妈，你可吓死我了！快下来吧，我都出汗了。钱春丽走上去搀住刘美心，大嫂，这次可多亏有你了，要不是你警惕，今说不定我们就被方家蒙混过去了。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刘美心的额头，你这头还是要去看看才行，这老大一个包呢。李老太可不在乎刘美心，她担心的是会不会让自己赔钱。金强，这饭店赔钱应该找不上我们了吧？我们都跑出来了。跑出来算啥？我好好来喝个酒，这打就白挨了。我嫁给金明这么多年，他都没动过我一根指头，我让外人一勺敲成这样子，我这么多儿子白生了。走，先去吃饭，吃饱后老婆子跟我去住院。金明你给我去请假，保国你去找担架，金强你带着宝军、宝全他们去方家闹，他们现成的1000块在家放着呢，这是要不给我们一个交代，你们回来给我俩盖着白布抬过去。这不吉利吧？李金明本来还担心刘美心有没有啥事，见着他大可宣饭，这才放心。老二，刚才那一桌菜你应该先晚点，还没怎么吃就先了，亏大发了。李金强想起那一桌菜也心疼，都到那份上了，哪里还忍得住？你还喝了一碗汤呢，我们基本都没怎么动筷子。所有人胃口都很好，只有李宝翠食不下咽。宝翠，你这是命好，应该高兴，要你真顺利嫁进去了，那才是命苦，所以你有啥不开心的？刘美心斜视瞟了一眼李宝翠，嘴里哼起了乱七八糟的小调。发呀洋芋吃多掉，长成一个大汉堡，才会觉得爱情好。同情到爱你才发现，爱情不会让你笑，只会让你烫毛尿。所有人又下意识地朝着李金明望过去。他说的憨包是宝翠，不是说自己，是吧媳妇？你大伯娘说的不错，你要为这事难过，那你就真是发芽洋芋吃多了。谁说的？我才不难过，我要进去了才是真难受。但毕竟也谈了1年多了，长痛短痛都不如剧痛。我要记住，以后别这么傻了。待会我跟你们一块上房家闹，我李宝翠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吃完饭，大家各自行动了起来。妈，你们赶紧去医院，啥药好买啥药，这药钱我指定给你要回来。老大媳妇，你跟着你二叔他们一块去方家，医院这边用不上你，要方家人不老实，你就给他们那点破事宣扬的左邻右舍都知道。庞红梅眼睛一亮，我喜欢这事。李老太一脸兴奋，我也喜欢，我不想去医院，我想去方家，老娘不给他们搅个翻天覆地，老娘跟他姓。一家出了2个搅屎棍，他们自己还挺光荣。妈，你都这把年纪了，那些个事就交给金强他们，你就别添乱了。过了一会儿，刘美心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头上敷着黑乎乎的药泥。李老太一直叫嚣着要跟着李金强他们去方家。钱春丽掏出3块钱给他才罢休。李老太举着3块钱在刘美心旁边嘚瑟，老大家的你看，这是春丽给我的，人春丽就是贴心，时不时的给老婆子点零花钱，不像有的人嫁进来30年了，钢镚都没给我一个，还是我家春丽有孝心呐，也不怪我心里多想着她。你说你要是有春丽一半好，我肯定也拿你跟春丽一样对待。钱春丽脸上带着尴尬，妈，你说啥呢？你现在跟我们住一块，大哥大嫂每个月的粮食都给你送来，你还要钱干啥？你赶紧把钱收起来，别一会甩丢了。李老太忽视了老二媳妇的提醒，又从兜里掏出3块钱。老大媳妇，你看，我都有6块钱了，全是春丽和宝翠今年给我的零花钱，我还已经花了好几块。你说你要是也跟春丽似的，一年到头给我塞个零花钱，我至于跟你把关系弄这么僵吗？而且我也不乱花钱，就喜欢存钱，到时候走了留下的不还是他们兄弟俩的？他的2个小凹眼紧紧盯着刘美心。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老大媳妇也该表示表示了吧，拿个1块2块的也行，咱不嫌少。老大媳妇，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刘美心睁开眼，看着老太太握在手里不停在自己面前扇风的6块钱。6块钱瞬间从李老太手中到了刘美心手里。年纪大了花啥钱啊？你当我们上班容易啊？一大把年纪了还不会为子女着想，正好我受伤了，买2只鸡给我补补。话落，6块钱已经飞快地揣兜里。刘美心继续闭目养神，李宝凤和钱春丽直接被刘美心的骚操作给音控了。李老太像是被点了穴似的，瞪大眼睛张大嘴不可置信地看着病床上的刘美心。
他说了这么多，以为刘美心就算为了面子也得给他塞2块钱，结果这泼妇不给他钱就算了，还抢他棺材本。刘美心，你还给我！李老太吓了一大跳，人也愣在了那里。把这个烦人的老婆子拉出去，我这会儿还是病人呢。简春丽和李宝凤各自扣住李老太一个胳膊，架着她就往后拖。妈，走走，你别闹他，他受伤了。对对对，奶，你到这边坐一下。你们没看见吗？他抢我钱，抢我钱了，那是我的钱，快让他还给我！简春丽眼皮子直跳，大嫂发火可恐怖了，婆婆也真是，挤兑谁不好，偏去挤兑大嫂。20年前都弄不过，现在年纪大还敢跳，哪里抢你钱了？不是你看他受伤拿给他买鸡吗？刚才我看着你那钱都伸到他脸上去了，没了就没了。金强上方家要钱了，要到了让他给你分2块。李宝凤偷偷瞟着刘美心，衡量了一下，好像李老太好搞一点，也跟着劝道：对啊，你都给他了，还怎么要回来？李老太见鬼似的看看钱春丽，又看看李宝凤，要不是他是当事人，他自己都信了。不是，他抢我钱了，我的意思是春丽给我3块，让他也给我点零花钱，结果他不给还抢我的。有吃有喝就行了，一大把年纪了还折腾。你下面孙子孙女还没成家呢，一辈子也没见你给小辈置办点啥，连睡觉那张床都是儿女打的，还有脸找我要钱花？李老太憋屈直冲天灵盖，咋没有？家里的桌子椅子，家里的铁锅大缸橱柜，哪样不是我留下的？以后我走了，这些不都是留给你们的？那可不是你留给我们的，那是你带不走的，有本事你走的时候带走。李老太越争越气，最后实在吵不过，她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天，怀疑人生。分开20来年都好好的，现在一和好，老二媳妇又站他那一边了，我被亲人霸凌了。满心疲惫的方家人刚到家，就见着李金强带着一伙人站在他家门前，个个虎视眈眈，就像是盯着小白兔的狼。方老师，这是你家亲戚吗？看起来好凶啊！方嫂脸上发白，腿肚子都在打颤。虽说寡妇门前多是非，但她的小学老师身份是受人尊重的，所以她是个名声很好的寡妇。爸妈，李家人来闹事了，要他们在街坊邻居面前说些乱七八糟的，不但我和平清的名声毁了，2个孩子也会被人指指点点。就算以后证明我们清清白白，我们家也会成为别人的茶余饭谈。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方平清硬着头皮上前，你们还想干啥？还没打够吗？李金强直接无视方平清，朝着方府道：你们确定要在门口说吗？方嫂不等公婆出声，连忙挤出笑：进屋聊，进屋聊。妈，你站那干啥？快让客人进屋啊！方母也反应过来，对对对，站在门口干啥？进屋进屋。隔壁邻居一脸好奇，师姐，这是你家啥亲戚啊？我怎么觉得像是上次平清过来上家的？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闺女就是平清的对象，咋回事？不是说今儿订婚吗？还有平清脸上咋青1块紫1块啊？这是打架了？不会是闹掰了吧？干啥了啊？人还找上门来了，这一看就是方家李逵，要不人家也不会这么理直气壮。胡说啥呢？快回去吧，没啥事。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方母连忙掏出钥匙打开门，快进来坐。散了，人家屋里的事你们这么好奇干啥？方母要不轰人，大家还只是怀疑，这一轰，所有人心里都确定以及肯定，这方家指定做啥缺的事。屋内，方父黑着一张脸看向李家人，你们到底想要干啥？买卖不成仁义在，就算宝翠和平清的婚事不成了，大家也没必要结成死仇吧？干啥？我妈我奶都进医院了，你说我们来干啥？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的意下，就算那1000块钱我们家是有一些小心思，但这事不是没成嘛。你不就是嫌这钱是过我大嫂的手给你的吗？实在不行，我们方家再过一遍，这次让我爸妈过给你。方平清虽然是偏向自家这边，但心里也清楚，李宝翠长得好，工作优秀，家里还愿意给那么多陪嫁。如果他和李宝翠掰了，再想找个这样条件的，基本不可能了。李宝翠听着方平清的话，差点气笑了。你看我脸上有没有写着犯贱2个字？没，李宝翠你变了。别废话了，你们有那闲工夫，我们可没有。今儿上门就3件事。第一，今儿的事，我们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立了一份字据，你们方家在上面签个字，我不想听到有关我家宝翠任何不好的风言风语。第二，我家大嫂和老太太住院了，这事是你们引起的，你家这寡妇和老婆子理应去医院贴身伺候，给我妈和大嫂擦洗喂饭端屎端尿。第三，我大嫂可是3级工，这住院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还有我妈年纪也不小了，被你们这一闹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寿数，多的我也不要，就1000块吧。不可能，你们是土匪吗？还光明正大的弄敲诈明抢这一套了？话别说的那么难听，人是不是你们打的？这事是不是你们弄出来的？我家的人进医院了，不该你们去伺候吗？不该你们出医药费吗？
唐红梅冷哼一声，这是不是你不认就能不认的？我们有地儿说理，我们也是想着宝翠和你家那道造儿子在一个公司，可能还时常能碰上，不想弄得那么难看，要不然我们根本就不会好好站在这跟你们扯犊子，直接给我奶给我妈抬你家来，难不成你家敢丢出去？再不行，晚上抬你家，白天我奶抬去学校，我妈给你抬去唐烟酒公司营销部，你们领导总不会这么不讲理吧？方家人一个头两个大，方大嫂甚至想要直接晕过去。李金强不等方家人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张写好的字据丢在桌子上，一样一样的来。你们既然干了这种事，这事总是要解决的，躲不掉也拖不下去。我想你们也不想让我们留在你家过夜吧？方平清深吸一口气，拿起来看了一下，这一看脸都绿了。字据上不但写了方家的各种算计，还影射了他和方大嫂。啥叫我们算计你们？啥叫我对嫂子体贴入微？我不签，不可能。这就是事实，我们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我毕竟还没嫁人呢，怕你们歪曲事实败坏我名声。你们放心，只要你们老老实实的不在外胡说八道，我们也不会多事。要你们敢在外胡说八道，我就敢将这份字据打印几百张，咱们整个保领城。哼，唐红梅狐假虎威，这字据你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签了大家各自安好，不签我现在就打开大门给你们好好宣扬开来。言罢，唐红梅转身就要去开门，方大嫂一脸惊慌地挡在她面前。你们不要胡来，你们这样会毁了我们家的。方平清只好老老实实的签字按指印。行，我签，但你们说话算话，以后各不相干，谁家也不能在外面胡言乱语。你放心，我们李家人可不像你们那么多花花肠子。方平清只好老老实实的签字按指印。满意了吧？至于今天打架的事，是你们先动手的，我们这边伤的也不少，饭店的钱我们也赔了，就这么算了吧。你想得美，我们为什么动手你不清楚吗？要好好的不弄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们会没事干找你们打架，这不都是你们做出来的吗？要你们是这样的态度，那大家就不要谈了，直接闹开吧，看大家谁没脸。唐红梅一把就将方大嫂推了个踉跄，我给他们吼的街坊邻里都知道，这小叔子和大嫂不清不楚的算计人家姑娘，前头这男人也不知道咋死的，我就不信他们还有脸在这里住得下去。方大嫂跟疯了似的从地上爬起来，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做。方母本在门外防着外人听墙角，一听哭喊声，啥也顾不上了，用力一撞门就冲了进来，这一撞直接把门后的方大嫂给弹了出去，好巧不巧的撞在了李宝海的怀里。李宝海感受到方大嫂的柔软撞在自己身上，愣了一秒，火速将人给推了出去。讨厌！方家寡妇，你这是干嘛？你小叔子不行吗？可惜咱家心中只有党和人民，就算你在咱家面前脱光了扭成麻花，咱家也帮不上你。李家人的嘴角不由得抽了两下，这玩意儿太丢人了。方大嫂一张脸羞得通红。不是的，是我妈一下子把门给弹开了，我一个没站稳往前栽的。李宝海也朝着旁边的李宝军解释，没想到这方家为了不出钱，竟然对我用起了美人计。三哥刚才你看到了吧，是他自己撞我怀里来的，他以为能诱惑我，我可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知道，他们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你这辈子就只要寒江雪。方大嫂憋屈的蹲下嗷嗷哭，孩儿他爹，你咋不把我一块带走啊？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被人这么欺负，爸妈，我求你们了，你们赶紧把这事给解决了吧，我受不了了，我怎么这么命苦啊？你们太过分了，你们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一定要把人逼到这份上？遗产那么多有什么用？把事处理了不就没事了？我们就3个条件，字已经签了，现在让你妈和你嫂子去医院伺候我大伯娘和奶，给他们到时尽量知道人出院，再把钱给赔了，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方母一听到要让自己去伺候老太太，还倒使接尿，想也没想便吼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想让我去伺候，你们想都不要想。唐红梅哗啦一下拉开门，扯着嗓子就吼：快来看啊，方家小叔子和嫂子倒！方大嫂闪电般窜起来，捂住了唐红梅的嘴，抬脚一勾就把门给甩上了。爸妈，你们真要让他们把我逼死吗？要闹起来，我的名声没了，你们孙子也会被人看不起，被人指指点点。还有平清，我们俩都是有工作的，影响了我们工作，大家都不用过了。嫂子，他们这是污蔑，胡说八道。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就算他们说也不会有人信。现在说这话有什么用？你把字据都签了，把饼都送人家手上了。方平清这才想起，条件还没谈的时候，李家就已经让他把字据签了。他终于回过神来了。你们算计我，你们好有毒的心思。我们不也是跟你们学的吗？是你们先算计的，还不让我们算计回去了？现在是李家占尽了上风。唐红梅一把推开方大嫂，我呸！你竟然拿你那摸鸟的臭手捂老娘的嘴，老娘打死你！被扇晕的方大嫂后退几步，刚好摔进了方平清怀里。你们欺人太甚！唐红梅使劲搓了几下自己的嘴，拉开门朝着外面就要吼。方母扑过来，一把扯住她的胳膊，不许喊，不许喊！你要毁了我儿子和我孙孙吗？我赔，我们赔你医药费。你早说啊！
闹这么久，大家不累吗？医药费我们赔，其他的你们想都别想了，给你们20够了吧？就那点伤，躺躺就没事。话还没说完，唐红梅咻的一下就冲到了门外，大家快来看啊！方大嫂身子一软，跌倒在地上，方母尖叫着冲过去，扯住唐红梅就往屋里拖。方大嫂转身跪在了方父的面前，爸，你就算不为了我，也要想想平清，想想大宝二宝。现在计划生育，要以后小叔生了闺女，大宝二宝就是方家唯儿的血脉了，这事不能闹大。你们都签了字据了，赶紧协商了吧。要方家容不下我就带着孩子再嫁，给孩子改姓，要有男人撑腰，我也不至于被人这么逼上门来。这话一出，方父方母都变了脸色，这是他们最在意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捧着这个儿媳妇。我不同意，大宝二宝是我们方家的血脉，你想都不要想。朝着儿媳妇吼完，方父又冷着脸朝着李金强道：100，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大家快来！150，路200，这件事以后我们两家就当互不相识。一来一去的拉扯，1个小时后，李家人收到了320块赔偿，之前给的280彩礼不退，加上这320，一共600块。以后两家老死不相往来。李老太和刘美心后面再有什么问题也跟他们没关系。出门的时候，李宝翠看着门口低着头的方大嫂，若有所思道：你还这么年轻，现在是占着俩儿子小，要以后方平清生了儿子呢，或者你儿子大了，自己有主意了，与其这么钻进未来的妯娌，还不如想办法嫁给小叔子亲上加亲，这家的一切不都是你的了。从大门出来，李宝军还不满意，说他们家现成的1000呢，咋就要这一点？他们要不给，我们直接回家抬人来，我看谁着急。差不多得了，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呢，反正我们也没吃啥亏，600不少了。一伙人到医院接人，还没进门就听着刘美心扯着嗓子骂：老奶辛苦伺候你们这么多年，养出了你们这几个没良心的，外婆好你上你外婆家去啊！唐红梅听是自家孩子的哭声，赶紧冲进去：妈，你干啥？有火你不要冲着孩子撒！刘美心抠下头上敷的药泥，就砸唐红梅脸上去了。唐红梅，你个黑心肝的，你就是这么胡乱教孩子的，还奶奶的头像皮球，一脚踢到百货楼。你就是这么胡乱教孩子的，还奶奶的头像皮球，一脚踢到百货楼。来来，球在这呢，你也踢一个。算了，嫂子，你跟孩子计较啥啊？咋回事啊？活腻了，你也不拉着点小的，招惹他干啥？唉，刚才选明选红他们唱歌呢，谁知道会这样？唱奶奶的头像皮球，唱外婆的澎湖湾。沈娘夸他们呢，问他们会不会唱奶奶的歌，他们就唱奶奶的头像皮球。唐红梅挤出笑解释：妈，你跟孩子计较什么？他们懂啥？是啊，嫂子，因为这点事就发火，多不值当。李宝凤干巴巴的接着说：选红选明还说了一些让妈生气的话，说只有外婆才是真心疼他们，奶奶是装模作样啥的。李金强脸色一僵：嗨，小孩子不懂事，乱说话。刘美心阴着一张脸看向唐红梅：对呀，小孩子懂啥？这不都是大人教的吗？唐红梅，你嫁进李家，我亏待过你没有？你怀孩子的时候，不管家里再难，我衣食上差你了吗？你怀孕你坐月子是不是我伺候的？你妈也就是打个一转，提2块糍粑来，还把鸡蛋糕顺走给你兄弟吃，一直都是我伺候的，我怎么就装模作样了？要以前，唐红梅肯定就跟刘美心对起来了，但最近刘美心的杀伤力让她有点忌惮。那我可没说这些，我就说过奶奶对孙子孙女好是应该的，其他的我可没说过。说着，她伸手就要装作去打孩子。我让你们乱说话！李选民下的伸手党，就是妈妈说的。妈妈说奶奶装模作样，说奶奶不是真心疼我们，外婆才疼我们，让我们孝顺外婆。唐红梅本来想装样子，听着这话，咔咔2巴掌拍在李选民背上。孩子说错啥了？这不都是你教的吗？咋的？在你心里，这全天下的奶奶对孙子孙女好都是应该的，外婆给个好脸色就应该感恩戴德是吧？外婆就外婆的澎湖湾，还摇啊摇到外婆桥，到奶奶就只有奶奶的头像皮球了，你奶奶的腿。他奶的腿没毛病。刘美心又想起上辈子自己做牛做马伺候他们的日子，越想越气，新仇旧恨。刘美心对着唐红梅就破口大骂：你直接带上李保国上你们唐家做上门女婿得了，给你那仨没良心的都改姓唐吧，反正你个孝顺闺女金耳环也给你妈买了，茅台也让你爸喝过了，老娘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还得不了你一句好，就你和李保国黑心窝配棒槌也生不出啥金元宝，就你们这没良心的教出来的孩子也不会是啥孝顺的好东西，小小年纪都要把奶奶的头踢到百货大楼了，再过几年不得埋了我。妈，我可没这么说，选红他们都姓李。哼，你就算想姓唐，你爹妈也不稀罕，你要空手回去一次，你看能不能得一个好脸色？你妈连你都看不上，能看上你生的？当初就差给你论斤卖了，老娘这几年的真心就当喂狗了。我看你也是个贱皮子，对你好你当应该的，热脸去舔人家的冷屁股，人家给你个好脸色，就给你兴奋的屁股朝天菊花怒放了。
李金强听着大嫂越骂越不着调，装作看天，朝着走廊躲出去了。李宝军和李宝海呲着个大牙看戏，之前他们被骂的都懵逼了，现在看别人挨骂，倒是觉得有点兴奋。妈妈的对，大嫂的心里就跟妈说的一样，觉得嫁进咱家了，咱们对她好都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就算了，甚至还嫌不够。对，他娘家重男轻女，他和老大两个猪脑子总想让唐家高看他一眼，啥都往娘家弄。妈骂的没错，贱皮子。刘美心叭叭叭一顿输出，骂得唐红梅一边哭一边揍孩子。我让你们胡说八道，我啥时候教过你们说这些话？不晓得人了，奶奶对你们好不好，你们心里没数吗？倒是把我给误会上了。钱春丽见差不多了，把唐红梅推开。行了行了，孩子不懂事，好好教就是了。她蹲下给孩子擦鼻涕眼泪。以后对长辈要尊重，特别是对爷爷奶奶。奶奶对你们好不好，你们自己感觉不到吗？你看你们这样说奶奶多寒心呐！我要是你奶奶我也生气，以后再不疼你们了。选民选红红肿着眼缩着脖子，小心的去看刘美心的脸色，心里又害怕又忐忑。快给奶奶道歉。奶奶对不起，我以后不那样说了。奶奶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唐红梅也赶紧表态。对不起吗？是我没教好孩子，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教他们。一场闹就在唐红梅伏低作小以及亲人劝说下消停了。李老太站在窗口一脸嫌弃，没用的东西，被骂的屁都不敢放，还道歉。刘美心年轻的时候都敢打我，扯着我就丢沟里去，你也上啊？那老太太你在那嘟囔啥呢？没啥没啥，我自己唱戏呢。你们说你们的，不用管我，吓死我了，差点就去见老头子了。李金强没听到骂声回来了。嫂子，你的伤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我的伤怎么样了，不取决于方家的态度吗？方家那边退步了，昨天过的280彩礼在我们手上不退了，我们上他们家又另外要来了320的医药费营养费，字据也已经签了，以后各不相干。闹这一场你就要来了320，这是他们男方那边出问题，彩礼本来就不用退的，合着我挨这一勺这么便宜。本来心里就憋着气的刘美心对着李宝军就是喷。李宝军你个损货，去之前那牛逼劲呢，人家1000块摆在家里呢，你妈都快被人打死了，你就要来320，你妈的命就这么便宜是吧？还有唐红梅你个没卵用的东西，你就只会朝着婆家撒泼，我不是让你上方家撒去了吗？就要来320你也好意思回来，我他娘的真想一脚把你踢去百货楼。李宝凤你也是个憨包，就李选民他们对我这个亲奶奶都这种态度，你以为他们以后会多看你一眼？人家骂你妈呢你还护着，你是个人就应该给我大耳刮子抽他。还有你李宝海。李老太听着刘美心无差别攻击，心里一跳一跳的。刘美心这泼妇好像对每个人都深恶痛绝，这是恨整个世界啊！那些挨骂的可是她自己亲生的，还好骂我没骂这么狠。这么算起来的话，这泼妇好像还算有点孝顺的。李金强心里也突突的，今天可是他带的头。虽然刘美心没有骂他，但他总感觉就是骂给自己听的。想到金刘美心受伤也是被自家连累的，李金强莫名的3分心虚，2分惭愧。嫂子，你别骂宝军了，这事是我做的主，宝军当时还不肯来着，是我不想跟方家纠缠，想要快刀斩乱麻。你还有脸说？这么多年饭你白吃了，光长年纪不长脑子。要不是我心细，你家闺女就背上债倒贴嫁进去了，那被算计的可是你亲闺女，就你这软绵的性子。李老太本来还在看戏，见刘美心这把火猛地烧到了小儿子身上，吓得头皮一麻。完了，接下来估计就到我了。钱春丽心里也莫名的一哆嗦，紧张的看着刘美心。哼，一窝没骨头的，还杵着干啥？回家！李金强赶紧掏出从方家要回来的320块。嫂子，这次的事太感谢你了，你刚才骂的对，我家宝翠还多亏了你。其实当初爸在的时候就经常说家里就你最聪明，那280给宝翠留着，这是要回来的钱。你看你啊，大哥宝军他们啊，多少带了点伤，你们还请假耽搁了工作，就当是方家给你的赔偿了。对，这宝军、宝海、红梅他们都出人出力的，你做主给他们买些东西啥的，这挨打你们比我家还挨得多呢。要只有我们一家，接对上方家，我们估计得吃大亏。刘美心根本不退让，拿过钱直接就揣兜里。既然你们这么客气，我把你们当一家人也就不客气了。不过话说回来，我活这么多年头了，也就之前被抓去革委会那次，这还是第2次被人打呢。李金强和钱春丽更加愧疚了。李老太瞪着小凹眼过来了。春丽，你不说金强要到赔偿？还没说完，钱春丽掏出10块塞给了他。李老太看着钱美滋滋的笑了起来。突然她警惕地看了看刘美心。春丽，你管我吃喝就行了，我不能要你们的钱，你先拿着，等回去再给我。切！大军你进去就是了，我们外边等你。红狗几人停下脚步，他们知道李金民和刘美心都不喜欢他们。站这干啥呢？都到家门口了，走，进去坐坐。不了，人挺多的，我们也不好意思。
正说着，刘美心推着自行车回来了。那婶子你歇着，我们帮你弄进去。黑带他们热情地上去接过自行车。行，那就辛苦你们了。那这是厂里发年礼了。是啊，老三，俗话说患难见真情，你这几个朋友对你挺好的，以前是妈想的片面了。那他们都挺不容易的。今天多亏他们了，你们去吃顿好的，年龄都不小了，整天瞎混什么时候是个头？以后再一块多干点正事。看刘美心不反对自己和几个兄弟来往，李宝军兴奋地直点头。晚上，一家人刚吃完饭，李宝军醉醺醺地回来了，拉着刘美心就哭。那我离婚了。刘美心伸手摸摸他的头，离婚伤心吧？心里难受。既然难受，答应妈，以后别谈恋爱了，娶谁都是害人啊！你都这把年纪了，万一再被甩，不是脑梗就是心梗，你不能害我啊！听着刘美心话的李家众人都惊呆了，当妈的劝儿子咕嘟一声，而且这理由简直了。美心呢？你宝军喝酒，咋你也跟着糊涂了？啥叫娶妻害人啊？再不争气，他也是你儿子，你还能真看他打光棍啊？打光棍有啥不好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养媳妇不养孩子没压力，他不是不想上班吗？这不正合他意了？别说李宝军了，李宝海也……话还没说完，李宝海就赶紧接枪：我要娶，大哥和老三都娶了，我还没娶过呢。你娶了，娶到一半分了。赵方秀你忘记了，二哥娶妻害人，你也害人，你就是个花心大萝卜。今儿喜欢赵方秀，明儿就喜欢韩江雪了。放屁！别跟我提赵方秀，全家都反对，我还会喜欢她吗？我要真把她娶了，你们愿意吗？韩江雪是啥玩意？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你们别胡说八道。李金明疑惑地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只要韩江雪，合着也就是嘴上说说。前儿你二婶让你相亲你也去了，韩江雪估摸着也不喜欢了。老四你这喜新厌旧的速度也太快了，我看跟老三比起来，你才不适合结婚。李宝海简直就是6月飞雪，比窦娥还冤。你们都说韩江雪，他娘的韩江雪是谁啊？不是你自己跟老三说只要韩江雪吗？还在江边跟人家打破亲嘴。李宝海气得都直接蹦跶起来，愤怒上头的李宝海跟个二嫂子似的，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李宝军。李宝军你放屁！我清清白白一小伙，这辈子也就拉过2次赵方秀的手，我啥时候跟人家打巴了？污蔑，这是污蔑，我真是冤死了！你就不是个东西，你是不是自己过得不痛快就坏我名声？谁他妈的认识韩江雪？妈，我告诉你，他肯定是不想让我娶媳妇，怕我花家里的钱。可我都满22了，虚岁23，毛24，即将25，晃26，就要27，快28，约29，奔30，这日子一晃就过去了。30到了，马上就40了，眼看50也接近了，即将就60，瞅着到70，到了70马上就80，眼瞅着我一辈子就到头了，他还不安好心的阻拦我娶媳妇。韩红梅一脸懵逼的看了一眼李保国，这就一辈子了，直接可以阎王殿门口见了。李宝军还沉浸在自己戴绿帽子的情绪中，他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那你说人活着是为了啥啊？这个问题问得好。以前我活着是为了你们能活得好，现在我活着是为了享福。你们兄妹和睦，当这里是家，咱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你们勾心斗角，惦记我钱和工作，看我不弄死你们！众人赶紧表态：妈，你放心，妈，我肯定好好的。听着儿女老伴的话，刘美心不禁又想起了前世。短短半年的时间，这些不孝子孙算是让我掰过来了。照这个模式走下去，咱有房有钱，还有双份退休金，就算老的干不动，他们也得扒着我多活几年，这日子总算是有过头了。我美吗？刚进家门，就听着李宝军语气欣喜地喊道：周三哥你怎么来了？刘美心脸上的笑容一凝。周三上辈子忽悠李宝军收人预定款，然后卷款跑路，让李宝军背一屁股债的周麻子，好个死骗子！老娘会让你知道啥叫钱难骗屎难吃。老婆子，你们回来了，快看谁来了！周三是大城市下乡到宝岭的知青，李宝军和李金民都觉得他见识丰富，跟他聊天交往能带动着自己也开阔视野，所以父子俩都很喜欢周三。刘婶又见面了。刘美心冷冷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转身就走。李宝军连忙缓和气氛：那啥，我妈心情不好，刚从医院出来，还骂了我们一路呢。对对对，不关你的事。宝军，你先陪着你周哥聊聊，我去跟你妈说2句。美心呢，你是不是生气了？我请完假正要去医院呢，巧了，在路口被周三喊住了。他说找宝军，我想着我去医院也帮不上啥忙。这不对了，你没事吧？死不了。那个，我们有啥事私下说，这有客人上门呢，你别摆脸色，在外人面前给我们点面子，成不？刘美心想破口大骂，但这次她忍住了。老头子和李宝军这么认可周三，就算我把人赶出去，说不定他们私底下还瞒着自己来往，得想个法子，让老头子和李宝军那个饭桶从骨子里面厌恶周三，彻底跟他断了来往才行。最好也让周三对李家畏之如虎。
思索了片刻，刘美心伸手摸一把自己的脸，有了主意。老婆子，待会让宝凤多做点，晚上让周三留家里吃饭。我们也好久没见了，听说他刚从南边回来，还给我们带了礼物呢。行，正好抓了鸡来杀。这样，你再去买2块豆腐，再看看猪肉摊还有没有肉。李金明一愣，都有鸡了，还要豆腐和肉，这也太丰盛了。刘美心从兜里掏出了10块钱，再买瓶酒，晚上我陪他喝2杯。李金明狐疑地看着刘美心，赶紧去，天都快黑了。好，我这就去。10几分钟后，李金明提着酒和豆腐回来。美心呢？猪肉没有了，就买了豆。屋内，刘美心嘴里哼着歌，正对着塑胶壳镜子擦雪花膏。美心，你干啥呢？这雪花膏你前几天还不舍得多擦呢，咋这一回的半盒都抠没了？擦脸就算了，满脖子沫是咋回事？刘美心像是才看到李金明，你回来啦，赶紧去把老三那瓶摩丝给我拿来，我要弄一下头发。很快，李金明拿着摩丝回来了。李宝军在后面喋喋不休：“爸，你怎么拿我东西？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你干啥啊？”刘美心接过摩丝，朝着自己头上不要命的按，每撕一下，就像是滋在了他的心上。李宝军看着那一头的白泡沫，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干啥？妈，你干啥？是你这么用的吗？要这么按下去几次就没了？你知道这要多少钱吗？比猪肉还贵呢。哼，真小气。摩丝也不抢了。刘美心对着镜子认真的梳头，很快就梳了个光溜溜的汉奸平分头，放下梳子拍了拍衣服，嗅了嗅手上的香味，在李金明父子面前扭了2下。我美吗？这个从不打扮的绝经老女人，今天竟然抹哑霜上摩丝，当着自己老公的面，在儿子朋友面前搔首弄姿。接上集，我美吗？李金明和李宝军两脸懵逼。呵呵，美，妈你不整这一出也美，是吧？我也觉得我美，女为悦己者容，你们懂这句话的意思不？也不等父子俩反应，刘美心扭头就走。大，你们年纪挺大的，还挺浪漫的。看来之前老四跟你说的话，你倒是听进去了。来，给我说说你怎么哄我妈的，教我2招，我也哄我媳妇去。胡说八道，我根本没有。哟，还藏着掖着呢。妈这几10年都不打扮的，你看连脖子都抹香香了。之前我打摩丝，她还骂我说黏糊糊的脏死了。你看将她自己都打上了。说到这里，李宝军像是明白了什么，露出了一个猥琐的笑容。我知道了，爸，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没关系，亲父子说说有啥吗？我懒得跟你废话。李金明甩开儿子的手，朝着外面走去。两人刚到院子，脚步就凝固了。只见刘美心手撑着脸，目光火辣地盯着周三看。父子俩对视一眼，赶紧跑了过去。美心呢？你们聊什么呢？还能聊什么？也就在合法的情况下干点让你发疯的事。小周啊，你看姐这衣服好看吗？精神不？周三也很是茫然。精神，这衣服颜色正衬你皮肤。刘美心又朝着他靠了靠。姐擦了不少哑霜呢，你闻闻香不？周三尴尬地朝后面靠了靠。香。还是你们年轻人说话讨人喜欢。今晚留下来吃饭吧，正好买了鸡。之前你说你喜欢豆腐，姐还让你叔买了豆腐、猪肉和酒水。晚上我俩喝2杯，姐啊就觉得跟你投缘。李金明的目光在刘美心和周三之间来回扫，额头青筋已经在跳了。周三也快麻了，感受着比自己妈年纪还大的刘美心火辣辣地盯着自己，松垮的皮肤，笑的眼角都是褶子，一口一个姐，还想伸手来摸她的手，吓得她抬头求助似的看向李宝军。这一抬正好对上李宝军隐隐带着敌意的目光，刘美心猛地拉高声音：“老大媳妇，待会记得把2个鸡腿留出来。”吼完，声音又柔了下来：“2个鸡腿都给你补，你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来找宝军玩了，都瘦了。”说着，刘美心朝着周三靠近，张开嘴朝着他哈气，用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道：“小周，你看姐的假牙怎么样？是不是看不出真假？姐想跟你亲近亲近，这样姐摘下来给你泡水喝，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就算是间接亲嘴了。”周三被刘美心一口气吹得仿佛看见了南天门，差点把自己憋得背过气去了。刚缓过神，就听到刘美心要把自己假牙摘下来泡水给他喝，脑子中就闪过了惨无人道4个字。这跟吃屎有什么差别？我宁愿马上嘎掉。旁边李金明看着两人亲密低语，握紧拳头，后槽牙咬得生疼。李宝军看着周三的目光也已经带上火，周三僵着脸又往后面挪了挪。姐不，婶子，我。刘美心老夫撒娇，你是不是嫌姐年纪大了？不是姐年纪大了，是你缺席了姐的花期，你应该用自己的青春来弥补，这是你欠姐的。刘美心又朝着他靠过去。你之前不夸过我，说身上有种让你觉得非常舒适的味道吗？其实那是我的狐香味，你喜欢是不是？来，姐搂住你，你闻闻姐的嘎吱窝香不香？周三惊恐地从凳子上站起来，看向刘美心的眼神就像是看见了魔鬼。哎呀，你还不好意思了？之前不偷偷跟姐说喜欢姐吗？还说我像你的啥亲人？你说这世上最亲的人能是啥人？周三终于感觉不对劲了，
慌张地朝着李宝军父子解释：“不是的，误会，姐你误会了。”李金民忍无可忍，冲上去一拳头砸在了周三脸上。畜生，你还叫姐？周三人都被打懵了。叔，你听我。还没说完，又挨了一拳。你他妈的叫他姐，叫老子叔！难怪你小子来了，他比谁都高兴，又是换衣服，又是擦雪花膏，连摩斯都打上了，还让老子给你买酒买肉，你们当我死了吗？李金民完全上头了，把周三2拳捶到地上去，反手给李宝军也干了一拳头。我打死你个狗东西！我让你交这些个乱七八糟的朋友，还他娘的带回来在你妈面前转悠。屋外杀鸡的，厨房做饭的，听到惨叫声和怒骂声都冲了出来。哎呀，这是咋回事啊？李宝海拎着刚宰了鸡的菜刀去扶周三。周三兄弟，你没事吧？咋躺地上了？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无妄之灾，无妄之灾啊！这一家突然发神经，怎么连菜刀都上来了？李金民见李宝海一口一个周三兄弟，想也没想，抬脚就朝李宝海踹了过去。谁他娘的是你兄弟？李宝海挨了一脚，一个踉跄朝后倒去，手中的菜刀一松，周三吓得差点晕过去。他撑着地面想要站起来，双手抖得快要扇风了，刚趴地上把屁股撅起来。那边被李金民干了一拳的李宝军回过神来了，冲上去朝着那屁股就是一脚。操你的周三，老子拿你当兄弟，你他想当我的？他一个飞跃扑坐在周三背上，双手抡成了螺旋桨。宝军，你误会了，你听我狡辩。我听你大呀！臭不要脸的还在这撅屁股，老子打死你！刚站稳的李宝海一听这话懵了，啥玩意儿？他想当你爹，那不也是我爹了？想也没想，李宝海抬脚朝着周三连踢了几脚。你他娘的找死吗？你大爷的便宜是这么占的吗？李金民黑着脸扭头去看刘美心，看着他头上的中分汉奸头，越看越生气，走过去伸手就搓。我让你喷摩斯，一把年纪了你不正经，我让你擦香，还让老子出去买豆腐买酒，这么多年你对得起我吗？李金民，你给老娘住手！李宝海和李宝军听到也顾不上打周三了，赶紧过来拉架。爸你放手，你冷静一下。我不冷静，冷静不下来，你给我死开！妈你松手，你放开爸！你也给我死开！唐红梅和李宝凤也拉架，两人才被拉开。刘美心那打了半瓶摩丝，定得硬邦邦的头发全都竖了起来。妈这扫把头真个性。周三趁着这会没有人注意他，爬起来就逃命似的朝外面跑去。疯子，你们李家全都是疯子，神经病！姓周的你最好不要再遇上老子，要不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唐红梅和李宝凤没搞清状况，李宝海虽然参战了，但也是一头雾水。妈，咋回事啊？刘美心还没开口，李金民就瞪着眼睛。妈，哪那么多妈？杀你鸡去！吼完李宝海，又扭头朝着李宝凤和唐红梅。看什么看？活干完了吗？李宝凤和唐红梅脖子一缩，赶紧朝厨房去了。李宝海捡起地上的刀，边走边说：“这老头真跟妈一模一样了，一个就够难搞了，现在俩了。”滚蛋！李宝军这回反应过来了，大江这人可是你迎进来的，不是你交的乱七八糟的朋友吗？没出息的玩意，从小到大都这样跟这些狐朋狗友到处乱混。我告诉你，要还跟这种死人来往，老子打断你的腿！惹不起我还躲不起。骂完儿子，李金民又扭头朝着刘美心道：“一定是从哪里得到风声，知道你手上有点钱，跑来哄骗富人家来了。你个头发长见识短的，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刘美心见父子两人对周三都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大功告成，我可真是个小机灵。别吵了，走，到屋里我跟你说清楚。你还想怎么说？你这又是买酒又是买肉，你妈来了也没见你这么积极。刘美心不鸟他，转身回屋，到屋门口朝着厨房喊道：“宝凤，给我烧一锅水，待会我要洗头。李宝军这败家子买的啥东西啊？黏糊糊的，恶心死了。”李金民见刘美心无视他，强忍着怒气往屋里去。我倒是要看看这不正经的老娘们要怎么跟我解释。咋地？摩斯只有姓周那小子能看是吧？人一走马上就要洗了。好啊，李金民，老娘跟了你这么多年了，孩子给你生了一窝又一窝，你就对我这点信任都没有？你怀疑什么？怀疑老娘要偷人，还是怀疑老娘老性出墙？你还搁我这里阴阳怪气呢？那周三是你带回来的不？你不是因为他媳妇住院了都不去医院吗？你和李宝军不是跟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觉得他有文化有见识有魄力吗？刘美心顶着扫把头，双手叉腰朝着李金民逼近。刚是不是你自己说要留他下来吃饭的？老娘是让你给堵床上了，还是亲嘴被你抓住了？我告诉你，你别给我找事！李金民被骂的脖子一缩，心也虚了起来。虽然，可是那你也不能。你瞎眼了啊！我都能给他当妈了，他能看上我？李金民难得的硬气起来。那你也不能看上他。刘美心又想揍他了，可看着李金民那张黑青的脸，心软了下来。我能看上他，他咋能跟你比？27、8了，要啥没有，成天到处乱窜。你在这年纪的时候，儿女双全，工作稳定，长得比他精神多了，板板正正，跟那路边的小白杨似的。
李金民被夸得暗自得意，脸色也缓和了下来。那你刚才又是打磨似抹雪花膏？我讨厌他，你没见着刚进门我就没给他好脸色，偏你还将人往家领。宝军那败家子成天找我要钱干个体户，之前我都偷听到了。周三想让宝军利用国营修理厂师傅这个便利，找那些有自行车的客人收钱去南边。那周三你们总觉得他有见识有阅历，他这么厉害咋现在还到处乱窜没个定性？那就一喜欢吹牛逼的玩意。你说要宝军真信了他的话，找客人收了钱去干个体户，要这中间出了岔子，可就不是他工作保不保得住的问题了，全家都得跟着背债。还有这事，那你咋不直说啊？我要直说，你说不定还要跟我掰扯呢。宝军就更不会信了，说不定转地下党私底下跟他来往，带着钱跑了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这样不最好吗？宝军恨上周三，周三也对我们家深恶痛绝了，估计做梦都不敢来了。说着，刘美心对着镜子照了照，可惜了，我虚岁才50，还风韵犹存，剩下0.5分的姿色，感觉还是便宜他了。要我今年70了，我就坐他腿上拉他身上，捧着他的脸跟他打啵，把假牙吐他嘴里，让他个王八犊子知道啥叫钱难骗屎难吃。不行不行，70也不能坐人家身上，我不同意。一把年纪了还吃这飞醋，还骂我不正经，你才不正经！记住了，以后不许跟周三来往。李金民抿着嘴在心里埋怨，你这招也太恶心了。李宝军在门外心里惴惴不安，这周三确实是我教回来的，要因为他爸妈打起来了，那我的罪过可大了。正忐忑呢，就见着刘美心拿着盆洗头去了，身后跟着脸色并不好的李金民。爸，这就没事了。那你想看啥？想看我跟你妈打得半死，你就不是个东西，不指望父母一点好。我告诉你，你要以后还找周三，小心老子打死你！李宝军马上保证，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要知道那小子还偷偷哄骗我吗？我早揍他了。哼，你也不聪明，差点都要喊人家爹了。晚饭非常丰盛，1只5斤的烧鸡，还有一大盆的豆腐炖酸菜。唐红梅伸出筷子就去夹那2个鸡腿。今天鸡腿砍得大，孩子要啃不完，剩下的都是我的。干啥呢？还有没有规矩了？老人还没动筷子你就要开抢了？你们唐家是这么教孩子的？唐红梅干笑2声，那我这不是看孩子着急吗？都是一家人就没顾及那么多了，是我的不对。您和爸先吃。刘美心白了他一眼，夹起鸡腿，1只丢李金明碗里，1只夹到了自己碗里。唐红梅举着碗的手僵在了半空中，刘美心抓起鸡腿就是一口。自私自利的玩意，鸡腿砍这么大，一点都不想着点别人。那不是你让我砍大点的。李选民看着奶奶一口咬下来一大块肉，哇的一声就哭了。鸡腿，我的鸡腿！李金民心里正高兴媳妇给自己夹鸡腿，嘴角还没扬上去，就听到了孙子的哭声。哎呀，我年纪大吃啥鸡腿啊？给孩子！话还没说完，啪的一声，刘美心的筷子就敲到了李金民的手上。给谁啊？年纪大不能吃了是吧？饭你也别吃，年纪大了直接去死得了。合着在你心里我们2口子就命贱呗。唐红梅忍不住了，那你咋还跟孩子抢啊？不会说话就去找个裤衩把嘴兜上。啥叫我跟孩子抢？这鸡是你买的还是孩子买的？这不是我掏钱买的吗？我现在靠我自己们我就不能吃了，以后要靠你们，我这辈子恐怕连个鸡毛都看不到。喷完唐红梅，刘美心就对着哭闹的李选民吼道：要嚎爬一边嚎去！你不是说我装模作样不疼你们吗？吃了这么多年的鸡腿也没见你们念我一声好，还吃鸡腿？吃屁去吧！以后想吃鸡腿找你外婆去，她最疼你了。年纪这么大跟个娃娃抢鸡腿算怎么回事？这盆里这么多肉，哎不对，你刚才说啥玩意？啥叫装模作样？说你呢，说你之前装模作样，疼孙子都是假的，外婆好，奶奶不好，我掏心掏肺都不好了，你这个爷爷还好个蛋。唐红梅本来一身都是理，一听刘美心又扯到这上面，马上就虚了。那孩子不已经道歉了吗？你咋还斤斤计较呢？刘美心不理他，转头朝着李金民恶狠狠道：吃，有福不想是傻。李金民好像明白了什么，不悦地看了看老大一家，抓起鸡腿就咬了下去。啊，真香！哎呀，刚开始还只是李选民哭，这回李选红也被馋哭了。唐红梅，他们不吃，你带他们回娘家，别在这吵，吵得我心烦。唐红梅后背一凉，赶紧哄着孩子：别哭了，都别哭了，这不是还有鸡翅、鸡屁股吗？开玩笑，这个时候回娘家，娘家会有我的饭吗？再说家里这又是鸡肉又是豆腐，婆婆拿到赔偿的时候说过，接下来天天有肉吃，打死我也不能走。可李选民平日被娇惯坏了，扯着嗓子就喊：妈妈走，我们去外婆家，我们去外婆家吃鸡腿，外婆最疼我们了。唐红梅有点下不来台了，朝着李选民拍了2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这天都黑了，上外婆家干啥？要去明儿去，明儿妈带你去好吗？听话。其他人根本不理会，一个个飞快地吃着肉。唐红梅顾不上哄孩子，赶紧给自己和孩子夹鸡肉。李选民却记住了，
第二天起来还没吃早饭，就闹着要去外婆家。妈妈，昨天你答应我的，我们去外婆家。我也要去外婆家。唐红梅被缠得没法子。行，真是欠你们的。唐家李选民兄弟还没进屋就喊：外婆外公，我们来了。屋内，唐母一听这喊声就站了起来，连几个吃早饭的孩子也眼里放光。唐二嫂更直接：赶紧，姑姑回来了，想吃啥让姑姑带着上街买。姑姑，我要吃油条，我想吃油条。唐红梅干笑道：哎呀，下次今儿出来着急，姑姑身上没带钱。唐二嫂有点不满了：大姑，你不会舍不得吧？唐大嫂也接枪：就是你这样可是会让孩子们伤心的。唐红梅本就不是软性子，看你们这话说的，我这些年对这些侄子侄女什么时候舍不得了？哪次回来不带点东西？怎么就这一次没带？大嫂二嫂这是要把我当场撕了？要这样，这娘家我还真不敢回了。全程听着的唐母赶紧打混：你嫂子没那意思，我们都知道你疼孩子，这不你一来，孩子们多高兴呐，恨不得到门口迎接你这个姑姑呢。是吧？就周边出嫁的闺女来算，我和保国也算得上是出了名的孝顺，逢年过节的没少过。要这样还不满，我怕是真不敢回来了。这些年她对娘家够可以了，腰杆直得很。唐母一把抓住唐红梅的手：妈知道，从小你们五姊妹啊，就你最贴心了。唐母顿了一下，继续说：红梅啊，你小弟都25了还没成婚，之前看了2个，人家都嫌咱们家吃饭的多，工作的少，负担大。你二姨前几天给说了一个，跟你小弟差不多大，就家里条件差一些，但人是真的好。你们觉得好就行，不用和我说。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嘛。你二姨说那闺女很适合结婚，单纯，一个人能干好几个人的活，淳朴贤惠，懂事又实惠。唐红梅眉头皱了皱，这是夸人的话，指定又是哪个招娣叛逆，特么的也太命苦了吧。小时候你跟你弟弟可最亲了，这成家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可得帮忙啊。你也知道家里也没啥钱，人家只要400彩礼。唐红梅一个机灵：啥？只要400？我当初嫁才100，啥金贵的宝贝要400？他们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刚我还以为是哪家的招娣叛逆，这他娘的应该叫旺财。哎呀！彩礼是要了400，但人家3转1想啥都不要啊，就连买新衣服都没提，这么算下来已经很实惠了。而且这闺女优秀，优秀的闺女彩礼肯定高一些。那啥，红梅啊，家里就能拿出100块，另外300你跟保国商量一下。我没钱。唐红梅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她虽然想在父母面前证明自己优秀，但也不是傻子。这不是拿我当冤大头吗？唐母脸上已经带上不悦。怎么会没有？这些年你吃婆家里的用婆家里的，基本啥都不用自己花，孩子满月那些礼都是你收的，还礼都是你家老婆自还，还有孩子年年收的压岁钱也不少吧？怎么就300都没有？你不想帮忙也找个好点的借口。原本我是有钱的，只是……一想起这事，唐红梅就心抽抽。唐二嫂在旁边阴阳怪气：哇，你还真当闺女和儿子一样啊？她现在是李家的人，心里肯定想着李家。唐红梅对过去：妈，你可看紧了，二嫂现在是我们家的人，但心里不想婆家，光想着娘家呢。嫁进来这么多年，没少往娘家扒拉吧？我说我们家里男人这么拼命干，咋家里娃娃吃根油条都讨饭似的指望我，连小弟的彩礼都凑不齐，原来都上二嫂娘家去了。唐二嫂脸都绿了：你胡说八道！唐红梅这段时间被刘美心打压的厉害，一肚子气在此刻爆发，战斗力爆表，都不用思考。刘美心骂她的话直接套上：啥你的？当初我们唐家娶你的时候花少了吗？你娘家把你当个东西了吗？就差论斤给你上秤了，还有脸在我家兴风作浪？现在小弟结婚用得上你们了，你们就这么看着老人干着急？没用的白眼狼，不孝的畜生！我爸妈养着你们，还不如找个大缸养豆芽，那至少还是一盘菜。唐二嫂气得不行：哇，我可是给你生了2大孙子，你就看着唐红梅这么指着我鼻子骂，家宝家华可是姓唐。又套上了。唐红梅控制不住的兴奋：妈啥吗？我就问你，我妈姓不姓唐？跟我妈姓了吗？家宝家华不是你自个的儿子吗？别总拿他们说事，你生俩孩子给你得意的，是给我妈生的吗？太爽了，难怪刘美心那老婆子这么喜欢骂人，以后刘美心再骂我，我就回家骂嫂子。妈，你看看唐红梅，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还上我们唐家当家做主来了，你就不管吗？唐母虽然重男轻女，但不重媳妇轻女儿，更何况唐红梅句句都是为了她，最主要的是她还想这个闺女掏老四的彩礼钱，当然不能得罪。行了，你妹子小一些，你做嫂子的让着她点，啥泼出去的水？这里是唐家，是红梅娘家，这么不会说话，不怪她跟你生气。好，合着这家里我才是那个外人是吧？怎么，你还不服气了？这些年你小姑子提回来的东西，你那张贱嘴少吃了，我们可不欠你的，你少给我摆你那张臭脸。唐二嫂一张脸红了又青，怨恨地瞪了唐红梅一眼，回屋了。
唐大嫂看局势不利，跟着灰溜溜的走了。唐红梅那叫一个神清气爽，在婆家受的窝囊气全都释放出来了。妈，你早该立起来了。我看二嫂就是欠管教，没事你就敲打敲打，要不然这下面的有样学样，谁把你当一回事？红梅，你看妈最疼你了，你嫂子给我们家生俩孙子，你跟她吵嘴我都站你这一边，你兄弟结婚的事你可不能不管。唐红梅那幸灾乐祸马上就噎在了嗓子眼。那不是我不帮，是我手上真没有。这些年我对你小气过吗？我要手上有，还用你说第二遍吗？唐母见唐红梅不像是说假话，咋回事啊？你个败家娘们，你干啥了？你男人上这么多年班，你连300都掏不出来。唐红梅没办法，只能把李家这段时间的事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当时那情况我们不认也得认，不过还好，现在家里孙辈就只有选明选红，我家保国还是长子，这钱在老家伙手中，以后迟早也是我们的。最主要的是，我现在惦记着老太太手中的工作呢，我不能闹，得把工作弄到手先。这边正聊着，屋内突然爆发出了巨大的哭声，是选明选红。屋里，李选明、李选红正被唐家华、唐家宝压着打。打死你！你妈把我妈欺负哭了，还不给我买油条，我打死你！唐红梅冲出来，把两个侄子推开。选明选红，没事了没事了。话落，他转身凶狠地瞪着唐家宝：“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做哥哥的怎么能打弟弟？你们要这样子，姑姑打你们了。”唐母拉着两个孙子不高兴了：“你跟孩子计较啥？小孩子打架不是正常的吗？你一个大人还动上手了？我为啥推他们？你看给老二咬的，这黑心肝的是要杀人啊，都出血了。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嘛。再说家宝家华平日很乖的，一定是选明选红干了啥惹恼了他们，要不干啥打他们？那你不能这么偏心吧？行了行了，多大点事，亲兄弟还打架呢？想着小儿子的彩礼，可能还要指望闺女。唐母语气一软：“我去找个铜钱，你拿着给孩子刮刮就没事了。歪歪嘛，磕磕碰碰打打闹闹多正常的事。”妈妈，我们没有惹表哥，表哥说妈妈欺负了他，妈妈才打我。唐红梅看着依在门口乐呵的二嫂费都快炸了，拉着孩子进屋给唐母拱火。那管家这事你得跟我婆婆学学。你说咱们家3个正式工1个临时工，一年都得小2000了，怎么小弟娶媳妇400都拿不出来？你看我是你闺女，我有点钱就想着孝敬你跟爸，想着给娘家侄子买点啥。大嫂二嫂也是人家闺女，特别是二嫂，从刚才那语气你也看得出来，最是惦记娘家了。你疼孙子应该的，但不是这么个疼法。你真疼儿子孙子就应该盯着家里的钱，不然大哥二哥累死，这钱也轮不上您孙子花。唐母开始盘算起来了，老二1个月41块8的工资，每个月交20当生活费，还剩21块8。刘春梅嫁进来10年了。想到这里，唐母呼吸都急促了起来。10年2600多，4舍5入，老二媳妇背着我存了3000，这该死的刘春梅。唐红梅把刘美心拿自己钱后怎么脱身，怎么让自己有理说不出，又是怎么怂恿李保国打自己的经过，都传授给了唐母。看着唐母一副按耐不住要开战的样子，她起身带着孩子溜了。老娘搅屎棍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刘美心说到做到，饭桌上天天有肉，这可把李家人高兴坏了。那饭桶再这样，你给老娘滚出去！妈，我咋了？饭量大不怪你，你也不能只顾着自己吃吧？看你那吃相，你那鱼骨头都蹦我碗里来了，骨头渣子满桌子吐就算了，你还大声的吧唧嘴，你是猪吗？我现在算是理解陈国芳了，他找了个啥玩意儿啊？唐红梅看了看自己面前的一堆鱼刺，快吓死了，偷偷将骨头往李保国那边推了推。李保国也害怕。妈顶多骂你2句，换我可是会挨揍的。刘美心这一骂，李家上下个个收敛了吃相，家风再一次得到整改。吃完饭，唐红梅看刘美心还算平静，忍不住说出了今天在娘家说的事。妈，你那工作的事怎么想的？我今儿听说不少人都提前退下来了，就怕这上头文件突然出来，下面连个准备的功夫都没有。见刘美心不说话，唐红梅语气大胆起来。那你说你年纪也到了，要为子女着想一下吧。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这工作到我手上了，我这工资不也是往家里拿，以后不也是选红选明的？就拿宝翠那婚事来说，人方家为啥这么算计宝翠偏着前头大儿媳妇，不也是为了孙子？我觉得人家有这想法是正常的。这桌上5斤多的鱼都堵不住你的嘴，再来盘屎给你吃好吗？刘美心只一句话一个眼神，唐红梅就虚了。妈，我说的话是不好听，但都是为了家里好。李宝军却不乐意了。大嫂，你啥意思啊？合着就你能生儿子，这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呗？3天2头的在这飞沙走石的，当我听不出来呢？李宝还好心解释，二哥是含沙射影。蠢货，你还含沙射影？你以为他只射我啊？也杀你呢？人说你生不出儿子呢？放屁，老子不但生，我还生仨，比你还多1个。大哥你就不管吗？
这一次次的总给我们含沙射影，你就不怕影响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被点名的李保国推了推眼镜，老四啊，含沙射影这个词用的不对，你嫂子其实只是话里有话，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最多只能用夹枪带棒这个词，表达他带着一些挖苦讽刺。李宝军本就读书少，听得头昏脑胀，烦死了！本来还没那么生气，听着你这念经似的跟我们讲课，跟我之前那班主任一样讨人厌。老四啊，之前老师让你读书，你宁愿去喂猪，读书少就少说多听，免得闹笑话。我是大哥，最基本的你要对我们父系尊重，这是品德问题。唐红梅引起的话题被李保国越带越歪，就这么不了了之。睡前，李保国打了水给孩子擦身子，刚上手，李选红就哭了。爸爸，你弄到我伤口了。李保国把李选红袖子撸上去，洁白的小手腕上面已经发黑发紫的牙印异常清晰。咋回事？选梅，是不是你欺负弟弟了？不是我没有，是嘉华表哥咬的。家宝表哥还打我眼睛，爸爸我也痛。王八犊子短命鬼，这也太黑心了！打闹也有个度吧，这是往死里咬啊！李选民、李选红本就觉得委屈，两人一嘴我一嘴的告状。家宝表哥说是我妈妈让他妈妈生气了，所以报仇。他们让妈妈买油条，妈说忘记带钱了，他们就打我，说要打死我，还专门打我眼睛。二舅妈在门口笑。对，外婆还叫妈帮小舅娶媳妇，说要300块。唐红梅不知道，她不想干活，躲出去的功夫天都塌了。刚踏进门就被李保国推了踉跄。唐红梅，你就是这么带孩子的？老子辛辛苦苦赚钱，你就把我孩子带去唐家受搓磨？李保国，你有病啊！啥叫唐家搓磨你孩子？李保国眼睛都气红了。这段时间被刘美心指着鼻子骂他吃里扒外，骂多了，他潜意识也认为唐家吸血。现在孩子还被唐家这么欺负，新仇旧恨瞬间炸了。瞎了你的狗眼！选红半条手都被咬得发紫了，选梅眉骨都青了。唐红梅心虚了。那都是误会，小孩子一起玩闹，磕磕碰碰很正常。你小时候就没打过架，选民选红亲兄弟还打架呢？嘿，我打你大爷！闻声赶来看戏的李宝凤等人赶紧上去拉人。大哥，有话好好说就是，打啥架啊？大嫂也是选民选红亲吗？难不成她疼侄子还能超过自己亲儿子？放开我，看我不打死这臭婆娘！你既然满心都是你当家，你就死回你堂家去，我们李家供不起你这种胳膊往外拐的东西。李宝军本就对唐红梅有意见。大哥你早该这样了，大嫂就是个搅屎棍，对爸妈不孝，光会贴补娘家，还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现在连孩子都不顾了，这种婆娘要来干啥？说着，他还用肩膀撞了一下旁边的李宝海。你少来挑拨离间，这是我跟你大哥的事。李宝海毫无逻辑的大喊：大嫂是搅屎棍，大嫂是搅屎棍。仗着自己生了几个孩子无法无天了，动不动阴阳我和老四不能生孩子。老娘哪句话说错了？陈国芳能生吗？大嫂是搅屎棍，大嫂是搅屎棍。他就没把你当男人，你再不治治，等你年纪大了没用了，小心给你喂耗子药。你少给我放屁！大嫂是搅屎棍，大嫂是搅屎棍。你他娘的就不能换一句吗？好，行吧。李宝军继续开炮。你看这些年妈对你们什么样子，他又是怎么对妈的？没错。逢年过节光让你给岳父岳母买东西，他提过让你给爸妈买点东西不？看不起爸妈就是看不起你，你还当自己是个金元宝呢？他当你是坨狗屎。没错。李宝军忍无可忍，转身咚的一声敲在了李宝海脑袋上。没用的废物，会读书有个卵用，骂人都不会。你是妈亲生的吗？天天挨骂都没一句词，他娘的，当初在医院报错了吧？被李宝凤拉着还装模作样的李保国吓得不敢动了，生怕李宝军注意到他，把他也给打了。妈你快来啊，老四要被老三打死了。妈什么妈？打死了都挂起来做腊肉，一天到晚不干点正经事，都嫌我活得太久了是吧？有种的全都给我去厨房操刀，就站在这对砍死了一了百了。李宝军你个饭桶，从小就这样，说多少回了不要轻易打架，你要再这样不改，下半辈子就去牢里过吧你。喷完李宝军，刘美心看向李宝海和李保国，你们也算个男人，挨打要么像个男人似的跟他对打，要么就给老娘忍着，回回都喊妈，你妈是菩萨啊，你们是奶娃子啊。吼完这两个又朝着李宝凤，你是天生喜欢做老妈子是吧？干了一天活你不累吗？掺和他们这些破事。我这就去睡觉。那个我也困了，我睡觉去了。我就是回来哄孩子睡觉呢。把老娘从被窝里面拖出来，你一句话不说就想睡觉，你睡得着，老娘睡得着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今儿这事是因为什么引起的，你他娘的那么舍不得你娘家，你嫁啥啊？你直接留在你家当牛马得了。你那粪坑嘴不经常说你妈疼外孙吗？就这么个疼法，见过见的，但你这么贱的老娘还是真没见过。自己犯贱也就算了，牵连了孩子还要闹得我们李家也鸡犬不宁，这日子要过，要不过你们给老娘滚出去，老娘看着你们闹心。刘美心连续输出长达10几分钟，直到唐红梅缩着脑袋抽噎了，才身心舒畅的睡觉去了。她睡着了，唐红梅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早上在娘家受气，孩子被打，
回家跟男人干架，小叔子也对自己有意见，婆婆更是逮着她往死里骂，她憋屈的想死的心都有。第二天天一亮，唐红梅就带着孩子杀去了唐家，她要回家骂嫂子解气。她不知道的是，昨天她给娘家拱起来一场大火。唐母认真按照刘美心的招式走，第一站把2个媳妇支出去，共翻出来1000；第二站跟2个儿媳妇打了一架，逼他们把拿回娘家的钱要回来，结果以1敌2，唐母惨败，被2个疯魔的儿媳妇揍了一顿。第三站，家里男人下班后，唐母又哭又闹，寻死觅活，唐家兄弟大怒，各自薅住媳妇就打了一顿，唐母大获全胜。唐红梅带着孩子回娘家时，整个家里只有唐母和几个孩子在。妈，咋你一个人伺候孩子啊？大嫂二嫂死了吗？自己下的崽都不管，惯得他们。你别说了，我就是命苦，俩人躺房里面挺尸呢，一个个的不像话，干了这种吃里扒外的事，现在还装上病了。不孝的东西！按理说娶媳妇回来妈你就该享福了，这是娶了祖宗回来啊！唐母也委屈上了，可不是嘛，也不知道我们唐家造了啥孽，娶回来2个吃里扒外的丧门星。昨天翻到钱的时候把我给气的，你爸你哥他们辛辛苦苦的都为别人干了。唐红梅眼睛一亮，妈你真搜他们柜子了，找到钱了没？哼，给他们花的差不多了，还好你提醒我了，要不这点都没剩了。养不熟的贱人，气死老娘了！昨儿下午还跟老娘动手呢，给我一顿好打。啥？他们还敢跟你动手？反了天了！谁家的儿媳妇敢跟婆婆动手？可不是，就是太惯着他们了。这不你哥他们下班，2人都一顿好打，挨打了。唐红梅兴奋极了，突然心里就没那么憋屈了。聊了没一会，唐红梅兴冲冲地跑到院子，帮着亲妈教育儿媳妇去了。刘春梅，你个白眼狼，你死在床上了吗？我妈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在给你伺候崽子呢，你倒是好意思躺？你们刘家就是这么教你的？没教养的东西，钻老爱幼都不知道吗？你说我哥娶你回来能干啥？唐母有了依仗，也跟着闺女站在门口骂，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直接把2个儿媳妇给骂了出来。唐红梅，你他娘的畜生！你是不是自己在婆家不好过，这才跑回娘家折腾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就是你挑拨离间，你哥跟你有什么冤什么仇？你要闹得家里不得安宁。唐二嫂捂着脸骂，显然昨天挨得不轻。哟嚯，挨揍啦，活该，打得好，就是要打死你个吃里扒外的。唐大嫂气的声音都在颤抖。红梅，就算你二嫂得罪你了，我可没得罪你吧？同样是女人，你干啥要这么欺负人？哼，谁欺负你们？少给自己脸上贴金！要不是为了我吗？我才懒得理你们，一个个的背着我妈藏私房钱补贴娘家，那可是我哥赚的，我哥是我妈生的，四舍五入这钱就是我妈的。对，红梅说的不错，我儿子打得好，就该收拾收拾你们这贱皮子，还敢朝着老娘动手了，真是翻天了。正骂得欢，那边李选民和李选红凄惨的哭声又冲天了。唐红梅和唐母赶紧朝着屋里跑，李家2孩子又被按在地上虐了。唐母先发制人，一把扯过自己2个孙子，藏在后背。选民选红，你们怎么还不长记性？不是让你们不要惹哥哥吗？妈，我没有，是表哥打我。唐红梅太阳穴都在跳了，刚才骂的有多爽，现在就有多气。这要是带回去，她少不了再吃一顿挂喽。家宝家华，你们自己说，为什么打选民选红？刚才还和闺女强强联手的唐母不乐意了。你冲着孩子嚷嚷啥？怎么当着我的面你要吃了孩子啊？这可是你的亲侄子，不说当自己孩子疼着，那也不能祸害吧？我祸害？我不疼他们。妈，你说话不摸一下良心吗？他们干啥无故打人？你不能只偏着自个孙子吧？外孙也是孙。选民选红姓李，可不姓唐。好，我知道了，这是唐家，他们姓李，我就不该带他们来。哭，就知道哭，没用的东西。他们打你，你不知道打回去吗？打输了还有脸哭？我怎么生出了你们俩这么没用的废物？妈，你骗人！外婆根本不喜欢我们，我以后再也不来外婆家了。我也不来，外婆不给我好吃，表哥打我，他还骂我。你说奶奶坏，外婆好，你骗人！呸，都不好，俩都不是啥好人。哟，不是你外婆最喜欢你了吗？怎么这一次的回去都挨打了呀？是不是你妈回去没给提东西啊？对了，你不是要上外婆家吃鸡腿吗？吃到了没有？本来没哭了，被小姑这么一逗，俩娃又委屈的嗷嗷哭。李宝喜，你闭嘴！我们家的事你少逼逼。哼，我哪句话说错了？真当唐家稀罕你呢？你要没好处给他们，人家谁当你是个人？自己犯贱往上贴就算了，还带着我们李家的孩子跟着你去摇尾乞怜，那可是你亲儿子，这都挨了2顿揍了，你给他们找回场子了吗？屁都不是，只会在婆家上蹿下跳。唐红梅一肚子气，中午吃完饭把孩子留在家里，一个人怒气冲冲的又杀去了唐家。我就不信了，这次不带孩子回去，我看你刘春梅还能拿我怎么样？唐红梅上午回家那一拱火，中午男人回来吃饭又是一顿闹。唐家兄弟的意思是让唐母不要再闹了。唐母正怄着气呢，大帮手回来了，母女联手跟唐家媳妇大骂。这一闹直接闹到了男人下班回来，唐大嫂和唐二嫂拉着男人哭，说着这2天的委屈和冤枉。唐红梅继续站在唐母旁边拱火。
最后唐红梅被打了，2个哥哥一起动的手，还被推出了唐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出去了少回来掺和家里的事，要再敢到妈面前挑拨是非，我见你一次打你一顿。唐红梅眼泪吧唧的看着大哥，还没来得及说话，门就被狠狠的甩上了。这一甩就像是狠狠的甩在他心上。想到2个哥哥朝自己动手的时候，家里没一个人上前拦一下，就连唐母都袖手旁观，他的心里难受又委屈，一路哭回家。唐红梅趁着没人注意，低着头快速藏房间去了。咋回事？你那搅屎棍媳妇呢？上午带着孩子回唐家了，回来选民选红脸上又添了新伤。啥玩意？选民谁干的？家宝表哥干的，我站旁边好好的，他冲过来就打我，说妈妈欺负他，妈妈他就欺负我，声音委屈极了。外婆还骂我，说一定是我们惹是生非了，妈妈骗人，外婆一点都不喜欢我，只喜欢表哥他们。话落，他目光小心翼翼地朝着刘美心看过去。奶奶，我以后再也不喜欢外婆了，我只喜欢你。没事，你继续喜欢你外婆，再挨几顿打更好，我可以多吃几个鸡腿。奶奶，鸡腿给你吃，我也不喜欢外婆了。我也不喜欢外婆，我也只喜欢奶奶。刘美心嘴角抽了抽，去看一下你那搅屎棍婆娘，这都吃饭了。平日她跑最快，今儿没个声，看在做什么妖。红梅，起来吃饭了。我不饿，你们吃吧。你躺着干啥？被子一拉开，唐红梅想要捂脸已经来不及了。卧槽的，这咋回事啊？刘美心等人听到声音赶来，我就摔了一跤，躺躺就没事了。哟，被打成猪八戒他妹妹了，还摔的，谁信呢？听说你消失的一下午，孩子也没带，不会跟哪个男人去鬼混，被人家婆娘堵住了吧？李保国一听这话，马上黑了脸。唐红梅，你给我起来说清楚。唐红梅被逼得没办法，不是，是我哥打的。刘美心眼里闪过兴奋，好家伙，送上门的借口啊！唐家那一窝吸血鬼，老娘一直想找机会给他们闹僵呢。快起来吃饭去，你是我们李家的人，我们李家可不像唐家似的不把你当人，只要你想做人，我们指定不能让你这么被欺负。吃完我们一起上唐家讨说法去。唐红梅心里对刘美心是很不满的，觉得她针对自己压迫自己，但此时听着刘美心这番话，竟委屈地哭了出来。吃完饭，刘美心就开始套唐红梅话了。这些年你每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给侄子侄女买这买那，听说还找你借过钱，再怎么样也不能下死手这么打你啊！不说还好，这一说唐红梅难受的不行。可不是，之前我大哥孩子生病找我借了20块，大嫂娘家办喜酒说没钱，又找我借了10块，钱到现在还没给我。我二哥也是，前年买自行车钱不够，还找我借了47块，到现在也没还。我小弟七七八八从我手上借走30多了，就看着我被打拦都不拦一下，这是根本就没把我当亲人啊！唐红梅完全沉浸在自己悲伤的情绪里面，没有注意到李家人脸色都已经不好了。你都给算算，正好待会借着药费把这些欠款一起要回来。要回来？唐红梅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哼，你就这么管家的？老子辛辛苦苦在外面干活，我的钱就是这么花出去的。自己家里啥都想要占，啥都想往娘家搬，你看看你这偷偷摸摸的跟耗子有啥差别？以后我的工资我自己管，你要花钱再找我要。唐红梅一夜没敢说话，李宝凤留在家看孩子，刘美心带着全家气势汹汹的朝唐家去了。唐红梅心里有点没底了。那啥，要我爸妈生气，你还顾及你爸妈生气呢？他们都能看着你被打死，人家房子倒了还能再建，你可是建的不能再建了。唐红梅没敢说自己上娘家搅和的事，事情到这个地步她也没有退路了。刘美心暗暗盘算，对方家里3个儿子，自己家里也3个儿子，自己2口子，对方也2口子，对方2个媳妇，自己1个女儿，还有一个待会不知道会站哪边的傻逼媳妇。那个宝君啊，证明你不是饭桶的时候到了，我们是去讲道理的，但要打起来，你一个人得挡住他们家3个。什么？你小时候打架一个人打5个，你还记得吗？家里赔了10几斤粮食，差点要了我的命，要不是你舅舅。说到舅舅，刘美心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赶紧的把事情办了，早点回去，家里还有事呢。开门开门，唐正、文三花，给老娘开门！开门开门，唐正、文三花，给老娘开门！刘美心跟唐家也算是新仇旧恨，积怨已久。今天他就是冲着把2家关系闹僵来的，周边街坊邻居都走了出来，伸长脖子看热闹。爷，这不是亲家母吗？这么晚了还过来串门啊？咱可不是来串门的，是有正事。你们唐家昨儿把我2孙子打一脸伤，今儿上午又打一脸伤，下午把我儿媳妇也打得差点下不来床。虽说是你唐家的闺女，但也是我们李家花钱娶进来的，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就让你们打了，这是总要有个说法。再加上你们家之前七七八八各种借口找我家借钱，这不，我们上门要债要医药费来了。唐母没想到刘美心这么直接，一时间有些呆住了。哎呀，亲家，误会，都是误会。刘美心伸手一把扯着唐红梅的头发，将她低着的头给抬了起来。误会？
来，让大伙看看这是不是误会？谁家打出嫁的闺女能这么打的？这些年我这儿媳妇哪次回家不大包小包的？逢年过节少过你们的吗？你们就将人往死里打。你也说她是我堂家的闺女，我打自己的闺女关你什么事？来，让大家来评评理，这到底关不关我的事？这人已经娶进门了，现在她是我们李家的媳妇，你把人打成这样，眼睛都看不见了，她还要人伺候呢？家里男人孩子谁伺候？饭菜谁做？家务谁干？这打坏了要不要花钱买药看医生？走出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李家打的，影不影响我们家的名声？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你怎么还能拉着那张五花老脸说跟我们李家没关系？刘美心的连环轰击把唐母给整懵了。你们这么有理，问清楚缘由了吗？我们也不能发疯无故打人吧？要不是她回娘家把家里闹得乌烟瘴气，叫得鸡飞狗跳的，我们能动手？你这是在跟我告状吗？那你告错地方了。唐红梅又不是我生的，也不是我养成这般歪瓜裂枣的，买猪还看圈呢。你家一块烂地种不出好菜，你怪我咯？我还没怪你们唐家呢，怎么养出这么个搅屎棍闺女？她连续回来2天，你们就忍不住打她了。她还天天在我家呢，我们还要忍着不能打。你知道老娘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还没找你呢，你倒是跟我告状了。唐母被阴阳的脸都绿了。关我们什么事？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家的人你们爱打就打，打死也是她活该。刘美心扭头看向唐红梅，听到没？你心里的亲娘家说让我们打死你呢，还舔屁股不？房子倒了让你往上建，你偏偏是要往下建，你妈让我打死你呢。唐红梅看向唐母，她顶着这样一张脸，唐母脸上硬是没有一分的心疼。如果说刚才她还有顾忌，那现在她已经彻底寒了心。行了，既然你也说了她是我家的人，那我家的人我们自己都忍着不能打，就更加不能让你们唐家给打了。医药费还有以前从我们家借的钱都还给我，以后2家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家这样的家风做派，我们李家不屑跟你们一路。不可能！唐母一听说要钱，整个人都快炸了。你想什么呢？还要钱？做梦！你说我们找他借钱，空口无凭的，有证据吗？这闺女就算出嫁了，那也是我生出来的，回娘家孝敬爹妈，那不是应该的吗？这爹妈打闺女，说破天也是家务事，有本事你们上公安局告我们去，真当我们怕你啊？怎么没证据？你家老二前年买自行车借了47块，你家老四陆陆续续借走了30多，你家老大孩子生病借20块，娘家喝酒借10块，还让买卖乳精手电筒，都是唐红梅店的钱，这些是开口借的，一共177块多，其他节假日孝敬的我们就不说了，算他犯贱主动给的，但你们开口借的必须得还回来。岳母，公安局是不管打架这些事，单位会管吧？唐红梅偷偷借钱给你们家，可都是瞒着我们的。说严重点，这跟诈骗也没啥区别。放你娘的屁！你们才诈骗！李宝军本就一个暴脾气，听着对方骂娘上去，就将唐母推了个踉跄。你骂谁呢？唐老大见李宝军动手，当即也举着拳头冲了出来，人还没冲到眼前，就被一脚踹了出去。刘美心看着这一幕，满身血液都兴奋了起来。打！给我打！他一马当先就朝着唐母冲了过去，薅住唐母的头发就是一巴掌。老娘想打你很久了，欺人太甚！上辈子他受唐家太多窝囊气，他今天的重点就不是冲着钱来，是冲着打人来的。唐母没想到刘美心会动手，挨了一巴掌直接懵了，又被拎了一巴掌才回过神。刘美心你个老货，老娘跟你拼了！李金明跟唐父一人拿一个家伙盯着对方转圈。你们太过分了，竟然敢打上门来！哼！老子辛辛苦苦养大一个儿子，老子还没想到他丁点福呢，全上你家来了，茅台好喝吗？吃了我家那么多东西，还打我家孙子，到底是谁过分？李金明越说越气，举起凳子就朝着唐父砸了过去。李金明，你他娘的，你来真的！老子他娘的还给你来假的，借走的就170多，送给你家吃进去的没有400也有500了吧？这么多钱都可以买你命了。另一边，李保国被唐家小儿子打得嗷嗷叫。李宝军你瞎了，我快被打死了！李宝军一个打两个打得正嗨，根本不管李保国。李保国一边惨叫一边吼：我要是死了，你大嫂和3个孩子都归你和老四养。李宝军眼睛一瞪：啥玩意儿？我养？我特么自己老婆都要养不起了。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李宝海听着这话，比李宝军还激动，冲上去就抱住了唐小弟的腿。你个废物，你快跑啊！我才不给你养蠢婆娘，老子自己还没娶上婆娘呢，你要害我一辈子吗？李宝军也顾不上唐家老大老二，转头一个大巴掌直接给唐小弟扇飞了。吓死我了！死大哥要养大嫂和拖油瓶，这死了大哥比人家死爹妈还惨啊！李保国一脸感动地看着李宝军和李宝海。好，还得是亲兄。话还没说完，他就被李宝军一巴掌扇地上去了。李宝军，你个敌我不分的畜生！李保国话刚落，就听见咔的一声，一个花盆砸在了他刚才站的位置，是不远处唐老大扔过来的。老三扇得好！
刚才那花盆要砸到我头上，今晚我就要上山躺爷爷边上了。李保国爬起来就要逃，妈，回家，这钱不要了。李宝军朝着唐老大、唐老二去了，唐小弟爬起来扯住李宝海就是一拳。李保国，你快回来帮忙啊！见李保国头都不回，李宝海快气死了，硬撑着唐老三的拳头把李保国拉了回来，还顺手摘掉了他的眼镜。忘恩负义的东西，死了就死了，有赔偿，还想让我养大嫂养孩子，我不知道离家出走吗？李保国被摘掉了眼镜，整个世界一片模糊，大叫着胡乱的挥舞着手臂，一时间竟然压住了唐小弟。脱离战场的李宝海想帮忙又怕挨揍，也是急得不行，瞄了瞄唐大嫂和唐二嫂，可能干不过，还没结婚呢，再把脸抓伤就完了。打不过女人，但我一定能打得过孩子。你说我不要 face， 都打群架了还谈素质道德吗？再说我本来也没有。说干就干，李宝海在几人错愕的目光中直接冲进院子，没一会儿就响起了孩子凄惨的哭声。唐家人听着心都碎了，直接失去了战斗力。不打了，你们不要脸竟然朝孩子动手！跟你们学的，我告诉你们，今儿这欠款和医药费你们不拿给我，明儿我就带着唐红梅上唐正他们单位上吊去。你看领导同志听不听你们争辩？反正我要退休了，我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都不怕，我们更不怕。喂，人在这边。刘美心可没空听那么多废话。行了，文三花，老娘没空听你扯，赶紧把177的欠款给我拿了。今儿我们双方都有受伤，就扯平了。唐红梅这伤肯定得上医院，给我拿250，不想给咱们就继续打，打完明天我带着他上你家男人单位上吊去。我呸，你想得美，就他那贱命，值250吗？唐红梅脸色一白，嘴唇都哆嗦了起来。在你家不值钱，在我家可值钱了。他唐红梅就是值250。唐红梅的眼泪跟决堤了似的。就250，一分都不能少。你要不给，不用我婆婆带我，我自己就上爸单位吊死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怎么逼死我的。我看你的宝贝儿子还怎么娶媳妇。呀，这事他可真能干出来。唐红梅，你想清楚了，这钱你拿了，以后这娘家你就没有了，被你婆家搓磨死都不会有人搭理你。唐父知道唐红梅在乎娘家，以断绝关系威胁。人啊，越没有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以前我还渴望，现在我不指望了。这种用钱开路的娘家，不回也罢。唐父脸黑的不能再黑了，当着这么多街坊邻居的面，他的脸面算是丢尽了。但他们的工作肯定不能出问题，那可是一大家子的生计。给他就当是打发乞丐了，从此以后我们唐家没有这样的不孝女，就当他死了。唐母舍不得，这闺女孝顺父母的，哪有要回去的？切，还装呢！买东西的时候，唐红梅掏钱，售货员可是看着的。要不要上街道办去？说道。唐父面子里子都没有了。我说了，给他，我们唐家光明磊落，不会占外人一分钱的便宜。唐母被吼得一哆嗦，不情不愿地回房拿钱，没一会儿就拿着钱出来递给刘美心，拿着滚吧，一窝子土匪。我们可不会滚，要不你示范一下。说着他就点起了钱，还在那装的大义凛然，这钱差了20块。不可能。唐父一肚子气没地方出，朝着唐母就是一巴掌。我说了，给他们。我给够了。还要我再说一遍吗？唐母哆嗦着手又掏出了20。对，全都给我滚！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都会天打雷劈的。刘美心转身就走，身后传来文三花夹杂着哭的解释：我刚才数过了，明明够的。这唐老头还是跟上辈子一样受不了激，又阴又死要面子，让咱白得20块，美滋滋。走出一段距离后，唐红梅彻底嚎啕出声。算了，这么多年你还看不清吗？刘美心从兜里掏出10块，手臂顿了一下，重新塞回去，扯出7块零钱塞李保国手里。行了，带他看看去，哭啥哭啊？要我说你这打也挨得不冤，可记好了，你已经没有娘家了，这要是瞎了我们李家也不要，以后要敢在婆家搅屎，往死里打。唐红梅的哭声噎在了嗓子眼，李保国接过钱，拉着唐红梅往医院去。我没事，我躺就好了。出嫁前我也经常挨打，一点事都没有。走吧，买点药去。我们李家不是那种没良心的，怎么你也给我生了孩子，我还能真不管你死活？再说你要躺下了，孩子谁管？我们的衣服谁洗？难不成还要我伺候你？李宝军和李宝海见刘美心掏钱给大哥也围了上来。妈，刚才大哥可没用了，我一个打3个。妈，虽然我打不过男人，他们唐家的女人也有点凶，但我揍孩子可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李宝喜也看了过来，一天到晚妈，你们没有爸吗？李家3兄妹看向李金民，看我干啥？我钱都给你妈了，我养你们这么大也是时候回报我了，以后一人1月给我拿5块。我没钱，我也没钱，钱你们就别想了，晚饭吃肉的日子再加5天。饭桶李宝军眼睛一亮，这个好，吃到肚里比啥都实在。按照上辈子的时间线，我那小侄女会在明年3月18岁生日当天吊死在家里。上辈子为了家里孩子忙得不可开交，侄女没了3年才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干啥啊你？深更半夜不睡觉折腾啥呢？我在想我那娘家侄女，自从我小弟没了，我跟孙春草打了一架，就再没怎么回去了，也不知道我那侄女怎么样了。我小弟可只有这点骨血在世上了，生前疼得跟眼珠子似的。当初要不是你娘家帮衬，我们家6个孩子不可能完整的全养大了。现在岳父岳母小舅子都没了，我们做姑姑姑父的确实是要去看看。次日一早，刘美心顶着黑眼圈爬了起来，唐红梅已经把早饭做好了。妈，你起来啦，早饭做好了。那个，昨儿保国带我看了医生，医生说我眼睛没事，擦点药就行了。这挨了一顿打，态度都好多了，早知道就应该早点打。娘家已经回不去了，刘美心昨天还说她瞎了也不要了。唐红梅心里很是忐忑。吃完早饭，李宝军起身就走。李宝军，你去请个假，跟我上隔壁平安县一趟。为什么是我？平安县现在只剩舅妈，从小不给好脸色，我才不去热脸贴冷屁股。因为你是饭桶，力气大，我走不动了，你能扛着我跑，遇上危险你还能挡刀。我不去，吉恩国芳要回来，再说我还上班呢。上班不让请假啊？陈国芳回来就回来，人还不一定想看见你呢。就你不去也得去，要这点都指望不上你，我要你还有啥用？你忘记你小时候吃的粮食多少是你舅舅扛来的？你1打5的时候赔给人家10几斤粮食，要不是你舅舅接济早没你了，你还不去？那粮食喂猪都能吃肉，喂狗都能看门摇尾巴，为了你个白眼狼得了啥？行，我去行了吧？李宝喜小心翼翼地问妈，反正我也没事，要不我也去吧。刘美心想到闺女和侄女玩得好，便点点头。行，你也跟着去吧。平安县就在宝岭隔壁，刘美心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大院，心里满是感慨。时间真是无情，它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刻刀，雕琢着万物，也残忍地带走了她最爱的爸爸妈妈，带走了跟她一起长大的怀荣。你是老刘家闺女？黄叔叔，是我啊，我是美心。我就说，跟你妈一模一样，好多年没回来了。是啊，我兄弟没了后就很少回来了，中途回来我弟媳妇都赶人，把气出孩子身上，当着我的面打孩子，后面我就不敢来了。上次跟黄叔见面还是在我兄弟丧礼上，一晃5年都过去了。这5年咱这变化可不小，食品厂3年前就盖了新宿舍楼，那边看到没？下个路口过个马路，你家弟媳妇跟我家女婿住一栋，第1排第1栋1单元402。好的，黄叔，谢谢你哈。很快站在了家属院大门口，一个提着菜的妇人好奇地看着刘美心。咦，这不是美心吗？万华，好久不见啊。可不是嘛，你上回回来有快4年了吧？这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是你家宝喜吧？都这么大了。寒暄2句后，万华试探道：“你是回来看春草他们的？”刘美心翻了翻白眼：“我回来看金枝的。”万华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金枝啊。刘美心心一沉：“咋了？金枝怎么了？”没啥，就那孩子不喜欢出门见人，这几年一天到晚缩在家里。我记得他成绩很好，这回也该上高中了吧？要不出意外是该上高中了。不过金枝初1都没上完就不肯出门了。小闺女脸皮薄，也不爱说话。那啥，我还要回去做饭，你先忙着哈，有空上4单元201喝茶。万华说了2句就急匆匆走了，但刘美心却从他话里抓到了一个关键词：要不出意外，走，第1排1栋402，我们上去。孙春草家吗？金枝。谁呀？你们谁呀？我是金枝的姑姑，你谁呀？没听说过金枝有姑姑啊。刘美心已经有点不悦了，一把推开门往里面走。你到底谁？金枝呢？哎，你们怎么不打招呼就进来？我再问你一次，你是谁？跟孙春草什么关系？李宝军一把就按在了对方脖子上。我妈问你话呢？男人挣扎了2下，发现根本不是李宝军的对手。我是春草的朋友，我叫江运生。对象就比较要好的朋友，正接触呢。你怎么进来的？孙春草呢？哎呀，轻点。孙春草回娘家一段时间，是他给我的钥匙，让我有时间就过来照顾一下金枝。刘美心看到客厅有她的袜子裤子后，肺都快炸了。我照你妈，金枝都17了，她啥不能自己干？要你一个半截身子埋土里的无保护照顾。李宝军，你给我摁紧他了，要他跑了你也别活了。话落，他开始找张金枝。金枝，你在里面吗？我是姑姑。李宝军脾气暴，一拳就砸在了江运生的肚子上。你把金枝怎么了？我才来2天，这2天他都没出门，他就在房里，我喊他吃饭都没出来。刘金枝，我是姑姑，你在里面吗？没有动静。刘美心急得后背冒汗。宝军，你过来，把门给我踹了。李宝军也顾不上江运生，赶紧踹门去。江运生趁机爬起来就跑。刘美心此时顾不上他，房间内没有人，一股尿骚味。刘美心看向了边上的老柜子，走过去掀了一下，没掀开，用力扯开，里面发出一阵惊恐的尖叫声。金枝，我是姑姑。好一会儿，刘金枝才安静下来。金枝，你看看我是姑姑，爸爸家的姑姑。在刘美心的安抚下，刘金枝一脸惊恐，眼泪如断线的珠子掉落。
姑姑，救救我！姑姑你怎么才来？你带我走吧，我不要在这里，我要爸爸，我要我爸爸。刘美心看着瘦得不成人样的侄女，心都碎了。她怕刺激到金枝，语气又轻又软。那男人欺负你了吗？金枝哆嗦了一下。他碰了我的背，还亲了我的脸，我不敢出去，一直锁着门的。走，我们先去吃饭，姑带你去国营饭店。我不出去，我不要出去，他们都看着我，他们全都看着我呢，他们都在笑话我，我不要出去。行，咱不出去，不出去。宝喜你还记得吗？之前你最喜欢跟他玩了。金枝姐，我是宝喜，你还记得我不？小时候我们一起跳格子跳皮筋呢。见金枝情绪还算稳定，金枝你先和宝喜玩，姑姑出去给你买肉包子。宝君你先照看着，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刘美心买了点东西，直接找去了3单元201。是美心啊，快进来坐。哎呀，你说你来就来，还提啥东西？来喝茶。刘美心接过茶杯，长叹一口气。咋了？见着金枝了吗？我都有2、3年没见着她了，她还好吗？刘美心眼泪下来了。不好，很不好。哎呦，你咋哭上了？孩子瘦得不能见人，那骨头割得我都疼，就跟困难时期那些受尽折磨的人似的。刘美心说着，抓住万华的手。万华，你知道的，我小弟就这一点骨血了，我家也没人了。金枝可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咱俩从小就认识。你别瞒我，你都跟我说说吧。你之前说金枝出了点意外，是啥意外？这几年孙春草到底是怎么对她的？怎么把人给我逼成这个样子了？你知道吗？金枝精神出问题了，她快疯了。美心，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插手人家屋里的事。万华，当初我爸妈在的时候对你可不薄啊。金枝是我们刘家唯一孙女了，要不找到这事的关键点，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事你要出去打听，也有人会跟你说。看刘美心哀求的眼神，万华眼里闪过松动。算了，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我可不想跟孙春草那泼妇沾上一点关系。我要干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就让我天打雷劈。你家荣怀没了第2年，孙春草就找人了。那男的死了，婆娘带来个闺女，跟金枝差不多大，父女俩搬进了你兄弟家里。孙春草对那男人带来的闺女比亲闺女还好，啥都要金枝让。后面好像是他在家里放了零钱，让闺女早上上学的时候可以拿了买早餐。金枝有一回起晚了来不及做早餐，也在那抽屉里面拿钱买早餐。刘美心心提了起来。然后呢？万华面上有点不忍。我那天没在家，也是后面听人家说的。中午他们家里就闹了起来，那男人带来的闺女骂金枝小偷不要脸，金枝跟他吵了起来，说那房子是他爸爸的，让那对父女滚。孙春草发了好大的火，按住金枝一顿好打，他狠，还把金枝的衣服扒干净，拖着金枝跪在家属院门口让他反省。那1年金枝都14了。刘美心脑子一片空白，久久回不过神来。万华语气也带着难掩的愤怒。金枝都长身体了，不少人都围着看。孙春草跟疯了似的按着金枝让他认罪，金枝一边哭一边认错，头都磕出血来了。后面还是黄奶奶拿了被单给金枝裹了起来，家属委员会的人来了，孙春草才罢休。大伙都觉得孙春草太过分了，但那是人亲妈教训自己的孩子，大家就算想管也没立场。后来家属院王长风那闺女打这事在学校都传遍了，说金枝挺白什么的。你说金枝一小姑娘哪受得了这个？反正就那次后，金枝就再不肯出门了，学校也不去了。就上次从老宿舍楼搬过来，还是半夜偷偷摸摸没人的时候被孙春草拖来的。刘美心感觉自己快要碎了。那对妇女呢？受不了大院里面的议论走了，听说是跟水泥厂一个寡妇好上班那边去了。孙春草那个蠢货还把这件事也怪在了金枝头上，经常能听到他对金枝破口大骂。孙春草现在那对象你们知道吗？是造纸厂那个姓姜的吧？那男人是从乡下回来的知青，在乡下结过1次婚，还有2孩子，回城后那边媳妇孩子都不要了，是孙春草看上的他，但他好像看不上孙春草，毕竟孙春草比那姓姜的大了6、7岁呢。不过后面知道孙春草在这边有个房子，他来了1次，后面不知怎么就愿意了。刘美心握着万华的手用力地摇了摇。万华，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就不打扰你了，真的感谢你。从万华家出来，刘美心再也忍不住了，找了角落捂住嘴，哭得崩溃极了。小弟捧在手心疼的闺女，她才没了5年就被人糟蹋的不成样了。荣怀，姐对不起你。哭了10几分钟后，刘美心擦干了眼泪，走出了家属院，买了一个大帽子和一个大口罩，回到屋里，看着金枝还待在箱子里不肯出来，刘美心心痛极了。金枝，姑姑带你走，我们不在这里了，去姑姑家，那里没人认识你，也没有人欺负你，没有孙春草，没有江运生，也没有异样的眼神，
以后你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金枝哆嗦着紧紧抓住了刘美心的手，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姑姑，走，带我走，我不要在这里。走到客厅，看着眼前的门，金枝被刘美心牵着的那只手又开始往回抽。我不要出去，他们都看着我呢，他们都在笑话我。吼到后面，他挣开刘美心，飞快朝着房间跑去。李宝军和李宝喜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妈，金枝姐怎么了？她到底怎么了？她之前那么开朗，那么喜欢笑，舅舅才走了5年，舅妈到底干啥了啊？刘美心抬手快速擦掉了眼泪，李宝军露出一丝错愕，在他印象中，他妈就没哭过。刘美心稳定了情绪，又回去哄着金枝。金枝，姑姑会保护你的。姑姑买了大帽子和口罩，戴上后没人能认出你。你那么坚强，肯定能行的，对吧？姑姑带你到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金枝，你要听话，你爸爸最喜欢你了。他走之前跟你说过，要你好好照顾自己，要快乐，要幸福，你还记得吗？金枝抬起那张泪流满面的脸。姑姑，我害怕，我不敢出去，我真的害怕。我只要一踩出这个门，就感觉有几百上千双眼睛看着我，我没有衣服，他们都看着我呢。姑姑，话落，他躺在刘美心怀里嚎啕大哭。姑姑，我要我爸爸，我想要我爸爸。刘美心搂着他一起哭。没事的，有姑姑在呢，以后姑姑就是你爸爸。你现在不想出去没关系，我们等天黑，等天黑透了外面没人了，我们戴着帽子口罩出去好不好？只要走出去就好了，姑姑陪着你。刘美心和金枝讲着趣事，分散着她的注意力。时间慢慢的过去。金枝，这个时候大家都睡着了，不会有人看见你的。放松下来的金枝又哆嗦起来。金枝，只要走出去就好了，到姑姑的城市，那里没人认识你，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你不是喜欢读书吗？姑姑供你读书。李宝喜也强忍着心酸给她打气。金枝姐加油，舅舅在天上看着你呢，你要争气。金枝费力的抬脚，她的脚仿佛有1000斤重。她迈出了门，她恐惧的浑身都在哆嗦。从4楼走到1楼，用了近6分钟。刘美心听着她的喘气声，不敢再逼她。很厉害了，我的金枝已经很厉害了。接下来的路，姑姑背着你走好吗？金枝轻轻摇摇头，眼神坚定。姑姑，你帮不了我，必须得我自己走。我爸看着我呢。从家属区那一片出来后，金枝浑身的肌肉明显放松了很多。金枝，孙春草就算再不是个人，他在血缘上也是你的妈，他对你做的那些事法律奈何不了他，但我不会放过他。还有江运生那种心术不正的，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要他还有工作有好名声，以后他还有机会祸害别的闺女。我家金枝是最勇敢的，待会姑姑带你去车站旁边公安局立个案，这样你跟姑姑走了也有由头，以后再不回来了，免得孙春草还有脸上门找你。金枝顿时浑身紧绷了起来。不要，姑姑，我们走吧，再不来了，再不回来了。刘美心安抚她，这次走了就再不来了，一辈子都不来了，以后你就在姑姑身边，你别怕，公安同志是好人，你就跟着姑姑去就好了，其他的交给姑姑，好吗？说到后面，刘美心语气中已经带上了哽咽。上辈子压死金枝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就是江运生，他已经朝金枝出过手了，枪毙了也不冤。金枝听到姑姑的哭腔，伸手去摸刘美心的脸。姑姑别哭，爸爸说姑姑最疼我了，我听姑姑的话，我努力不害怕。公安局里只有一个年轻的男同志值班，见刘美心一伙人，他连忙上前接待。同志你好。金枝听到陌生的声音，不可控制地颤抖了起来。刘美心赶紧抱住他。别怕，金枝别怕，公安同志是好人，他会帮我们的。男同志一听这话，脸色顿时就严肃了起来。同志你别害怕，有什么委屈尽管和我说，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平稳，为老百姓做主。你们有女同志值班吗？不好意思大姨，今天值班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志。金枝，你和宝喜先去那座会，我先和公安同志说。同志，我要报案，造纸厂的江运生耍流氓，他欺负我17岁的侄女。刘国平面色一紧，请您说说具体情况。那戴帽子口罩的是我亲侄女，我兄弟唯一的孩子，他妈不做人，缺男人搞破鞋，人家男人看不上他，他就拿自己闺女做诱饵，把家里钥匙交给一个30多岁的老光棍，让老光棍上自己家跟17岁的闺女住。那男人对我侄女动手动脚，摸她，还亲她的脸，给我侄女吓出精神问题来了。要不是我来得及时，孩子都没了。公安同志，你们可一定要严办了。刘美心边说边哭，我那弟媳妇不做人，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妈啊？她这是乱搞男女关系，这5年，包括我兄弟他都找仨男人了。那江运生更不是个东西，借着跟人家妈处对象，朝着人家闺女动手动脚耍流氓。公安同志，他们俩都不是好人，这种畜生要不扼杀在摇篮之中，难不成还要放出来让他危害社会吗？他已经付出行动了，这种社会毒瘤要还轻拿轻放，那就是姑息养奸。领导同志，求组织为我们老百姓做主啊！
刘国平的脸色越来越严肃，将刘美心说的话一字不漏地登记下来。我要咨询受害者几句话。刘同志，我侄女受刺激，情绪不稳定，你有啥你问我就行了。这是例行公事，你放心，我会注意受害者的情绪。刘美心先走到了金枝面前。金枝，公安同志有几句话想问你。金枝情绪顿时就控制不住了。不要，姑姑带我走吧，姑姑我害怕，我要我爸爸。刘国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和。你好，刘金枝，你别怕。金枝抬头和他眼神对视的瞬间，嘴里发出尖叫，哆嗦的伸手去扯帽子遮住自己的脸。他们都在看我，都在笑话我，爸爸快救救我，我要我爸爸。刘美心赶紧将他搂在怀里。刘同志，你别问了，他现在很排斥陌生人，不能再受刺激了。你真心想为我们干点啥，那就赶紧把江运生和孙春草抓起来枪毙吧。刘国平目光复杂的看着不停颤抖的金枝，眼里闪过怜悯，随后转成愤怒。几位同志放心，这个案子我们会重点盯着，我跟你们保证，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刘美心红着眼睛，公安同志，我家住在隔壁宝岭县，我侄女这情况我也不放心把她再交给她妈了，我要带到我自己家亲自照顾，为避免后面她妈拿我拐孩子做借口，我在你们这里登记一下，我给地址和电话，你要找我配合啥的就打电话到我们街道，让街道给我传信。根据规定，笔录经宣读无误后需要签字盖章，这是为了确认报案行为和内容，表明受害者对所报案件的真实性负责，也便于我们对案件进行管理和后续调查。刘美心伸手接过，大手一挥，在对方指的空地签了名。金枝在刘美心的安抚下，颤抖地拿起笔，哆哆嗦嗦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同志你放心，明天我们就去造纸厂抓捕江运生。从公安局出来，在车站旁的旅馆对付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几人赶最早一班的车回到宝岭城。熟人们和刘美心打着招呼，金枝痛苦地往刘美心身上靠。刘美心用力地抓着金枝的手，小声安慰：没事的，没人认识你呢，大家都是正常的打招呼。金枝，姑姑可以给你换一个新的环境，可以帮你阻挡外界的一切，但你心里想的那些要靠你自己克服。姑姑相信你可以的，咱们大胆点，姑姑在你旁边呢，不怕。金枝点点头，深吸一口气，缓缓抬头。妈，你们回来了，这是小表妹。唐红梅脸上的红肿虽然消了点，还是把金枝吓了一跳。不怕，这是你表嫂，她眼瞎，半夜起来上厕所撞门上，然后弹墙上，肥肉太多墙又把她弹门上，就这么来回几次，弹成了这玩意儿样。在家里陪了金枝几天，看金枝已经适应和家里人一起，刘美心上厂里请了1个星期的长假。孙春草那边也该处理了。啥玩意？1个星期？妈，你咋想的？你还想抱孙子不？国芳才回来呢，你开口就让我跟你走1星期，我不去。不去也得去，你要不去，我今儿就搬你和陈国芳那宿舍去，晚上我就躺你俩中间，养你这么大，干点啥事都指望不上你，你是啥玩意？赔钱货吗？李宝军头皮一麻，以他妈最近这折腾劲，没准真要睡自己和陈国芳中间。回到家，刘美心把唐红梅喊上，又去李金强那边喊了李老太。干啥呢？我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好吃好喝还有零花钱，没啥大事别烦我。请人撒泼骂人，给钱，去不去？还有这好事，我去，不去是傻缺。现在日子太平了，想找人嘛都找不到，可憋死我了。刘美心也不小气了，一行人跑到平安县，下车先吃饭，肉包子、大骨头管饱，还保证干完7天结账。饭桌上就跟大家噼里啪啦一阵分配任务，吃完杀气腾腾直冲食品厂新家属楼，现在还在严打期间。那天报公安江运生100%是被抓进去了，公安一定也上食品厂找孙春草调查了。孙春草就算请假回家，100%也被叫了回来。刘美心一出现在家属院门口，就有2位在楼下遛弯的婶子围了过来。你是老刘家的美心？哎呀，好多年不回来了，听说你把你弟媳妇给告了，还把金枝给拐走了。我听我家儿媳妇说的，公安同志都上厂里找人了。刘美心皮笑肉不笑，对，是我干的。孙春草敢扒金枝的衣服，我就敢扒他衣服。你们不是喜欢看热闹吗？赶紧喊人去。话落，刘美心带着人就走，身后2个老太太对视一眼，赶紧边跑边喊：刘美心杀回来了，要扒光孙春草邮件呢，大家快去劝劝啊！孙春草，你给老娘开门！屋内挂着黑眼圈的孙春草下意识的一哆嗦，转念一想，他又来了底气。老娘还这么年轻，男人死了再找是正常的，谁也说不出我的错。再说我一个当妈的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了？倒是刘美心这个出嫁的姑子，竟然敢偷偷带走我的闺女，要错也是她的错。孙春草越想越气，既然还有脸告到公安局，你不把我当亲人，就别怪我跟你撕破脸。刘美心侧身朝着李宝军道：饭桶，给我踹了！刚才可吃了老娘一大盘的酱大骨。门里的孙春草正要来开门，门外李宝军一脚踹在了门上，然后就是孙春草的惨叫声。还没等孙春草反应过来，
刘美心已经冲了进去，抓住他的衣领，他就是紫巴掌。我打死你个没天良的畜生！你不是喜欢扒光了反省吗？来，我让你反省。孙春草挨了4巴掌才反应过来。刘美心，你个吸血鬼，老娘跟你拼了！可现在刘美心肾上腺素飙升的直冲天灵盖，孙春草哪里是他的对手，被打得只会惨叫，毫无招架之力。一边撕扯着孙春草，刘美心还红着眼睛朝着愣在门口的唐红梅喊道：站那干啥？给我按住这个丧天良的东西！唐红梅看着彪悍的刘美心，浑身发冷。我之前是怎么敢在婆婆面前上蹿下跳的，简直就是胆大包天啊！孙春草乱踢的脚被唐红梅死死按住，双手还要护住自己的衣服。刘美心扯不掉衣服，就朝着他的脸甩。孙春草护脸的瞬间，刘美心继续扯。李老太在门口看热闹，看得津津有味，同时也没忘刘美心交代的任务。这黑心的老蹄子坏透了，你们不知道吧？当初他就一从乡下投奔伯父的破落户，专门冲着上城里找男人来的。他大伯娘让他在门口屋檐底下搭2条长凳睡呢，是刘家看他可怜，给他绑了张席子遮风挡雨。他倒好，恩将仇报，费尽心思算计了刘家的儿子，嫁进了刘家，直接土鸡翻身，成为了城里职工家庭的夫人。结果这破落户带着一身的算计臭毛病，嫁进刘家还不感恩，对老人不孝，对闺女不慈，一心只有7、8、90个男人，这就是天生的丧门星啊！谁挨谁倒霉，儿子被他带去水库淹死了，公公被气死了，男人也被他克死了，现在还逼疯了闺女，3天2头换男人。你要养你就找棵树蹭蹭，不好意思出门找树，你就在家抱着自家门框蹭，你还祸害自家闺女，臭不要脸的东西！李老太像机关枪一样巴拉巴拉，怎么难听怎么说。反正咱这把年纪要脸也没啥用，倒是骂到位了。刘美心那泼妇说大肉随便吃，还给我20块呢。那边孙春草的惨叫声和惊恐声一声比一声凄厉，衣服也被拉得越来越开。李宝军像个门神似的，把那些想上前拉架的都给挡了回去。李老太上蹿下跳，到处骂：这孙春草也就生错时代了，他要早生几百年，那百花楼怡红院的卖官，谁也争不过他。孙春草此刻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整个人都要疯了。有人看不过眼，刘妹子，差不多得了，可不要弄出人命来了。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春草这些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不说这些还好，一说这些刘美心更火了。不容易，要不是算计了我兄弟，他孙春草都不知道被他爹妈卖几回了。要不是我们刘家几代工人，他孙春草住得上这样的房子，能接我兄弟的岗位成为一名工人，你还怪心疼他的？咋？你跟他是一路人啊？你也巴不得你男人赶紧死，然后从外面领回来一对狗男女，祸害自家闺女，霸占家里财产啊！妇人被喷得一脸通红。你胡说八道啥？我懒得跟你说。刘美心心怀恨意，力大如牛，把孙春草从屋子里拖了出来，硬是从4楼拖到了1楼，被刚才骂跑的妇人带来的家委会主任拦了下来。刘大姐，你这是干啥？快把人放开！周主任，刘美心这件人欺人太甚，一个嫁出去的老姑娘回来欺负我们食品厂的人，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刘大姐，你自己也是女人，有啥话你就不能好好说吗？闹成这样像什么样子？哟，这不是周兰花吗？怎么你还活着？我还以为你早死了呢。要不当初我家金枝那事，你怎么就不见人影呢？我记得当初你刚嫁过来的时候，跟你婆婆吵架，还经常上我家找我妈诉苦说委屈，没奶水也上我家借肉票借粮的。咋？我妈这才没了几年，你就跟着为虎作伥了？当初我妈卖面条那肉票是喂狗了吗？周兰花到底也算是个小领导，平日在家属面前还端2分官架子，被刘美心这一对也黑了脸。刘大姐，你不要在这倚老卖老，我跟你说正事呢，你扯那么多干啥？我也问你正事呢，你之前不是死了吗？咋这回又活了？之前那是人亲妈教育自己孩子，我们外人怎么插手？孙春草是做的有点偏激了，我们也已经批评教育过他了，陈家妇女不也已经给赶走了？难不成我们还能把孙春草抓去枪毙不成？呸！你之前不愿意插手家务事，现在也是我们刘家的家务事。孙春草没改嫁就是我刘家的人，我们姑嫂之间的事你少管。你要端你的官架子，死一边上你家新媳妇面前端去。反了，没有王法了，快去长明喊保卫科。切！被刘美心骂过的妇人像是得了鸡毛令箭，朝着厂子跑，没一会儿就领着2个汉子跑回来了。那里，赶紧把他抓起来！40分钟后，刘美心赔了4块7的药费，从保卫科接受完教育出来了。那现在上哪去？揍孙春草去！我刚算了算，我身上带的钱够打他117回半，不赔完我不回去。唐红梅听到刘美心说的话，眉头跳了跳。那啥，刚才你在保卫科不是答应的好好的，还说自己错了，还赔了医药费。我不这样说能这么快出来？再说现在孙春草是他们厂里面的人，
他们肯定有护短的心理。我的目标是孙春草，可没时间浪费在保卫科。妈，这会儿都中午了，要不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闹。看李老太也有点萎靡，刘美心大手一挥，走下馆子，吃完再弄他。吃着饭，刘美心没忘鼓舞士气，你们使劲吃，吃好了下午好好给我干活。没问题，有我在，你们尽管闹。他们要敢过分，我直接躺下吐白沫。不过说好的20块，你可不能少我的。肯定少不了你的，但你也得值这个价。我这又是大肉，又是羊杂汤，又是钱的，要放出风去，不知道有多少人追着喊着愿意来呢。小瞧人了不是？我要不把他们骂到吐白沫，我就躺下自己吐。吃饱喝足后，几人跑到家属楼，楼下老太太热情地凑了上来。美心啊，孙春草去医院了。刘美心也不耽误时间，带着大伙转头找去了造纸厂。李老太拿出了自己的绝活，一边骂一边哭。你们厂子养出了个烂人，就这种员工你们都招，祸害死人了！你们这些做领导的啥都不管，就让姓姜那畜生在外面为所欲为。那边李老太拉着长长的哭腔，这边唐红梅拉着上下班的员工，添油加醋地讲解姜运生的英勇事迹。你们还不知道吧？那姜运生都被抓走几天了，你们厂领导还压着呢。他不会跟你们厂某位领导有关系吧？耍流氓，流氓罪你们知道吗？人都抓走2天了，公告都没贴一个。听说分配到你们厂之前就是个抛妻弃子的玩意儿，组织让他下乡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结果他跑乡下吃软饭，恢复高考后拍拍屁股走人，妻子孩子都不要了。就这种人你们厂都敢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买猪还看圈呢。你们厂招这种人，是不是证明你们厂也有问题？这一消息让造纸厂的员工震惊不已。厂保卫科收到消息跑出来的时候，李老太扒在大门上，从兜里拿出一条围巾，颤颤巍巍地系在了造纸厂大铁门上。刘美心那泼妇说了，要往大了闹，要给力，要不下次不找我了。他上吊了，快通知领导，有人上吊了！李老太被这尖叫声吼得一晃神，脚一滑人就掉在了上面，吓得他双手抓住围巾，瞪着2只眼睛，双脚在空中乱踢。刘美心也懵了，这老婆子为了20块也太拼了。跑出来的领导看着李老太被人抬下来，脚都软了。人家寻死觅活也就是装样子，这老太太是真吊啊！李老太也吓死了，被解救下来嗷嗷哭。钱难赚是难吃啊，老奶我为了20块差点见太奶了。几人被带到保卫科，刘美心对着造纸厂领导就是一顿谴责。毕竟这时候讲究集体，姜运生品德败坏，那就是造纸厂的思想教育没有做到位。这位大姐，不是我们没出公告，而是公安那边还没出结果，这事情还没有定论呢，传的风言风语对单位影响不好。当然，姜运生这种情况和行为肯定是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对我们单位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你们放心，待会我们单位就会出公告，开除姜运生，并且不会让其家人接替工作。见李老太还在哭，领导安慰道：这位老人家，我们知道你是一片慈爱之心，为了小辈想要个公道，您别哭了。我要你妈逼的公道，我是为了20块，谁慈爱呀？我是害怕。这样，我们是每月10号发工资的，姜运生上个月的工资，还有这个月的6天工资，另外今年的年终奖，年里我们厂子就做主替他赔给受害者了。李老太哭声一滞，啥玩意？赔钱？领导以为他高风亮节，觉得厂子给他钱是侮辱他。老太太，我知道你们光明磊落看不上这钱，主要是为了一个公道。我们都知道，那位大姐刚才说的也没错，姜运生是我们厂子的人，是我们思想教育没有做到位，我们惭愧。这样，除了姜运生的工资和年终奖年货，我们再给申请一笔慰问金，怎么样？143块06分钱，这钱也太好赚了。李老太脚都是飘着的。忽然一道残影在他面前一晃，手中的信封就不见了。哎呀，我的，那是厂子赔偿给我的，那可是我的卖命钱呐，这你都下得去手？哼，人家说是赔给你的，还是赔给受害者的？李老太一噎，那也是我闹来的，我差点吊死在厂子门口呢。你看我脖子都青了一圈，哭的声音都哑了。他们害怕才赔的钱，有我们在，还能真让你吊死？再说你不已经收我钱了吗？你随便上大街拉一老太太去吊，你看人家给他钱不？看着李老太泛绿的脸，刘美心从信封中抽出2张10块递给他。虽然是赔给金枝的，但你确实也出力了，你放心，不会少了你的。这20是特别奖励。李老太本萎靡的神情顿时就精神了。对，我出力了，要不是我厉害，人家哪会这么痛快掏钱？李宝军和唐红梅也盯着刘美心手中的信封，刘美心一人给他们抽了10块钱。少不了你们的，
接下来大家再接再厉，要像造纸厂似的要到赔偿了。除了我之前答应的，另外的都有你们的份。李老太把钱往兜里一揣，浑身都是干劲。走，下一家。刘美心看了一下天色，啥下一家？找个地吃饭。4人吃完饭，回到了食品厂家属楼，拎着孙春草就是一顿胖揍，把他扔出去关门就睡。第二天一早，孙春草就带着人上门了。队长，他们是土匪，打我还霸占我的房子，你们可得替我做主啊！啥叫我霸占你的房子？这可是我爸我兄弟留下的，跟你一个着急改嫁的破鞋有啥关系？你们是来给他撑腰吗？你们家里也有媳妇孩子，站在自己的立场想一下，要你们有个啥意外，家产全让寡妇带着偷人去了，你们家人会怎么样？刘荣怀生前跟保卫科队长关系还不错。孙同志，人刘同志说的也不错，这是人娘家，房子是人爸妈兄弟留下的，他们要住并不违法。孙春草仗着有保卫科在场叫嚣起来，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现在这食品厂的工作是我在干，这房子也是我的，我才是这房子的主人，我不愿意他们住，他们就是私闯民。我私闯你妈！你他娘的一个破落户讨饭来到城里，要不是算计了我兄弟，就凭你这种货色也有本事在城里立足。不等保卫科的反应过来，刘美心反手掠下一巴掌，我打死你个丧门星，害死了我刘家的孙子，气死我爸和我兄弟，现在还祸害我侄女。保卫科终于回过神来了，一把拉住了刘美心又举起来的手，把孙春草拽到后面，不许动手。刘美心赶紧道歉，不好意思，没控制住脾气，我道歉，我道歉。贱人，我杀了你！哎，你站住！话还没说完，就见李宝军一脚踹在了孙春草肚子上，保卫科队长脸色不好看了。你怎么回事啊？当着我们的面还动手？怎么，我们这么多人都不让你放在眼里，实在是太无法无天了。李宝军认错态度比刘美心更好，伸手就掏出了烟，一人给递了一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控制住。你说我做儿子的，我看他朝我妈来了，我哪忍得住？主要是他也没把你们放在眼里，要不他也不会动手。我这只能算是自卫吧。这样是我的错，我认了，医药费我们赔，不给几位兄弟添麻烦。李宝军话落，刘美心就从兜里掏出了2块钱，甩在了孙春草脸上。你说你一点家务事闹到保卫科干啥啊？你当大队长，他们都跟你似的闲着没事干。他们又要负责厂里面的防火防盗生产秩序，又要管理人员进出，防止厂里财物被人员带出。说着，刘美心一把薅住孙春草的头发。你说你给人家添了多少麻烦？孙春草又惊又吓又疼，那叫一个鬼哭狼嚎。刘美心不等保卫科的说话，赶紧道歉。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虽然是家务事，但我还是要控制一下的，实在不好意思，年纪大了没控制住，要不我再给他添1块的医药费。他一口咬死，这是自己家的家务事，道歉态度诚恳，对保卫科暗中一番恭维。李宝军又是递烟又是要赔钱，把自己姿态放得很低，保卫科也没法子，只能口头教训几句就走了。孙春草根本不敢在家里待，跟在保卫科身后溜了。唐红梅3人昨天拿钱干劲十足，那快说，今儿我们干啥？你们等我一会儿。刘美心跑到楼下打听了一下，得知孙春草躲厂里去了，又套出陈希文和陈雪父女的情况，请了一个好心妇人带路。几人赶到地方的时候，陈希文和吴寡妇正在闹矛盾。深深，你不理解我的心啊，我们是相爱，可命运弄人，阴差阳错缺席了对方的大好年华。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他们都大了，心里都知道谁是亲妈，谁是亲爸。我也是想我们之间有一个爱情的结晶，有一根深层的纽带。吴寡妇守寡这么多年，就吃陈希文这套温情蜜意。我知道你是男人嘛，想要儿子很正常。陈希文赶紧举手发誓：深深，不管儿子还是闺女，只要是你生的我都喜欢。生，你倒是一句话的事，要影响工作的怎么办？深深，我都已经想好了，玉娇嫁出去后跟你一起怀孕，玉萍和玉龙还在读书，我心里也把他们当自己亲生的，肯定不能毁了他们前途，所以你的工作就暂时让陈学给你顶班，等你生完了孩子让玉娇带着，你再回厂里，一点不影响工作。你看我都已经算好了，玉娇嫁出去彩礼要个300-500，我这边38块6的工资，陈学顶班水泥厂42块2的工资，你就好好在家享福就是了，小孩的花销完全不用愁。珍珍你知道吗？我见你的第一面就想当你的妈，因为我想听你对我大声喊价。你知道为什么吃鱼我爱吃鱼头吗？因为我想把余生留给你。门口的刘美心等人只觉得辣耳朵，同时拧着眉露出一个地包天的表情。李宝军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我算是知道陈国芳为什么老跟我吵架了，跟这货比起来，我就是一木头桩子，可这些不要脸的话，我就算明天不活了也没脸说出口啊。不行了，不行了，头皮发麻，快尴尬死我了！我这辈子作恶多端啊，我再也不偷听人家说话了，别让我长真耳。太他妈恶心了！我警告你，你可不能学，这么烧的话也就那种沙漠寡妇听得进去，要换成一般人早他娘吐出来了。你们谁呀？怎么还偷听人说话？
李宝君慢半拍地问道：“那啥是沙漠寡妇？”饥渴极了，就像是戒奶得了奶干的娃娃。吴寡妇到底还是要脸的，一张脸涨得通红。你们说谁呢？满口喷粪。刘美心还没开口说话，李老太一脸嫌弃地指着吴寡妇喊：“说你呢，你个沙漠寡妇，好好的日子你不过，偏要找男人，找男人就算了，还瞎了眼找这么个满肚子弯弯道道的。你要给他生孩子，别霍霍自己闺女，你闺女倒了8辈子没托生到你肚子里，好好的老封君你不做，偏犯贱要去做那上面流泪下面流血中间流奶的蠢玩意。人家2句好屁就给你哄得找不着北了，这么大的年纪你脑子被猪啃了。”吴寡妇本就是泼辣的性格，莫名其妙被指着脑门一顿骂，火气也上来了，叉着腰跟李老太就对骂了起来。李老太一边骂一边跳，还一边喷口水，完全不顾形象，那叫一个骂得放飞自我。自从来到平安县，她是越挫越勇，把这一辈子心里挤压的怨气都发了出去，感觉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欺人太甚，你们欺人太甚，当我死了男人好欺负吗？啥玩意死了男人？你前头男人娶你可造孽了，你都换男人了，受点气还怪死人身上去，你眼前这不是没死吗？领着刘美心他们过来的妇人惊呆了。你们不是说是他家亲戚吗？是亲戚啊，那老逼登前不久还说要跟我弟媳妇合葬呢，你说我们是不是亲戚？啥玩意儿？妇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操！陈希文搞破鞋被破鞋婆家人找上门来了，难怪这老逼登啥话都能说出口，原来是个采花大盗。妇人二话不说，扭头冲着街口跑。那里住着黄家大伯和小叔子，都是街坊邻居的，看他们面上也不能让吴寡妇吃亏了。没一会儿，妇人就带着一伙人跑回来。就那呢，来了一男3女，指着吴珍珍鼻子骂呢。大清早的找到家门口闹，一点都没把我们黄家放眼里啊！刘美心听到喧闹声，扭头一看，好家伙，一方有难八方添乱，来得好啊！妈，你没事吧？大哥，你们可算来了。话还没说完，刘美心就顺着他的眼神走到黄大伯面前。你就是黄家大伯，你可算是来了，你要不来啊？你们黄家这点骨血都要被算计死了。你弟媳妇后找的这男人跟我弟媳妇也好过，父女俩差点把我侄女给逼死了。我们也是听说陈希文又找了一寡妇，便一片好心上门，想要跟你这弟媳妇打个招呼，免得下面孩子跟我侄女似的吃进了暗亏。结果你猜我听到了啥？你这弟媳妇正跟陈希文那种马商量算计你兄弟留下的孩子呢，说要把你大侄女给卖了，他们俩再生个儿子放你大侄女下面让他养着，这寡妇的工作让那种马带来的闺女接了。王玉龙不可置信地看向母亲，他从小就知道这水泥厂的工作是父亲留给自己的，可现在他妈要把这工作给陈雪，黄家大伯的脸都黑了。大哥，你别听他胡说，我没有答应。你看他都不否认没这一回事，说没答应，意思就是有这一回事，并且2人已经商量过了，只不过吴寡妇没有表态，没表态那就是默认了。吴寡妇急得眼睛都红了。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你们上门找事肯定会说点有的没的，让人误会我。我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们就是看着我没有男人撑腰好欺负。唐木妹终于抓住机会了。你看，刚才也是这样，我们好心上门告诉他那种马男人不是啥好人，他张嘴就骂他死去的男人，对，就是骂你兄弟，死了都被他拿出来护别的男人，做鬼都戴绿帽子，这在鬼界也是最憋屈的鬼啊！你们黄家祖宗牌位都泛着绿光，听说你们这些年对这弟媳妇还百般照顾，可你兄弟也太可怜了，房子被人住着，媳妇被人睡着，孩子被人算计着，留下的工作赚来的钱还养着别人家的，死了还要被拎出来给别的男人挡刀。你家祖坟长的草都常年不败啊，这大冬天的到处光秃秃，你去看看你家祖坟是不是绿油油的？黄大伯本是过来给弟媳妇撑腰的，结果一下子接了好几个雷，半晌缓不过神来。二嫂，我们黄家待你不薄吧？虽然我二哥早没了，但你可没受一点苦，没有男人过得比有男人还滋润，家里都是我妈收拾照顾，连孩子都是我妈拉扯大的，你受过罪没有？你怎么能这么干？黄大伯大马金刀上前一步，吴珍珍，你要再嫁我们不拦你，但这家里的一切都是老二留给孩子的，工作房子都是玉龙的，玉娇玉萍的婚事也轮不上你们插手。当初老二没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你要走要留随你，我们不拦着你再嫁，但孩子你不能带走，工作也是黄家的，是你自己跟我们保证会留在家里带大仨孩子，我们才让你接手老二工作的。吴寡妇涨红着脸解释，他大伯小叔，你们有把我当自己人吗？人家随便一个外人上门挑拨2句，你们就恨不得逼死我。我知道你们这么多年都是做面子功夫，其实早就容不下我了。再怎么说我也为黄家生了3孩子，怎么现在是因为外人几句话你们要弄死我吗？说着他又朝着儿子喊道，玉龙，你可是我生的，我是你亲妈啊，你拿啥眼神看我？这么多年我亏待你了吗？吴寡妇说完当场哭了出来。黄玉龙脸上的神情顿时就由怀疑变成了心疼。黄大伯和黄小叔被戴了个容不下吴寡妇的帽子，也带着敌意看向了刘美心。
好一个倒打一耙，为了护住个男人，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还好我有人证。来，大妹子，之前他们商量的事你也听到了，你自己说，我有没有挑拨？早知道刚才就走了，这不是让我得罪人吗？你就直接说你听到啥了就行了，大伙都看着呢，我可没空跟你串供。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是正好遇上这大姐他们打听陈希文，说是陈家亲戚，我就领过来了。没想到正好遇上珍珍和陈希文商量事。你直接说就是了，你就说他们有没有商量生孩子。说了，陈希文说让玉娇赶紧嫁出去，珍珍和玉娇一起怀孕，孩子给玉娇养，彩礼收300-500，孩子开销也有了。他说工作给陈雪，是我胡说的不？说是说了。郑大喇叭，你胡说八道，你惯爱多舌的。夫人也来气了，她爱说闲话，但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大喇叭。谁胡说了？我就听到了，我说是姓陈的说的，我又没说是你说的。你虽然没有应承，但不也没拒绝吗？敢做不敢当。你们不但商量要生孩子，要把孩子给闺女养，要把工作给陈雪，你们还说那些个不要脸的话，听得我都臊得慌。见大家全都看着自己，夫人感觉自己这一辈子的高光就是这一刻了。珍珍，我见着你的第一面我就想当你的妈，因为我想听你对我说嫁，我爱你。自从见了你，天天想着你，爱你爱你就爱你。现场一片干呕声。我寡妇就算寡了这么多年，脸皮捶打厚了，可终归也是个女人，这种事被拿出来这么说，那跟被人扒衣服也没差了。郑喇叭，我撕了你的嘴！来啊，老娘不怕你，你敢做还不让人说了。两人扑在了地上撕了起来。咋回事？不是说领我们来找那妇女麻烦的吗？还说要宣扬一下他们干的那些缺的事，最好找机会打一顿。结果那陈希文一点事没有，给我们领路的大妹子倒和吴寡妇打一起了。哎呀，这歪的也太厉害了，差点忘记正事了。李宝军呲着牙看吴寡妇打架，看得津津有味。别光看热闹了，干正事，一方有难八方添乱，这回趁乱不打，待会讲理的时候了还有机会吗？李宝军这才想起正事，目光锁定从屋里跑出来拉架的陈希文，飞起一脚将陈希文踹了仰天倒。陈希文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刘美心的巴掌就呼他脸上了，紧接而来的是李老太和唐红梅的连环脚。陈希文护了上面护不住下面，被打得喊都喊不出来。赶回来的陈雪挤了进来。爸，你们干啥？打人啦！你是陈雪？陈雪下意识地接道。你们干啥打我爸？话还没落下，刘美心一巴掌就狠狠呼他脸上了，直接给他呼得摔了出去。你们继续，我去收拾那小的。就是你个小蹄子冤枉我家金枝偷东西，我打死你个有妈生没妈养到处认妈的玩意，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跟你爸都不是个东西，祸害完那家祸害这家。这边刘美心领着人把陈家妇女按在地上打，另外一边黄大伯费好大力气，总算把郑喇叭和吴寡妇分开。都给我住手！像什么样子？吴珍珍，你也给孩子留点脸面。玉娇两姐妹都是要说亲的年纪了，你做个人吧。郑喇叭流着鼻血坐在地上哭天抢地。吴寡妇不做人，你凭啥打我？我哪句话说错了？你家大伯和小叔子还是我好心叫过来的，早知道我就不管了。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还有脸拿你家早死的男人说事？这么多年大伙都看着呢，黄家够对得起你了的。你一心贴野男人要把闺女卖了，要给后头男人生儿子塞给闺女养，要把工作给后头带来的，我哪句话说错了？收到消息赶回来的黄玉娇姐妹听到这里，红着眼睛就喊了出来：妈，你为啥要这么干？平日你就偏心陈雪，说她听话懂事，让我跟她学，再嫁人你不宣嫁她，她也就比我小4个月，你给她爸生孩子为啥要给我养？你要给也是给她养，你偏心。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吵得厉害，黄大伯眉头突突的跳，扭头推了黄玉龙一把：去把你姐夫喊来，让他带几个单位的人来。玉娇你放心，大伯和小叔在呢，不会让你们姊妹吃亏。你也这么大姑娘了，不要在人前跟你妈闹，对你名声不好。啥事让大伯来？陈希文呢？陈希文那王八蛋呢？诺，在那被摁着打呢。这几人也不知道哪来的，比吴珍珍还凶呢。拉开，快拉开！黄大伯扯住李宝军：这位同志，你们的事你们待会再说，先把我们家的事处理了。行，你们先来。黄大伯看着陈希文和吴珍珍：我话放这，你俩要生孩子，让吴珍珍跟你走，反正孩子也大了。我二弟家和工作都是玉龙的，他们的婚事也得过我们的眼。吴珍珍赶紧解释：没有，我没说要生，这里就是我家，我哪也不去。就在这时，传来了黄玉龙的声音：姐夫都在里面呢。黄大伯听到喊声，眼里闪过金光：没有正好，今天闹这么大，大伙都说你要生孩子让闺女养了，这对孩子影响不好，以后玉娇和玉萍怎么说亲？正好我女婿是计生办的，你下面都仨孩子，姓陈的下面也有孩子了，既然你俩结婚了，那就响应国家政策都扎了吧。陈希文本来还装柔弱装凄惨，一听这话绷不住了：查结扎。刘美心眼睛一亮：皇家大伯神人啊，好一招釜底抽薪。吴寡妇也愣了一下：扎了。对，扎了。现在计划生育，职工夫妻俩一个孩子就要上环了，
要我家老二还在，你早该扎了。大哥说的对，你们既然有这种想法，我们就得防着，要么你跟着姓陈的走，要想留在家里就扎了。黄小叔伸手指了一圈周边看热闹的人，街坊邻居这么多，人多嘴杂，这话传着传着就变味了。以后玉娇玉萍的婆家会怎么看他们？他们生了孩子，婆家都得怀疑是不是亲家母生的。还有玉龙也这么大了，这话传出去以后，他怎么说亲？让你儿媳妇以后连着自己孩子跟小叔子一起养吗？黄大伯的女婿周亮听到这话也走了进来，就是现在响应国家政策，我可是计生办上班的，更要以身作则，自家亲戚还钻空子，那我还怎么开展别人的工作？二婶娘，你可是义娟的亲婶子，你不要让我们难做。吴寡妇沉思了片刻，一咬牙，好，我扎。陈希文脸色一变，吴真真要结扎，那我还谋算个屁啊！我不同意，你要敢扎，我们就离婚。大兄弟，你这招高，那姓陈的算盘珠子都快拨人脸上了，扎了永绝后患，还要扎干净了。你想想，他现在还有工作有工资，也就心思多点，有你们这些亲人看着不怕。而且他下面就一闺女，马上就能出嫁了，身上没负担，正是能为儿女当牛做马付出的时候。扎了他心里没有别的盼头了，就只能一心一意的为家里孩子着想了。你要看不顺眼，等老了没用了再赶出去就是，免得你弟媳妇再找个乱七八糟的回来祸害孩子。黄大伯越听越中下怀，旁边吴真真眼里也闪过金光。大哥，这事我同意。没说的多明显，但黄大伯明白了。周亮，干正事，俩都扎了。周亮朝着带来的几个人一挥手，还愣着干啥啊？俩都带走。吴真真主动走过去，我自己走，意思是你们去抓陈希文。陈希文还没弄清情况。真身，我说了我不同意，你要这么干我们就离婚。生儿育女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礼，我们陈家不能在我这里断了香火。他大伯，你们也不能太霸道。现在我和真真才是一家人，我们家里的事你少插手。真身，你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你已经嫁给我了，不能事事都还以皇家为主。直到两人将他扣住拉了起来，他才惊慌起来。干啥？你们干啥？干啥？扎你呀！你们夫妻都4个孩子了，思想觉悟还这么低，竟然还想偷偷超生都给别人养，必须强制结扎。你们不是要扎吴真真吗？你们抓我干啥？你们思想觉悟低，都应该扎。二婶娘比你好些，你是顽固分子，刚还叫着要传递香火呢。这都啥时候了？现在男女平等，生儿生女都一样。你这思想觉悟更应该扎，要不拖组织后腿。陈希文双手被扣着，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同意扎吴真真，我是男人，我怎么能扎？扎一人就行了，就扎吴真真。吴真真气得胸口起伏，扎，我们夫妻俩都扎，支持国家政策，组织让我们干啥就干啥。陈同志，你看看你媳妇多积极。陈希文一边挣扎一边喊：我不去，你们这是违背个人意愿，我不同意，放开我。周亮理都不理他，拉走。陈希文本就浑身带着伤，这会被吓得魂飞魄散，他挣脱不开，只能转头去看自己的闺女小雪。周亮将他的头手动给他扭回去。小什么雪？刚才不还要儿子吗？这回小雪了。早跟你说了，生儿生女都一样，女儿也顶半边天。陈雪避开了陈希文的视线，刚才的事他都听见了。扎了，爸爸就只有我一个亲生的，所有的一切都只能给我。爸，你就听组织的吧，独生子女一枝花，利国利民利大家。啊，对，你看你闺女思想觉悟都比你高，一个女儿一片天，老有所依享晚年，我们都是为了你好，等你想清楚就明白了。陈希文一边挣扎一边嚎：我不生了，我错了，我不生了，我是男的，我不能扎，你们让我连往哪个？我们有4个孩子，我就小雪一个，她都已经18了，就算按现在的政策，我找个头婚的也还能生一个，我马上跟吴真真离婚，你们不能扎我。吴真真气得脸都红了，上去一拳头就砸在了陈希文脑袋上。老娘是你说娶就娶说离就离的吗？你把老娘当大白菜呢，还能让你挑挑拣拣？结婚证都打了，你想离婚？你当我吴真真好欺负啊？这今儿就扎干净了，免得你不好好过日子。这闹腾的一幕引得一大串人跟在后面看热闹，刘美心一伙人也一脸兴奋地跟着，一直跟到计划生育指导站。陈希文吓得魂飞魄散，被抬猪似的抬了进去。走了，别看了。再看看吗？我想看他被抬出来的样子。刘美心扯住他的衣领就往外拖。有啥好看的？家里又不是没得看，等回家你天天守保岭城计生站看去。那现在我们去哪？去哪？回家啊？回家，这就回家了。这边又好吃又好玩，还有钱，他们不想回去。不是请了1星期假吗？这才第3天，咋就回去了？刘美心白眼一翻，谁说回保岭城的家？我的意思是回我家，你舅舅老爷的家就是我的家，那房子姓刘可不姓孙。我还以为那啥，你看这也忙1上午了，大伙都饿了。饭桶，走上羊肉馆，吃完去食品厂门口搞事，都给我卖力点。李老太拍着胸口保证，没问题，撒泼打滚我最行，我年纪大，谁敢动我就躺下吐白沫。唐红梅也红光满面，我会跟奶打配合。
行，你们出力，我出钱，走吧。吃到一半，唐红梅好奇的打探：“那对舅妈，你想干到啥地步啊？”以后别在我面前叫她舅妈，她不配。唐红梅脖子微微一缩，真是越来越难伺候了，想念以前的婆婆。你们只管吃只管干就是了，其他的别操心。总之，你们知道我恨她就行了。待会就是上下班时间了，你们去食品厂大门口闹，把孙春草干的那点破事都给我添油加醋宣扬出去，但你们别动手，特别是你李宝军，我不在你别乱来，我跟他之间可以推到家庭矛盾上，你们可隔了一层，反正就跟造纸厂似的，把他往那流氓犯江运生身上扯，往他给厂子抹黑这方面去。李老太想起造纸厂给的赔偿浑身都是劲，我们知道，有经验，你就放心吧。刘美心则拎着东西来到老家属院。谁呀？皇叔，是我。哟，老刘家的大丫头，快进。皇叔，秋芳婶在家吗？带你入冬身子越发不好了。哎呦，咋还提那么多东西啊？屋内，躺椅上的老太太缓缓坐了起来。老头子，谁来了？秋芳婶，是我，美心，老刘家大丫头。说着，她将手中的东西往桌子上放。老太太浑浊的眼神仔细打量了刘美心几秒。呀，是阿霞闺女回来了。对，阿霞的闺女。寒暄了几句，刘美心说了正事。今儿我是特意感谢婶子来的，我家金枝的事。说到这里，刘美心的声音哑了2分。谢谢您，我都听说了。我家金枝当时那情况，是您拿了张被单给她裹起来带走的。要不是您出手帮忙，我家金枝可怎么办啊？刘美心只要一想起金枝全身赤裸的被压跪在家属院，她的心就跟刀割般疼。哎呀，不说了，都过去了，也怪我身子骨不行，在家歇着，知道的晚了。哪能怪您，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谢谢您，您救了孩子的命啊！是您那张被单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唉，你妈生前可最疼金枝了，多懂事一闺女，要知道金枝被他妈这么搓磨，棺材板子都要压不住了，太狠心了，外人都看不过眼。见刘美心情绪低落，秋芳婶岔开话题：“听说你把孩子接走了，我也好久没见着了。听说那次后就不愿意出门了，孩子咋样啊？”唉，这是说来话长，我接我妹去了，不是很好。不过我相信离开这里后慢慢会好的。我家没人了，现在金枝也接走了，以后再回来的机会也不多了。我这次回来除了找孙春草，就是处理我家的事。说到这里，刘美心扭头看向一边忙活的黄振东，估摸着有些事还得皇叔帮个忙。黄振东听到放下手里的活就过来了。美心啊，我跟你爸多少年的兄弟了，那是从战乱时期走过来的情谊，你有啥事直接说就是了，跟你皇叔秋芳婶还客气啥？刘美心也没隐瞒，把金枝的情况，以及那天自己破门而入，江运生住在刘家，还有金枝心理问题以及报警的事，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只听得黄振东夫妻直骂娘：“皇叔，那我也就不跟你客气，直接说了。之前顾忌金枝，我一个嫁出去的闺女不好跟孙春草闹翻，家里一切都没沾了，我家荣怀就留下金枝一点血脉了。孙春草不善待她，她就没资格继承我们刘家的一切。金枝也到了能顶班的时候了，我们刘家的一切都是金枝的。皇叔，我爸是食品厂的老人，怀荣也在厂里干了10几年，我们刘家2代人都奉献给了厂里，但人走茶凉，老一辈跟我爸交情好的也走得差不多了。关于我爸留下来的工作和房子这些事，我想请您出面帮着走动走动。金枝出了那样的事回来接班已经不合适了，正好现在到处传上面要下政策，以后工作要废除子女接班制，改成合同制，不少人都跟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找门路。我想趁着这个机会找个敢接手的，把工作和房子都转出去，看能不能拿这钱给金枝到我那边买个工作和房子。行，这事我帮你问。刘美心从黄家出来，直接去找唐红梅他们会合，还没到厂门口，就听到了喧闹声和尖叫声。刘美心那件人就算了，你们凭什么？关你们什么事？真当我孙春草是软柿子，谁都可以踩2脚吗？刘美心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她是我们家当家做主的人，她干啥我就干啥。再说你自己是个啥烂货，还不让人家说。2个女人打架，举着横幅的李宝军不好上前，要拉架的时候，孙春草给他安一个耍流氓的罪名，那他可就洗不清了。李老太也不敢上前，他一把老骨头了，这种实战肯定是能躲就躲，要不然随便一个踉跄没站稳，说不定就要上山了。虽然他行动上帮不上忙，但他在旁边扯着嗓子，不停地散发着声波攻击。我们又没有说错，你自己敢那么干，你还不让人家说？大伙也不少跟你熟的人，谁不知道你把儿子带去水库淹死了？谁不知道你公公被你气死了？听说你当初嫁进刘家还是算计了人家，要换成别人，男人死了自己都不想活了，你倒是好，高兴的上蹿下跳，在葬礼上就大骂死得好。你男人没了才多久，你就带别的男人回家？
家了。围观的人群也跟着指指点点议论了起来。孙春草气得不行，你放屁，啥也不知道就在这乱说。是刘怀荣撞见我换衣服了，他对我负责是应该的。一个大院跟孙春草不对付的婶子不屑道：人家撞见你换衣服了，那也是你喊过去的，就欺负人刘家要脸呗。你住屋檐下，就那挡风雨的席子还是刘家给你绑的呢，又黑又黄的，谁想看你？再说了，你听着脚步声不知道喊吗？非得脱光了让人看见了才喊出声。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李老太更是来劲。你们知道吗？他为了那半道领回家的男人，差点把自己闺女逼疯了。他把家里钥匙给了一个30多岁的老光棍，让那老光棍和自己17岁生病的闺女独处，害得闺女差点被人祸害了。都是女人，他啥心理大家不知道吗？他一个40来岁妇女寂寞了，拿亲闺女当诱饵，让男人来睡她。你们说这世上哪有这种天打雷劈的妈啊？孙春草真的目眦欲裂，撕扯着唐红梅头发的手更用力了。我奶没说错，就是这样的。你一个老寡妇想男人拿闺女当赠品，只要那男人愿意跟你保持不正当的关系，你就默认那畜生猥亵自己亲闺女，你不是个东西，你就应该被抓去打靶。这话一吼出来，现场一片哗然。孙春草更是肾上腺素飙升，狠狠一撸，从唐红梅头上扯下了一把头发。恢复自由的唐红梅强忍疼痛，狠狠朝孙春草下面踹了过去，一脚又一脚，专往阴府去。我让你发烧，我让你找男人，我让你做这丧良心的事，我让你薅老娘头发，老娘打死你！我去，这儿媳妇下手挺黑啊，幸亏早被我打服了。刘美心挤进去拉住唐红梅，咋了？咋回事啊？他欺负你了？愤怒的女士瞬间泄气，唐红梅委屈极了。妈，你可算来了，我差点被这浪夫薅死了，你看给我头发薅的，薅掉了一大撮。行了，没事了，回家给你买洗头油，让你长回来，你去歇会儿，剩下的交给我。那边孙春草站起来，疼得夹着腿走了几步，引得周边人哄笑。他满怀怨恨看着刘美心。刘美心，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怀着什么心思，你闹的这一出，不就是惦记家里的工作和房子吗？我告诉你，没门！你一个嫁出去的闺女，你有什么资格？说着，孙春草朝着围观的人喊道：大伙不知道吧？我这大姑子就是个新娘嫁血的水蛭，之前家里人都在的时候，她就经常回来打秋风，现在看着家里就剩我了，故意坏我名声，想要逼走我，好霸占娘家的房子工作呢。孙春草这话出来，大伙看向刘美心的目光就不一样了，特别是那些妇女们，她们为婆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要男人没了出嫁的小姑子把她们赶走，霸占财产，她们也不愿意，甚至不少人已经开始感同身受了。大姐，你都这把年纪了，下面儿女也都大了吧？咋还容不下娘家的弟媳妇呢？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跟你婆家才是一家人，不能因为家里没人了就否认了春草的付出吧？刘美心目光冷冷地扫过去，说话的妇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说句公道话还不让了？你说，你大声说，你家男人死了，你要虐待孩子，带着你男人的房子和工作偷人啊！我惦记娘家的房子和工作，我怎么前几年不惦记，现在才来惦记？你跟孙春草是一路人是吧？我兄弟没孩子了吗？怎么就轮得上我惦记了？他二婚寡妇再嫁，还得带着前头男人的工作和房子嫁吗？你们上造纸厂打听打听，那江运生都因为耍流氓被开除了，孙春草都已经跟他睡一起了，说白了就跟夫妻似的。现在江运生被抓了，他就是劳改犯家属，你们还同情他吗？你们这是思想觉悟有问题。妇女顿时就不敢争了。我们就随便说两句，我又不知道这情况。没有污蔑，他胡说的，我都已经跟公安同志说清楚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江运生是那样的人，我也是受害者，我是被欺骗的。欺骗？大院不少人都知道是你先追求的江运生，又是嘘寒问暖，又是领着他回家吃饭，家里钥匙都给人家了，你说人家欺骗你，你也就仗着自己是金枝的妈给自己开脱。不过你放心，江运生一定会供你出来的，待会儿我就上公安局问问，我就不信了，你这种人还能在外面瞎蹦跶。见孙春草瞪着眼睛仇视自己，看啥看？你要觉得冤枉，你上公安局告我污蔑你啊！你看他们抓你还是抓我？刘美心，我怎么也给你们刘家生了2个孩子，你就一定要这么赶尽杀绝吗？我真恨不得吃了你，恨不得吃了我！你等着，我正好窜稀，马上去厕所给你整几口热乎的来。还我赶尽杀绝，你看看我刘家还剩啥了？要不是你当初恩将仇报，我兄弟现在儿女双全，我爸妈也还活着，儿孙满堂，我整个张家都被你毁了，你还有脸说这话？老天有眼，你等着被天收吧！刚交完班的保卫科队长姗姗来迟，一伙人又被带去了保卫科，都不用刘美心开口，李宝军就开始递烟说好话道歉。哎呀，实在不好意思，给大哥兄弟们添麻烦了。来了，抽烟都是娘们的事。李老太一屁股坐地上，开始哭天喊地，为金枝叫苦，加骂孙春草。哎呦喂，我那可怜的小孙女啊，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丧良心的妈啊，一辈子都被毁了哟！
唐红梅扯着其中一个年纪大、看起来像是领导的人。大哥，领导同志，隔壁造纸厂都已经把江云生给开除了，他都要被枪毙了。孙春草可是他的姘头，两人同流合污祸害小姑娘啊！劳改犯的女人你们也敢要？你们厂子不怕因为他抹黑了名声？孙春草这情况，说重点是共同犯罪，说轻点那也是乱搞男女关系，这可是重大错误。你们就这么放着不管吗？刚才围观的群众都在议论这件事呢，你们不怕其他的员工有样学样都跟着孙春草一样，带坏了厂子里面的风气？整个保卫科热闹得跟菜市场似的，哭声、喊声、呵斥声以及嗡嗡嗡的说话声。李老太已经开始找凳子上吊了，唐红梅抱住她哭天抢地，保卫科队长要上前拦，被李宝军拉住了。兄弟，你先听我说。这边刘美心一巴掌给孙春草扇的打转，怪我这些年光惦记金枝，没惦记你的命。不许打架！哎呀，没忍住，全都给我住手！随着保卫科队长的一声暴喝，现场终于安静下来了。站在椅子上被唐红梅抱住腿的李老太扭头看刘美心，好像在问我还掉不掉。保卫科队长黑着脸朝着孙春草道：你先走，事情没解决之前你先暂停工作，后面还能不能回来等厂里的通知。孙春草慌了，为什么暂停我的工作？是他们闹事，又不是我。眼看刘美心已经低头拿矮凳了，大队长伸手一把推在孙春草身上。你先走，后面的事厂里会联系你。孙春草被推一个踉跄，压制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你收了他们好处是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就假公济私，你不配做厂里的大队长，我要跟厂长举报你玩忽职守。站在两人中间防着刘美心抱起的大队长被骂愣逼了。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孙春草根本不听。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大院长大的，你们就是欺负我乡下来的。我教育自己孩子还错了，我找对象怎么了？我又不要贞节牌坊，我为什么不能找？你们就是欺负人。刘美心一把推开大队长，欺负你，我还要拿你狗命吗？话落，手中的矮凳就已经朝着孙春草飞出去了。矮凳擦着孙春草的耳朵飞过，撞在墙上弹回来一根木棍打在孙春草身上。傻了眼的孙春草只觉得浑身冰冷，下身一热，液体浸湿了裤腿。保卫队长赶紧拉住抱起的刘美心，还愣着干啥？赶紧走！孙春草，你有种别跑，你给老娘回来！冷静，卢大姐，你冷静一下，杀人是犯法的。看刘美心坐到凳子上，保卫队长开始了思想工作。刘大姐，现在全国都在抓生产搞色化。刘大姐，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听？我在想事呢。大队长愣了一下，额头青筋都在跳了。合着我说了这么多，你一句都没听进去。我在想正事呢，是时候去一趟公安局了。那江运生的判决不知道下来了没有？我还得问问为啥把孙春草给放出来，不能因为她是受害者的妈就轻拿轻放，就因为她是受害者的妈，这事情才更严重，更加品德败坏。你说的对，我在厂里闹有啥用？影响了厂里的生产秩序，是影响了大家。他们可不是孙春草，他们又没有做错事。见刘美心这么识趣，大队长倒是不好再说什么了。那啥，你还有事吗？没的话我就去公安局了。门外听墙角的妇人赶紧往家属院跑，找了半天才在医务室找到人。春草，你快走啊！走啥走？我家在这，我走哪里去？刘美心那泼妇去公安局了，说要带公安来抓你，我都听到了。她说不能因为你是受害者亲妈就轻拿轻放，就因为是亲妈才更要重视。孙春草大惊失色，这件人怎么跟疯狗似的就盯着我不放呢？这是不逼死我不罢休啊！妇人伸手推了他一把，你还嘀咕啥呢？赶紧避避风头吧！听说那江运生都要判了，要他心里不甘也张口养你，我看你也够呛。对，我赶紧避避风头，赶紧避避。公安局，上次接待刘美心的刘国平正好在局里。刘大姐你来了，我正要给保岭城打电话通知你呢。怎么，江运生那边有结果了？这几年审理这种案件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江运生没抗住审讯已经承认了，他确实对刘金枝同志有过不好的心思，也承认了他对金枝同志动过手脚，已经被判为流氓罪。如果在2年前，惩罚力度非常大，这种情况直接就是枪毙。现在已经过了那种高压时期，他这种行为正好避开了极其恶劣的情况，应该不会被判处死刑。刘美心深吸一口气，那大概率会被怎么判？如果按这2个月的一些案例，可能是10年左右吧。那孙春草怎么说？他那性质可够恶劣了。通过审讯江运生，他说孙春草并没有任何话语上以及民事的一些表现，而孙春草只说自己被江运生蒙蔽，我们也只能教育一下。跟刘国平聊了一会，刘美心便道谢离去。她心里很复杂，欣喜江运生受到了报应，又不舒服孙春草干了那么多缺德事，却一点事都没有。第2天，黄振东那边就有了消息，你们休息一下，我去把事情收个尾，不出意外下午咱们就回家了。美心姐，好久不见啊！小平、大庆都是一块长大的老熟人了，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我家的事你们也知道，金枝我接走了，我年纪也大了，娘家基本没人了，
回来看着反而伤感，以后平安县应该是不会回来了。说着，刘美心看了黄振东一眼。其实来套口风的也不只是你们一家，但皇叔一直跟我说你们王家最是实诚，为人也好，不是那种市侩的人，所以别家我都推了。话落，王菊平和王大庆都感激地朝着黄振东道谢。哎呀，皇叔，太感谢了，等后面叫上黄雄，咱们一块吃个饭。工作和房子我们不打算分开卖，一共5000块，你们要答应，马上就能办手续。5000？对，5000，工作2000，房子3000。可房子是厂里的。房子是厂里分配的没错，可我爸我兄弟都在厂里干了一辈子，难不成现在我爸我兄弟没了，我侄女就要被赶出去了？换哪里也没有说家里干活的人去世了，国家就把住了几代人的房子收走吧。话倒是这么说，不过这并不符合规定。说起来，这房子还是厂里的财产。这就是我拒绝其他家选你们家的原因。小平是厂里的财务，小平男人是厂里的副厂长，别人不好操作，你们还不好操作吗？其实要说起来，你们还占了大便宜。这么大的房子3000块钱，要放外面可不少人抢呢。就算你们不住，另给厂里其他没有分配到房子的员工，每个月收租子也划算。小平，你觉得咋样？王大庆下意识地找小妹拿主意，在他心中，小妹读书多，是个聪明有本事的。我觉得美心姐说的不错，这钱要拿在手上，交不是这个名就是那个，几个孩子比着来要，倒不如换成了房子，以后每个月收些租子，两口子好歹有一份收益。可我手上也没那么多钱，撑死只能拿出4000。美心姐，你看我们也诚心，这房子工作我们一手接过来，你也省心不少，价格能不能再让一点？刘美心看了一眼黄振东，要换成一般人，我肯定是不能再让了，但你们是皇叔担保的，再少100，再低就不干了。现在外面一个工作炒到多少钱了，你们心里也清楚。食品厂的效益一直都比别的厂好呢，我是嫌麻烦，但这是要放出风去。行，就4900，这事宜早不宜晚，我们现在就去厂里办手续。小妹，我就4000块，你们拿3900，手上留点零用钱，我给拿1000，但我就一个要求，这房子的事不能让几个孩子知道，以后交给厂里打理，每个月租金我单独拿给你。你说你身子骨也不好，以后吃药看病的时候多着呢。嫂子也是个面团人，现在几个孩子就敢朝你们吼了，以后朝他们伸手要钱，能有个啥好脸看？那怎么行？小平，你这些年已经帮我们很多了，怎么能让你再贴钱？行了，嫂子，我家就我和大哥俩兄妹，从小大哥就照顾我，相互帮衬是应该的，这事你们就听我的。听小平的吧，妈走之前也说了，有啥事和小平商量，他脑子好使。走吧，我正好也没啥事，这边事情处理了，我还得回去上班呢。王菊平夫妻到底是领导，事情办得非常顺利。美心姐，一块吃个饭吧。吃饭就不必要了，你们跟我们去看房子吧，我把房子的钥匙给你。大哥，这房子交给厂里打理，既然打算瞒着，你们就别去了，现在人多眼杂，我跟着去交接就是，后面大家不怎么关注了，你们想去看再去。王大庆夫妻很听话，跟刘美心他们打招呼走了。不枉小时候你哥那样护着你。是啊，人家屋里的闺女早早就嫁出去换粮食了，我家倒是我哥退学供我，后面我妈的工作也让给我了，他说我是妹妹就该让着我，可对我来说他也是我亲哥，我现在有能力了也得护着他。我嫂子也好，我妈养大了我们兄妹，却是我嫂子伺候走的，就冲这一点，我一辈子感激她，别说一些身外之物了，再多都是应该的。刘美心竖起了大拇指，这年头知道感恩的人可不多了。结束了5天的悠闲生活，李宝军不得不面对自己最不喜欢的事。国芳让我今晚陪她回陈家，买完礼品啥的，手上估计就剩下3块多了。你们说我给买一对啥酒好？老三，你这也太穷了，不怪陈家一直看不上你，这么多年你就一点钱都没存下。李宝军有点尴尬。平日国芳吃的用的都好，我也才转了正式工2年，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李宝凤怕二哥找自己借钱，我工资也没发，有多少钱干多大事，你买再贵，陈家看不上你还是看不上。我倒是有钱，都给妈收走了，要不你问问妈。刘美心眼皮子都没抬。你在陈家一直享受的都是正处级待遇，还用想买啥酒吗？你要听我的，这3块你就留下买爹打酒，被揍了正好用得上。不是，妈，你也太看不起我了。我只是运气不好，我只是没有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路。你要早支持我，我早出人头地了。刘美心都懒得骂他了。你干啥工作都3天打鱼2天晒网，一个月你有半个月在跟客户吵架，一年揍几次客人，被投诉多少次？靠着陈家这棵大树，一个临时工你硬是4、5年才转正。之前那几年要不是在家白吃白喝，你早他娘饿死了，还出人头地呢。要换平时，刘美心说不定看李宝军最近的表现，心一软也就掏钱给他撑门面了。但陈家明显看不上李家，
陈国芳甚至逢年过节都不愿意回来，年后就要离婚了。刘美心脑子有坑，才会掏钱给李宝军撑门面。我真是后悔，当初我怎么就看上你了？我当初就应该听我爸妈的话。我姑、我姨妈给我介绍的不是机关单位的领导，就是厂长主任的儿子，我怎么就瞎了眼？挑来挑去挑了个最差的。每次回家，你看我那些兄弟姐妹准备啥礼物，你提的这些能拿得出手吗？陈国芳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悔恨世界，嘴里巴拉巴拉的没完。李宝军低着头没有作声，他不明白，他明明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也选择了自己，为什么结婚后就嫌他这个嫌他那个？他是赚的不多，但就像刘美心说的，他吃家里喝家里的，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陈国芳。陈国芳的抱怨声一直持续到进娘家门口才停了下来。李宝军抬起耷拉的头，努力让自己精神起来。大哥，姐夫也在啊。嫂子辛苦了，辛苦了。陈父眼皮子抬了抬，来了啊。还杵那干啥？把东西放好啊！李宝军陪笑点头，他心里明白，这是陈国芳唯一能在娘家找回一丝脸面的行为。宝军坐，你们先喝着茶，饭马上就好。他一个大老粗哪里懂什么茶？他尝得出什么味吗？拍去，我妈客气两句，你还真当自己是客人了。李宝军赶紧转身往厨房走，眼里闪过落寞。那将你和嫂子都休息一下，让我给大家露一手。陈母看着李宝军进厨房，你说你对宝军态度好一些，这么多人面前也给他留点脸面，他脾气算好的了。国芳你可以啊，把男人训得跟狗似的，哪学来的御夫之术啊？看人家宝军多听你话。陈国芳那虚荣心顿时就上来了。他在我面前也就听话脾气好这一点了，其他的他还有啥？要这点都干不到，我当初嫁给谁都不会嫁给他，我也就图他听话这点了。说着，陈国芳看向姐夫，语气带着恭维：姐夫肯定不能跟李宝军似的，姐夫可是机械厂大领导，下面管着几十号人呢。陈母看着自己从小宠大的闺女，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曾经那个娇俏可爱、温柔婉媚的闺女，结婚才几年，没有丝毫在娘家的雅致文秀，取而代之的是她曾经万般嫌弃的市侩、虚荣和刻薄。李宝军一个人做了6个大菜，分量都足足的。陈国芳跟个大爷似的，指挥着李宝军团团转，一会儿拿筷子，一会儿拿汤勺，还得给他们打饭。行了，宝军做吧，都是自家人，要什么自己拿，都知道放在那。陈大哥连忙附和：对，宝军过来这边坐，今天辛苦你了，待会陪爸好好喝2杯。行，我把围裙放下先。走进厨房，解开围裙，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顿时散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不少人都羡慕他娶到了高门大户的闺女，羡慕他有个好岳家，但这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伸手拍了拍脸颊，李宝军挂着笑容走了出去，在陈大哥旁边的位置坐下，桌子上有点诡异的陷入了沉默。李宝军有点尴尬的端起酒杯：爸妈身体。行了，爸妈都还没说话，大哥和姐夫还在呢，怎么着也轮不上你说话。李宝军端着那杯酒上，也不是下也不是。陈家姐夫有点鄙视的看了李宝军一眼：爸妈，我敬你们一杯，祝你们身体健康。陈父看了李宝军一眼，心里到底有点不忍。都健康，愿大家一起来。你就别喝了，待会还有事呢。李宝军的手臂一顿，干笑道：对，爸妈你们多喝2杯，我就不喝了，待会还要骑自行车呢。国风考虑周全一些，要不我这性子一喝酒就啥也顾不上了。陈国芳骄傲的像个公鸡，目光扫过全场，看我挑选的男人对我百依百顺，我说啥就是啥，就算他没本事也值得。没有任何人接话，陈大姐微微挑眉，轻蔑的切了一声，也就是这一声切，让敏感的陈国芳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大姐，你切什么呢？你是在嘲笑我吗？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家宝军，这是我自己挑的男人，轮得上你们看不上吗？姐夫是有出息，你看姐夫给过你脸吗？一大家子都指望你伺候，你在你婆婆面前伏低作小，我至少高傲的挺直腰杆，你有什么资格笑话我？陈国芳这种过激的维护让李宝军难受极了，就像他是什么拿不出手的东西，让他丢人了。陈大姐一张脸涨得通红：陈国芳，你疯魔了吧？一直都是你自己打压看不起你男人，把你男人训狗似的训，你自己都看不上，还指望我们怎么高看他？我不就切了他一声吗？我至少没像你一样把他骂得跟狗似的。行了，都要干啥？还要不要吃了？要这个样子，以后都别回来了。陈府这话是说给所有人听的，但陈国芳敏感，他觉得父亲就是在说自己，他不敢朝着陈父去，拿起筷子朝李宝军砸了过去。丢人现眼的东西，还坐在那干啥？人家看不上你，走，回家。国芳，你冷静一下，你爸就事论事，没有针对你的意思。陈大姐不乐意了，不是针对他，那就是针对我呗。我做错啥了？我不就切了一声吗？你们谁把他当一回事？至少我还在明面上。陈姐夫呵斥妻子：国华，你少说2句。我怎么了？我说话还不能说了吗？这是我家，我还不能说话了？你们以为我是李宝军呢？随你们欺负逗弄都没脾气。李宝军麻木的拿起酒瓶灌了一大口，没意思，真的没意思极了。陈父气的拍着桌子骂娘：要不想在这个家里待，全都给我滚出去！
陈国芳委屈的直哭，她心有不甘，却没办法说出口。陈大姐也红着眼睛哭。从小你们就偏心他，啥都让我让着他。之前是他自己一心要嫁拦都拦不住，现在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谁欠他的？现在嫌弃做姊妹的压他一头了，怎么？难不成他过得不好，我们都不能好过了？你们只惦记他，这么多年了，该帮的不该帮的都帮了，我呢？你们问过我吗？我是嫁的比他好，可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了解过吗？李宝军麻木地站起来，招呼都不打一声，朝着门外走去。这些用尊严给陈国芳撑出来的脸面也没有了。陈母看着李宝军离去的背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朝着陈国芳骂道：“你当初既然选择了爱情，就不该强求他有啥出息。他不是今天才这个样子的。说句实话，他已经改了够多了。这么多年下来，你心里怀着不甘，想让他有一番作为，结果呢，他没做出啥建树，你倒是越发执拗钻牛角尖了。”小妹，妈说的不错，宝军其他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一个男人能为你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了，你只要认了，接受了他的平庸，你现在生活应该也是很幸福的。陈国芳又何尝不清楚自己心结是什么？可能是大家指责的情绪太上头了，他竟身子欲软晕了过去。国芳，你怎么了？哎呦，你们干啥那么说他？陈大姐脸上的愤怒褪去，只剩下忐忑。要陈国芳有个什么事，父母肯定会怪到他身上。还站着干啥？送医院啊！陈国芳醒来的时候已经躺着病床上了。国芳，你可算是醒了，你这孩子咋自己怀孕了都不知道，都已经2个月了，胎还没坐稳呢，现在可是双身子的人了，以后可不能再这么气性大了。陈国芳却僵了。那你说啥？傻孩子高兴坏了吧？你怀孕了，你要当妈了。陈国芳感觉心跳漏了半拍，怀孕2个月，而她和李宝军已经3个多月没有在一起了。这个孩子的到来，也让她心里涌出了一股无法控制的怨恨，是对李宝军的。这么多年，她背负着不下蛋的母鸡罪名，被大家说闲话指指点点，结果她只2次就怀上了。国芳，听妈的，现在都已经有了孩子了，妈知道你心里不甘，但你这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以后你就好好跟宝军过日子行吗？不要再闹了，宝军那孩子是个好的，这么多年他怎么对你的，我和你爸都看在眼里。虽然他是平庸了些，但作为一个男人已经很好了。陈国芳深吸一口气，那我想跟李宝军离婚。啥？你说啥？我说我要和李宝军离婚。哪怕陈母再疼这个闺女，这是也来了气。你咋回事呀？闹了这么多年了，现在都要当妈了还这么不懂事。你爸说的没错，是我把你宠坏了，让你从小到大都这样，想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考虑后果，也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好不容易孩子也有了，你又要闹着离婚，你想过孩子怎么办吗？我跟你爸都这把年纪了，我们的脸往哪搁？你离婚又去哪里？大着肚子回娘家让你嫂子伺候你吗？你哥还要不要过了？陈母越说越气。陈国芳，做人不能这么自私，你知道你自己一时兴起能弄出来多少事吗？人家李宝军怎么你了？人家李家对你还不够包容吗？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懂事？陈国芳面不改色地听着陈母谩骂，等陈母换气的功夫，才不紧不慢道：“那孩子不是李宝军的。”陈母那骂声顿时就卡在了嗓子眼，2颗眼珠子瞪得老大。她是大宅院长大的，思想也比较封建，教育孩子也是，在她心中，贞洁是女人最基本的道德标准。陈国芳，你简直就是不要脸！我怎么就生出了你这种女儿？我怎么不要脸了？是他们李家对不起我，是他们害了我。要不是李宝军，我现在根本就不会这么狼狈，我哪里还用背着这样一个骂名？我早跟着芳芳他们似的做富太太、做厂长夫人去了。陈母慌张地去关了病房门。丢人，太丢人了！李宝军也是当初你自己选的，更何况李家哪里差了？人家父母都是双职工，家里兄弟姐妹也不差，也不急着你让你过自己的日子。你以为芳芳他们的日子真像表面那么光鲜亮丽吗？私底下的鸡飞狗跳，人家也不能拿出来给你说。你就是不知好歹，你就是贱！陈国芳狰狞着支起身子，对，我就是不知好歹，我就是贱行了吧？我这么贱，不也是你生养教出来的吗？只有最亲的人才知道痛哪里最让人痛。果然，陈国芳这话一出来，陈母脸上一片惨白，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这么多年，并不是我不能生，而是李宝军有问题。他们李家不是包容我，而是让我背着这个罪名，我凭什么要为他守着？陈母铁青着脸，他不能生，你可以离婚，而不是怀上孩子才来离婚，这是道德问题。那个男人是谁？谁的孩子？是不是那个姓刘的采购经理？看陈国芳撇开脸不说话，陈母便知道了。你糊涂啊！那刘江涛能是啥好人？他下乡那几年都结过婚了。结过婚又怎么样？我也结过婚，他都已经告诉我了，并没有瞒着我。而且他那次结婚是被乡下女人给算计了。那不管你怎么说，这婚我离定了。你也说了，我好不容易怀上个孩子，我不可能打掉，要跟着李宝军，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见母亲一脸陌生地看着自己，陈国芳语气一软，那我知道从小你就最疼我了，这么多年你不也心疼我过得不好吗？求求你了吗？帮帮我，
就保我这次嫁给江涛后，我一定好好过日子，再也不折腾了。另一边，李宝军对陈家后续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漫无目的的溜达到了深夜，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自家门口。院内没有灯光，看得出大家都已经睡着了。他下意识的转身想要回去，但走了2步就顿住了脚步。他不想回去看陈国芳的脸色。姑姑，有人在敲门，你好好睡，我去看看。哪个不要命的王八蛋半夜敲门？只要不是报丧，别的理由老娘都不认，非得骂死这缺德货不可。谁呀？看着门外的李宝军，刘美心那本就愤怒的怒火又往上窜了一截。要死呀你！深更半夜的，你发什么病？李宝军低着头径直往里走，刘美心关上门追上来就要动手，这才发现李宝军不对劲。李宝军今天跟着陈国芳回娘家去了，难不成他发现自己被戴绿帽子的事了？他小心翼翼地试探，咋回事啊？这大冷天的半夜还往家里跑，你媳妇怀孕了？李宝军下意识道：没有，没有，那就好。你爸在你屋睡呢，你们3个挤挤，冷死老娘了。天塌了也明天再说。第2天，百货楼采购经理刘江涛被陈母叫到了医院。陈母对刘江涛的态度不好，明知我闺女是有夫之妇，他俩还背着李宝军走到一起，证明他的人品道德就不正。这事瞒不了多久，我去外面，你们好好商量一下。陈母走出去后，刘江涛这才朝着陈国芳走了过去。国芳，这孩子真是我的。刘江涛，你什么意思？提上裤子不认账了吗？你明知道我3、4个月没跟李宝军在一起了，我只跟过你，孩子2个月了，不是你的是鬼的。不是，我不是怀疑你，只是之前你说你不能怀，而且我们才2次。陈国芳咬牙切齿道：我之前不能怀是因为李宝军不行，是他不能生。刘江涛眼里闪过怀疑，他虽然想要傍上陈家，但他可不能帮别人养孩子。太突然了，我这一时间脑子乱得很。国芳你怎么打算的我都尊重你，你要生还是不生我都听你的。刘江涛自己也明白这不是件光荣的事，大部分责任必须要陈国芳自己担，要不陈家那边会对自己印象不好。我打算跟李宝军离婚。刘江涛心中一喜，故意惊地站了起来。离婚？对，孩子是你的，我还跟他在一起算怎么回事？而且我妈都已经知道了，我跟李宝军离婚后跟你结婚，这是你的孩子，你要负责。不，国芳。陈国芳此时最是敏感。不什么不，你不想负责。当初你拉我进你房的时候可不是这副态度，你说你喜欢我，说你心疼我，说你……刘江涛惊慌地捂住了陈国芳的嘴。国芳你小声点，我啥时候说我不负责了？但这事得从长计较，你怀孕这事一定不能让李家知道，要走漏煞风声，我这采购经理也干到头了。另一边，李宝军中午下班后见家里没人，心想着自己到底是男人，跟媳妇低个头也没事，打起精神去陈家接媳妇去了。你不知道啊，昨晚闹得有点大，国芳气晕了，现在在宝岭第1人民医院呢。医院的走廊上，陈母正坐在木椅上发呆。就在他愁肠百结的时候，李宝军已经站在他面前了。妈，你咋坐在这啊？国芳怎么样了？陈母吓得差点蹦起来。你宝军啊，你咋过来了？陈母的神情慌张又带着惊恐。李宝军虽然现在被陈国芳压得死死的，但陈母更知道他性子有多烈。这要是知道刘江涛的事，说不定当场就把人点埋了。我去接国芳了，嫂子说她昨儿晕倒了。对了，国芳怎么样了？国芳没事，国芳在休息呢，刚跟我吵了2句，心情不好才睡下，不要打扰她。对了，宝军你吃了吗？我们还没吃呢，要不你去食堂给我们打顿饭上来。李宝军有点尴尬，他手上那点钱昨天全都买了礼物和酒了。那我这出来得及，身上也没带钱。陈母根本顾不上那么多，赶紧从兜里掏出1张大团结塞李宝军手里。我这里有，我这腿脚不行，麻烦你跑一趟。对了，你上国营饭店买，那边的师傅手艺好。行，正好我家老四在国营饭店上班，我让他给插个队，应该很快回来。不着急，国芳还没醒呢，你先吃了再给我们带过来就成。还没到国营饭店门口，远远就听见刘美心对着李宝海破口大骂：蠢货，我怎么生出了你这种蠢货？你婶子好好给你介绍对象，结果你倒是好，把人家带沙利亚吃饭，还要求1人出1半钱，你一顿饭吃10块，你是饭桶吗？10块一顿的饭，人还要出5块，人家饭天条了。要跟你这种没本事还硬装的逼王吃饭，你知道人家回去怎么说的吗？别说老娘了，你婶子都被你连带着没脸，你咋这么能装啊？看着老四被骂得狗血淋头，李宝军本来阴郁的心情豁然开朗。果然，人的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老四，妈妈你那是为你好，那是在教你，你要记在心里。这个时候你咋在这里？李宝军干巴巴解释道。那昨儿陈家闹起来了，国芳可能这段时间出差累坏了身体，再加上气性有点大，被我岳父岳母说了2句晕倒了。陈家本就看不起他，丈母娘刚才塞给他的10块钱他不想要，
怕以后陈家拿这个说事。我丈母娘让我出来买饭，我这身上也没带钱，你借我几块钱呗，过2天发工资了我还给你。刘美心瞬间提高了警惕。陈国芳住院了啊？你刚见着陈国芳没？没有，我才到医院就被我丈母娘支出来买饭了。她说国芳刚睡下，让我别吵她。刘美心拉着他就往回走，赶紧的，快！我还没买饭呢。你买个妈的饭，这个时候还吃饭？吃你妈吃吗？你个傻！李宝军这个帝王绿，媳妇都怀上别人孩子了，他还给人家当牛做马伺候孕妇呢，还买饭？你个傻！你买个屁！人陈家住得近，你丈母娘不知道回家带吗？就算你丈母娘没空，陈国芳他哥他嫂子也会送，哪用得着你跑国营饭店来买？李宝军被骂得一头雾水。妈，你到底要干啥啊？干啥？捕坏人！快，去晚了就跑了。这一次，刘美心一定要抓个现行。站在道德最高点压的陈家没脸反抗。上辈子明明是陈国芳偷人怀了孩子，结果却因为李宝军冲动打了人，背了劳改犯太监的名声，还签了不平协议，才拿到了谅解书。刘江涛和陈国芳一点影响都没有，依然是百货大楼的优秀员工。李宝军虽然脑子还是懵的，但看刘美心那严肃的脸色，还是下意识的跟上。李宝海站在那思索起来，妈脸上那神色，上次踹大哥房门的时候出现过，愤怒中带着兴奋。对，妈又要搞事了。突然李宝海瞪大了眼睛，妈不会要搞到陈家头上去吧？那可是陈家啊！陈父虽然退下来了，但陈家大哥可是宝岭城的秘书长，陈家在宝岭城依然还在最顶尖的那批圈子里。完了，妈不会想不开，拿着整个李家去和陈家拼吧？妈，你冷静一下，你等等我还是黄花大闺男，我还没娶媳妇呢，你可千万要冷静啊！妈，你刚才说的赌坏人是什么意思？待会你就知道了，哪个病房？快点带路。好像是2楼205，刚我看我丈母娘坐在门口守着呢。陈母刚把李宝军支开，就冲进了病房。李宝军来了，我把他支去买饭了，你赶紧走。国芳，你记住我说的话，怀孕这事一定得先瞒着，反正你和他这么多年感情也不行，你直接找个别的由头离婚。说到这里，刘江涛语气一顿，不，以陈家的条件，李宝军一定不会老实实的离婚，你最好想法子为难他，让他知难而退。只要娶了陈国芳，陈家就是我的岳家了。宝岭城副秘书长是我大舅哥，姐夫是机械厂的副厂长，百货大楼最高领导是我妻子的表哥。我可不是李宝军那个废物，就这人际关系，我能一路飞升，成为宝岭城有名有号的人物。想到这里，刘江涛目光一闪，朝着旁边陈母道：“阿姨，我和国芳的情况你也清楚了，这些年国芳过得多痛苦你也看得见。国芳经常跟我说你最疼她了，您就帮帮我们吧。我们知道这事办得不地道，但我和国芳是真心相爱的，可惜命运弄人。等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另嫁他人了。我们一直克制守己，可情难自禁啊。这事肯定不能闹大的，要不对我对国芳对陈家影响都不好。李家那边最好能让他们自己主动退出，把离婚这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国芳跟着他苦了这么多年了，李宝军为国芳付出一些都是应该的。阿姨，我跟你保证，我以后一定好好的对国芳，要我对她不好，让我刘江涛天打雷劈。走廊外面，李宝军快步跟在刘美心身边。妈，你也知道陈家本就看不上我，要你还闹，那我和国芳就更过不下去了。而且国芳脾气不好，你是知道的。病房内，刘江涛拉着陈国芳的手，国芳你别怕，不管后面是什么狂风暴雨，我都跟你一同面对。既然上天让我们走到了一起，这都是命中注定。话还没说完，刘美心把病房踹开了。妈，你冷静有话好。我操，你他妈谁啊？刘江涛跟触电似的松开了陈国芳的手。你要干啥？他没想到这么快会跟李宝军对上，他的打算是自己做个隐身人，离婚的事让陈家出马，他坐收渔翁之利。刘江涛紧张又害怕，下意识的去看陈母。你不是说他买饭去了吗？干什么？我干你！你还问我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李宝军怒火冲天，朝着刘江涛大步走了过去。宝军，你听我说，合着你刚才坐在门口是在给他俩把风呢，还指我去国营饭店买饭，你们对得起我吗？刘江涛终于回过神，知道自己刚才露了马脚了。李同志，你误会了，都是误会。我是陈国芳同志的同事，听到他住院了，所以代表单位过来慰问。慰问要手拉着手，还弄个老太太守着门，还命中注定。来跟我说说，你们命中注定啥玩意？陈国芳已经习惯性打压李宝军，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把李宝军放在眼里。李宝军，这里是医院，别把你那没教养没素质那套弄到这里撒泼。陈母心虚，越是心虚就越不饶人。宝军，你也是，这么多年了，脾气还是这样，啥事都不经过大脑，不怪我们从一开始就看不上你。看母女俩理直气壮的样子，李宝军也开始怀疑是自己搞错了。但刘美心却是知道陈家人的不要脸。看不上你也得忍着，后半辈子你还得看我儿子，我儿子还得送你走呢。亲家母，你怎么说话的？还有没有点素质了？我招你惹你了？就你这尖酸刻薄的性子，难怪我家国芳嫁进李家几年老了这么多。
是人都会老，除非死得早。亲家母还是个文化的人呢，这点常识还要我这个没文化的告诉你？我家老三是不争气，但这么多年也算是把陈国芳当公主似的捧着了。哟，就你们家也好意思说把我家国芳当公主捧着？你儿子也是好起来了，都有资格当驸马了。刘美心学着他的声调，哟，就我们家追我儿子的姑娘，能从我家大门口排到学校门口，可惜被你家公主热情主动的截胡了。阴阳怪气就算了，刘美心还配上了又闭眼又撇嘴的表情。时气的陈母捂住胸口，朝后退了2步。刘江涛下意识上前1步，搀扶了一把。阿姨，你没事吧？李宝军感觉自己呼出来的气都是绿色的。他有没有事不知道，你他娘的肯定有事，老子打死你！刘美心看李宝军那很近，不敢上去拉人。李宝海，你要死啊，还不上去拦着？一脚就把旁边看热闹的李宝海踹了出去。别打了，别打了，哥！你不想活了，我成全你！李宝海扭头朝着刘美心求救：“妈妈救命啊！”那边刘江涛捂住哗哗流血的鼻子，颤颤巍巍爬起来。陈国芳掀开被子下去扶他：“你怎么样？没事吧？”李宝军马上扭头怒视两人。刘美心抓住机会上前，跳起来一巴掌拍在李宝军头上：“打！下手没个轻重，那玩意长得就一副短命鬼样，你不打他都要死了，你一动手正好赖你身上了。”再一巴掌拍他头上：“老娘养你这么大是想让你给我养老送终，不是让你给别人送终的。我还没死呢，我能让你吃亏吗？”第3巴掌拍上，退下！一连3巴掌，把李宝军那梗着的硬邦邦的脑袋给拍低了头。见李宝军那一身的力气收敛了不少，刘美心看向了陈家母女和刘江涛。陈国芳跟护犊子似的站在刘江涛面前，李宝军瞬间又气血上涌。陈国芳，之前他和陈国芳谈恋爱的时候，陈国芳也是像现在护刘江涛似的，把他护在身后。两人经历了百折不挠，好不容易才走在了一起。李宝军不明白，当初那么矢志不渝，为什么短短几年就变得面目全非？病房内的吵闹惊动了不少人，负责这个病区的护士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干啥？都围在这干啥啊？散了，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有啥话好好说，不要大吵大闹影响了别人，也不可以打人。病人还怀着孕呢，你们也顾及一下病人的情绪。娃娃才2个月，昨儿还动了胎气，要让孕妇静养。这话一出来，陈母几人脸色大变，目光躲闪。刘美心眼里闪过了然，李宝军眼里闪过欣喜。怀孕了？你说国芳怀孕了？哈哈，我要当爹了！妈，你听到了没有？李宝海看着被陈国芳护在身后的刘江涛，眼里满是复杂的看向李宝军。老三，是你的不？你这说的什么屁？李宝军张嘴就要骂，骂到一半卡嗓子眼了。等等，护士同志，你刚说几个月？2个多月了，你自己媳妇怀孕多久都不知道，还有脸在医院呢？这段时间不要刺激孕妇。昨儿就是情绪激动，所以才动了胎气，这几个月很重要。护士同志的话还没说完，李宝军急切地问：“我们上次在一起是4个月前，怀上孩子能2个月吗？”陈国芳又急又气，目眦欲裂地冲李宝军喊：“李宝军，你个混蛋，胡说八道什么？闭上你那臭嘴！”哪怕李宝军反应再迟钝，也明白了。陈国芳，你他妈的偷！宝军，陈母激动地打断了李宝军，这话要是喊出来了，他们陈家的名声就没了。你们夫妻有啥误会，私底下说开就是了，没必要在医院这么闹。有些话要考虑清楚了才能说出口，说出来了可就收不回去了。刘江涛不动声色地推了陈国芳一把。李宝军，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样，一个不对你意思你就闹，就找事打架，你就不能改吗？尽管陈家母女反应极快的遮掩，但那小护士还是明白了什么。她看向李宝军的目光已经带上了怜悯。哼，刘美心冷笑一声：“就陈国芳和李宝军还是夫妻吗？啥难听的话没说过，还用得着考虑清楚再说出口？我知道你们陈家要面子，但今天这事已经明摆在这了。你们陈家有权有势，但我们李家也不是随你们拿捏的软柿子。”说着，他看向刘江涛：“你把这短命的喊过来，就证明了一切。只是不知道这是你们整个陈家的意思，还是你们母女俩的意思。”刘美心走向陈母，压低声音：“你不傻，我们也不傻。今儿既然堵这里了，这事肯定不能拖了。要今天放他走了，你们马上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平民百姓玩不过你们，所以现在你们就2个选择：要么你现在去喊你们陈家能当家做主的人过来，要么我们直接就报公安。现在国家抓这一方面正严呢，乱搞男女关系、婚内出轨、怀上丈夫以外男人的孽种，闺女偷人当妈的不教导纠正，还帮着打掩护拉皮条。我倒是要看看这一桩罪名盖上去，你们陈家是不要名声选闺女，还是大义灭亲选儿子的仕途？”陈母听着刘美心的话，呼吸都急促了起来。亲家母，刘美心翻了个白眼。现在知道叫亲家母了，没用。这些年李宝军愿意在你们面前当哈巴狗，我管不着。陈国芳看不上我们李家，我也无所谓，反正跟他过日子的是李宝军，他承受的一切都是他活该。
陈母心中一松，亲家母，我知道你是一个好说话的人。说着，他连忙朝外赶人。看啥看？没见过俩亲家吵架啊！把人赶出去，关上门。陈母这才一脸讨好的对刘美心道：“亲家母，都是一家人。”哎，别，我们可不是一家人，从始至终都不是。你们陈家高门大户，我们家一直攀不上。你看这些年我们两家有来往没？我们心里都有数。来，让我猜猜。要今儿没让我们赌上，你们会怎么对我家老三？你们会变本加厉，不停地打压李宝军，让他受不了，主动提出离婚，把这一切的罪名都推他身上。他要不按你们的意思走，你们会在他最愤怒、最憋屈、压抑的时候刺激他，让他暴起伤人，然后借着故意伤害他人的罪名把他弄到监狱里。明明是陈国芳做错了事，最后却是我们李家付出巨大的代价。陈母目光躲闪，亲家母，你说啥呢？我们咋能干那种事？其实这事都是误会。误不误会我不想知道，我给你时间，你现在去喊人，我们不去别的地方，就在医院办。要今天这事不出个结果，陈国芳和这短命鬼谁也别想走。我儿子的脾气你们也知道，他做事没个轻重，你最好快点，要不等你回来的时候，说不定他们两人已经被李宝军从楼上丢下去了。妈，你别走，我害怕。陈国芳害怕李宝军真把他们扔下去，陈母也忌惮地看着李宝军，身体下意识地往陈国芳前面挡了挡。你要不去喊人，我们就报公安了，让公安同志来评评理。说着，刘美心朝着李宝海一抬下巴，老四，去报公安。李宝海转身就要去开门，陈母尖叫着冲过来拉住李宝海的手，不可以，不能报公安。李宝海条件反射的一甩手，陈母就地上去了。妈，李宝军，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当年要不是我们陈家帮忙，你早就不知道去哪的嘎吱脚插队下乡去了。你跟别人打架，你住的房子都是我们陈家帮忙，你们现在还敢对我妈动手，你的心被狗吃了吗？李宝军红着眼看向陈国芳，可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去修理厂上班，是你硬逼着我去。我不想跟你住宿舍，我想住在家里，是你硬要我搬出去，是你主动要跟我结婚，是你说你喜欢我。陈国芳神情带着疯癫，是我，那是我年幼不懂事，我后悔了不行吗？我就不能变吗？我一时糊涂跳进了火坑，我现在想爬出来不行吗？你自己看看你自己，都这把年纪了，一无是处一无所有，你还要耽搁我多久？那也不是你偷人的理由。陈国芳被李宝军吼得后退了一步，眼里带着不可置信。以前他们夫妻吵架吵得再厉害，李宝军都没有这么凶狠地对他说过话。一股巨大的委屈涌上鼻尖，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掉。刘江涛硬着头皮站出来，李同志，你不要对女同志这种态度，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是我情不自。禁字还没说出来，他就被李宝军一巴掌扇飞了出去。有你个畜生说话的份吗？江涛哥，陈国芳哭着去搀扶刘江涛，看向李宝军的眼神3分怨恨7分恐惧。陈母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亲家母，这事确实是我们的不对，但闹大了对你们也没有好处。再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不能说你家宝军就一点错都没有吧？刘美心今天跑这里可不是跟陈母讲道理的。老四，你还等啥？耳朵聋了吗？我让你报公安去，让公安同志来处理这乱搞男女关系的奸夫淫妇，处理这还没出生的孽种，该打靶打靶，该游街游街，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李宝军低着头不说话，陈国芳和刘江涛脸色大变，陈母尖叫出声：不能，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们要把我家国芳逼死啊，他还是个孩子呀。见李宝海就要出去，陈母大声哀求：我去，别报公安，是我没教好他，我回去喊我家当家的过来谈，你们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千万不能报公安。怕刘美心不同意，陈母扭头朝着李宝军苦苦哀求：宝军，我家国芳也跟了你这么多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他一时糊涂行错踏错了，你不能真把他往死路上逼呀。一直嚣张的陈国芳听到刘美心说打靶游街时已经吓傻了，早干嘛去了？这种事你觉得就你们母女私底下说几句好话能解决？浪费我时间，赶紧去。陈母狼狈地看了闺女一眼，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气，但冲动和暴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你们不要吓唬我家国芳，她怀着孩子呢，要有啥事你们也脱不了干系。说完，他灰头土脸地朝着外面跑去。刘美心朝着李宝海道：待会陈家大部队就要来了，就我们仨肯定应付不了，你也回去喊人，把你爸你二叔他们都喊来。那李宝军涨红着脸，语气带着尴尬和羞耻，妻子给自己戴绿帽子，还怀上了别人的孽种，这对一个男人来说那是巨大的耻辱。要家里人和二叔他们都过来，他真是一点脸都没有了。刘美心哪能不懂他的意思？藏着掖着这事就没发生了吗？人家明显是不想跟你过了，都在宝岭城生活，熟人这么多，再过几个月人都要生了，你瞒得住吗？你还考虑你的脸面呢？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待会陈家拿权力压我们怎么办？我们可都在宝岭城上班，万一人家朝我们使坏，丢了工作。李宝军一个机灵，老四你等等。屋内，陈国芳和刘江涛对视一眼。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人被李家人堵在了这里。现在李宝军走了，只剩刘美心一个老太太。只要刘江涛能跑，
对他们来说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刘江涛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看了一下窗户，又看看敞开的门口，又小心地瞄瞄刘美心。怎么，奸夫要欺我老无力了？看我一肘能给你击出2里地步。一个老妇而已，心思被点破了。刘江涛眼里已经带着点跃跃欲试了。双方对峙了一会儿，刘江涛突然朝着门口跑了起来。刘美心反应极快，双脚一跳，就像八爪鱼盘上了他的腰。两人纠缠几个回合，就在他快坚持不住时，李宝军带着喘不过气的李保国回来了。老三，你这么多年总打架，今天可以往死里打了。李宝军没等刘美心反应过来，一把将刘美心扯了下来，薅住刘江涛就着走。干什么？里面在干啥？快开门，不许打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让他们别吵了。老三，让他闭嘴，赶紧过来写认罪书。李宝军举起拳头，都给我闭嘴，再吵全都打死。吓得刘江涛和陈国芳的哭声嚎声都卡在了嗓子眼。刘美心朝着李保国就是一个脑瓜崩。我好不容易让老三那个饭桶冷静，你还怂恿他打架。李保国捂住脑袋小声的解释：妈，那可是陈家，不趁着现在他们没到场，赶紧把这事给定死了。难不成等他过来翻供吗？赶紧让那奸夫把认罪书、忏悔书以及两人偷情的具体情况全都给写下来，画押签字，然后藏起来，这样陈家来了也没法子了。既然注定要对上，必须万无一失，必须铁证定死了，我可不想有什么意外。不错哈，读书多的搞阴谋诡计都高明些。李保国嘴角抽了抽，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啥阴谋诡计？我好好在信贷公司上班，我怕老三的事影响我，我不得防一手。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让他写。老三快，听你哥的，让那奸夫把具体情况都写下来，要不就从2楼给他丢下去。我写，别打了，再打要死人了。李保国赶紧把准备的纸笔递过去，快点，写慢了打死你。反正陈家不会不管你们，免得我弟怒火上头拉着你同归于尽。要这样，你的那些算计都白搭了。李宝军一把抓住他的后脖，好，我写，别打我了，我都写。写什么？写你和陈国芳咋勾搭上的？啥时候鬼混在一起的？鬼混了多少次？他肚子的孩子是不是你的？是你主动的还是他主动的？这是陈家人知道不？陈母找到你后是怎么说的？你们又是打算怎么算计李宝军的？最后写你知道错了，写你认罪，写你对不起李宝军，对不起党和组织的教导，希望获得李家的谅解。不能写。你是觉得我不会打你，再多嘴把你俩扔下去。很快2份认罪忏悔书写好，李保国抓起来大概看了一下，来，签字画押，签字可以模仿，手指印可模仿不了。说着他朝陈国芳看了一眼，老三赶紧把那娘们也弄过来签字，他要不愿意你就往他肚子上打，反正你们还没离婚，打掉了你就说是你的孩子，跟媳妇打架不小心把自己孩子打没了，不管是陈家还是公安都不能拿你怎么样。李保国这话说出来，陈国芳根本不敢反抗。别动我，我签还不行吗？李保国将按了指印的2张纸收起来，为了待会谈判顺利，最好两人都敲晕，别让他们有机会说话，你们直接拿着认罪书跟陈家谈就是了，打架啥的我也帮不上忙，我先走了，这张你用来谈条件，另一张我带走，这可是我们李家全家的护身符。说完他把1张纸递给刘美心，转身就走，他害怕在场的话被陈家人记恨上。刚到楼下，李保国就遇上了李宝海带着李金民兄弟过来了。保国你妈他们呢？楼上呢，看陈家人刚才已经上去了，爸你们赶紧上去，只有妈和老二我怕他们吃亏。妈，他们来了。刘美心看看被李宝军砸晕的刘江涛，又看看目光呆滞的陈国芳，等等，老四他们也快到了，等人到了再开门。很快外面响起了李宝海的声音，妈，我们来了。门一打开，一大群人涌了进去。国芳，陈母直奔缩在角落的陈国芳。妈，你咋这时才来啊？李宝军那混蛋打你了，他是不是打你了？他就不是人，我嫁给他这么多年了，他凶我，他把江涛哥往死里打。陈大哥听着陈国芳的哭诉，气的脑子都在跳。蠢货，你都偷人揣上人家的崽了，难不成还有人家捧着你？宝军，这事可能有误会，我们都冷静一些，把事情弄清楚先。说着他指了指刘江涛，你这脾气也要改了，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冲动，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说，非得动手，要将人弄出了个好歹，这是你自己能善后吗？不还得麻烦我们陈家给你擦屁股。刘美心知道陈家看不上李宝军，但没想到都到这个地步了，他们竟然还这种态度。你媳妇偷人了，怀了别人孽种，你还能冷静，还好说？你那不叫冷静，那是习惯了吧？度量这么大，不怪你能做领导。你妈这一路上没跟你说咋回事吗？教出这种伤风败俗的闺女，要是我家都打死了。你们倒好，进门不说教育闺女，倒是先教育起女婿了。果然是好家风，难怪你家养出来的闺女能干出这种偷人的事，难怪你妈还能干出这种帮着奸夫遮掩的事。这高门大户的家风我真是见识了。陈大哥好歹是个领导，平日一直都是被人捧着的，被刘美心指着鼻子骂，火气也被拱了起来。你个老女人怎么说话的？我老我骄傲，你想年30，你活不到我这个岁数，你嫉妒，还没到7月半呢，你倒是出来溜达了。陈大哥鼻子都被气歪了。你陈父黑着脸呵斥：国强，闭嘴！
亲家公亲家母，孩子年轻气盛，让你们看笑话了，是我们没有教好。今天这事说白了也就是家事，大概情况国芳妈已经跟我说了。国芳这孩子从小被我们惯坏了，我代表陈家向你们致歉。国芳和宝军也这么多年了，宝军这个孩子做事虽然冲动，但我知道他是个好的。别扯那么多了，你就说这事怎么办吧。陈父没想到自己这么给面子了，刘美心的态度还这么强硬。一日夫妻百日恩，孩子们的事，我们做长辈的自然是劝和不劝分。刘江涛我会让他离开宝岭城以后再不出现。宝军这么多年也没个孩子，以后就跟国芳好好过日子。我不跟他过了，我要跟他离婚。爸，我半辈子都被他给毁了，你难道还想我下辈子也不幸吗？我已经怀了江涛哥的孩子，江涛哥说了会负责的，我要跟李宝军离婚，跟江涛哥在一起。陈父被气得额头青筋都爆了起来，转头就给了陈国芳一巴掌。你给我闭嘴！你好好说不行吗？他现在是双身子的人，你还这么打他？他这个样子就是被你给惯的，你看看他像什么样子？我能给他兜一辈子底吗？我生不出这么没有廉耻的闺女，要他敢跟宝军离婚，我就当他死了。行了行了，陈茂生，你要打骂闺女回家打骂，不要在这里演戏了。你家是有权有势，现在闺女偷人你还能给她兜底，就是不知道以后杀人了还能不能在这宝岭城一手遮天。陈父脸色更不好看了。亲家母到底是两个孩子过日子，这事还是让宝军自己做主的好。而且我家国芳虽然骄纵，但性子单纯，肯定是被人哄骗了。你们也不能因为他一时犯了错就一棍子把人给打死了。再说你们张嘴就说他怀的是孽种，你们有证据吗？全凭一张嘴，我也能说你们这是故意污蔑，想要从我们陈家捞好处。陈茂生，你这话说晚了，你闺女和后女婿已经把两人乱搞男女关系的经过，以及你们陈家怎么违反组织纪律、帮着遮掩的情况都签字画押了。如果你硬是这种态度，那我就带着这份忏悔认罪书上纪委去。你不用炸我，国芳他陈国芳就在这里，你问问他是不他亲手画的押。陈父下意识地朝着陈国芳看了过去，陈国芳目光躲闪地低下了头。陈父气得又一巴掌甩陈国芳脸上去了。不要脸就算了，你还蠢的吃屎！既然都已经认了，还让我们来干啥？是死是活都是你该的。打字儿深疼在娘心。都已经这样子了，你就算打死他又有什么用？这些年他都快把自己折磨疯了，你看不见吗？他是做错了，但我们做父母的就没错吗？你还有脸说？他自己要死他就去死，他拉着我们整个陈家干啥？我们欠他的吗？都是你惯的，你还护着他？你没听人说吗？他都承认了陈家帮他遮掩乱搞男女关系，你让国强怎么办？陈母一僵，这才理清这其中的关系。当家的这可咋办啊？陈父深吸一口气，也不跟李家拐弯抹角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直接说吧，你们想要怎么谈？刘美心看着李宝军，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不能给你做主，要不然以后还怪上我了。你也这么大了，你自己决定，把陈国芳这个破烂捡回去帮着人家养野种，还是离婚拿赔偿，你自己做决定。陈父见刘美心把选择权交给了李宝军，神色缓和了2分。宝军，你和国芳当初可是要死要活在一起的，我知道他任性，但你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现在国芳怀上了，证明有问题的就是你。这孩子从小养着，以后给你养老不好吗？人家半大孩子还得花钱去买呢。如果你不想养，我也可以做主让他打了。你工作的事。我是一个男人，如果岳母偷人了，陈国强是别人的种，你会养吗？陈父一噎，一个巴掌拍不响。国芳走到这一步，你们不能说李宝军一点责任都没有吧？国芳给了他这么多年的机会，你们看他有点建树吗？一个男人养家糊口的能力都没有，不怪国芳干出这种事。你们现在说这些，是在为那水性杨花的闺女找借口吗？我李宝军再怎么没出息，至少我行得正坐得端，我不屑于干这种无耻下流的事，我家也养不出这种淫荡的闺女。陈国强脸颊发热，眼神躲闪，不敢跟李宝军对视。陈父失望地看了一眼儿子，一瞬间就失去了几分精气神。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命脉都捏在人家手中，逞口头之气还能有什么用？今日这事是我们理亏，事情总是要解决的。我的条件也摊开说了，夫妻还是原配的好。我还是希望宝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是人都会犯错，国芳错过这次以后绝不会再犯了。其他方面我们陈家也可以做出一些让步。李金民微微拧着眉头，你们陈家人也太看得起自己了。你也说了这是年轻人的事，以这包办代替的，陈国芳愿意吗？就算他愿意，我们也不愿意养一个野种，因为养了第一个，不知道啥时就要养第2个、第3个。有句话不是说狗改不了吃屎吗？你们有什么条件就直说吧。这件事闹大了，对我们陈家不利，对你们李家同样不利，这传出去可不是什么好听的话。陈国芳要离婚，我成全他，但他肚子里的孽种要打掉。刘江涛耍流氓抢他人之妻，必须枪毙。他已经很念着夫妻之情了，甚至已经把陈国芳给摘了出来。但陈国芳此时明显爱上头了。不行，李宝军你不要太过分了，就算你把江涛哥杀了，我跟你也不可能了。
爸，我跟江涛哥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我们吧。我都这把年纪了，好不容易才有个孩子，我不会打到的。李宝君这是心里恨着我呢，他这是要毁了我啊！爸，我求你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嫁给江涛哥以后还能嫁给谁？我保证以后好好过日子，再也不折腾了。我知道这些年我不想让你们操心了，爸，你就再疼我一回吧。陈父看着陈国芳那痛哭流涕的样子，眼里闪过不忍。我也是男人，我知道国芳做出这种事千不该万不该。也许当初你们俩结合本就是错误的，这件事是我们陈家理亏，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各退一步，毕竟都生活在宝岭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当初你们李家给的彩礼以及办酒席的花费，我们一律返还，再拿300块钱作为宝君重新说媳妇的彩礼，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你们看行吗？哼，怎么可能？李宝君虽然不争气，但这些年一直都在上班，修理厂都已经干了6年多7年了。他是没啥出息，上班不老实，工资不高，但这些年吃家里的喝家里的，赚的那点钱基本都给陈国芳买东西了。上你们陈家做客还经常找我要钱呢，没空过手上门吧？每次买的礼品可都不便宜，甚至心甘情愿上你家当牛做马。这都是因为陈国芳是他妻子的前提下，现在陈国芳背着他偷人怀了别人的孩子，他的这些付出又怎么算？照你这么算，合着我家国芳这么多年就白让李宝君，他都能白让人家睡，现在倒是金贵了，至少我家宝君还是国家承认合法的。你要明白，现在你们没有资格提条件，要我们提的条件你们不同意，那这一份认罪忏悔书我往公安局往纪委一送，看看倒霉的是你们陈家还是我们李家。见陈父不说话，刘美心便掏出一张纸条开始算账，是他刚才绞尽脑汁算好的。之前娶陈国芳的彩礼是，这里一共是2976块钱，4舍5入算你们3000，加上你刚才说的赔偿，现在二婚，年纪这么大的老光棍了，300能说到媳妇，现在都讲究3转1响了，这一整套办下来都得1000多，还有我家宝君上你家当牛做马的补偿呢，还有精神损失费呢。眼见刘美心越说越过分，陈父忍无可忍。亲家母，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别忘了修理厂的工作是谁给安排的，这么多年我们陈家为他擦了多少屁股，你还好意思提1个月22块？你自己问他1个月能拿多少工资？刘美心根本不要脸。我不知道，他也不给我说，反正一直在干活，工资都给陈国芳花了，有时不够花还找我要，他自己回家吃我的喝我的。再说现在是你们做错事，你跟我争这仨瓜两枣有意思吗？又不是李宝君偷人了，又不是李宝君搞出私生子来了。陈父被气得哆嗦，眼里闪过阴狠。我给你拿4000，让他俩下午就去办离婚，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是我陈茂生生了个不要脸的闺女，这事我认了。刘美心一看就知道陈家这是记恨上了李家，那就更不客气了。当牛做马的赔偿呢？精神损失费没有了，你闺女和那奸夫刚才还在商量怎么设计我家宝君，这口气我们就白受了。6000，并且还得签协议，把事情的经过都写清楚了。以后你们陈家不能借机报复，这钱是心甘情愿赔偿给我们的，要不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与其后面被你们翻旧账，不如现在拼个鱼死网破把你们拉下马。李宝君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连心中的愤怒和痛苦都散去了不少。6000，我离婚能值6000？这可是我老老实实干10几年的工资。陈家人也被刘美心的狮子大开口给震惊了。不可能！你这是漫天要价，贪得无厌。我们跟你好好协商，不是让你得寸进尺的。就6000，少1毛都不行。你可想清楚了，这6000是买你们整个陈家的名声，买你亲闺女下半辈子的幸福，买你们老两口的那张老脸，买你儿子一辈子的前途，买你亲外孙的一条命，买你一个好女婿，买你们家不被笑话，不被指指点点。你自己算算，贵不贵？刘美心每说一句，陈家人就狼狈一分。你们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到底是谁做的绝？有丈夫还红杏出墙怀了别人的孽种，这要是在以前直接都是进猪笼，整个家族都跟着丢脸。你们也是男人，你自己代入，你自己想想看什么心情？你要钱还是要杀人？陈父没话了，要只是陈国芳这个闺女，他也就咬牙让她去死了，偏偏还牵连上了整个陈家，牵连上了儿子的事业，他没得选择。不先。陈国强不甘地开口。刘美心看向李宝君，这钱不要了，咱家也不是吃不起饭，人活着就为了一口气，这口气不出去，说不定啥时候就心梗了。走，咱找组织给我们做主，让他们一家人抱着那6000死一块吧。说完，刘美心拉着李宝君就走。太太，陈国强惊慌上前去拉李宝君，李宝君大手逼呼，直接把陈国强掀翻了。刘美心的话他听进去了，他不要6000块，他就要一口气。唰啦一声拉开门，门外围着的一伙人全都朝着门口看去。大军3、4个吊儿郎的汉子见李宝君出来，顿时就站直了身子。屋里的陈国强大喊：“拦住他！”陈家带过来的几个人赶紧上前要拦李宝君，但他们还没走到跟前，领头的就被扣住后脖子，按到墙上。操，动手是吧？老子他妈的看你们谁敢动！红狗、黑呆、秋婷，你们咋来了？要不是你大哥那书呆子来找我们，兄弟们还不知道你被欺负了。陈父和陈国强冲出来，脸更黑了。
李宝军，你一定要闹到鱼死网破吗？这样对你并没有好处。黑带他们当即对了回去。我们都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都不怕事，不但不怕事，还怕没事闲得无聊呢，就喜欢找事。大军你要怎么闹就只能闹，兄弟们听你，本来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大不了老子进去吃枪子，老子他妈的不怕。就是小爷们烂命一条，过得太苦了，我仇富，跟你们这些资本家拼了我光荣。他们从小就跟李宝军一起长大，打架一起上，有罪一起顶，逃课一起逃。结果李宝军结婚了，陈国芳看不起他们，就不让李宝军跟这些兄弟一起玩了。但并不代表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就不在了。现在知道陈家人欺负李宝军，他们比谁都愤怒。果然，这话一出来，陈父暗叫一声不好，一个混子李宝军他们就已经压不住了。现在又来了混不吝，真闹起来，说不定真能把陈家拉下水。你们刚才说的条件我们都答应，让他们把人给放了。李宝军看了一眼昔日的兄弟，摇头冷笑。现在可不是这个家了。刚才我们都是说好的。陈国强也挤出笑，拉着李宝军。宝军，坐错。我们屋内说。宝军，就算买颗大白菜也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这件事到底是我们理亏，补偿你是应该的。你看，6000块，我们回去凑凑，没有我去借，行了吧？之前行，现在可不行了。我外面那几个兄弟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过来，我不能让人白忙活。要不是他们，刚才你带来的那个几人已经动手了，我还不知道要吃多少亏呢。你们这是坐地起价。我们这要的都有理有据，又不是白讹你们的，还大白菜也讲价，大白菜可不偷人，不怀孕。现在好了，越闹越大，那外面病人家属探头探尾的看热闹呢，要传出啥风声，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做错了咱就得认，你们要心疼钱可以找那奸夫要，听说他还是啥百货大楼的采购经理，这是他弄出来的事，事后你们找他要不就得了。陈国强本就一肚子气，看着床上的刘江涛气得不行，一脚就踹了上去。操！陈国芳瞎了狗眼看上了你这么个东西。刘江涛也不能装晕了。大哥，我和国芳是真心相爱的，命运弄然，我们开始也克制手己，可情不自禁。少说废话，我们的谈话你也听到了，李家要的赔偿你出，要拿不出来，老子就以强迫良家妇女的罪名送你去吃枪子。刘江涛被陈国强押着去取钱，陈母回家去取钱了。最后，陈国强把7000块交到刘美心手中，钱已经给你们了，你们手上的认罪悔过书得给我们。行，但你们得给我们写个协议，不能找我们麻烦，协议上也得留下点啥东西，但可以隐晦点。陈国强强忍着憋屈，点头答应了。保国，你进来。门外不想露面的李保国硬着头皮走进来。老三，我可是过来帮你的，你站我身旁。刘美心想的没错，李保国不擅长吵架打架，但擅长玩阴谋。一份离婚协议在他手中写下来，表面上看好像没啥问题，却暗中影射了陈国芳不顾大局出轨追求真爱。协议一式2份，两家各拿1份。刘美心将认罪悔过书还给陈家，带着钱和协议走人。李宝军留下来跟着陈国芳去扯离婚证，从婚姻登记处出来。李宝军精神还在恍惚，中午他还在想怎么哄陈国芳开心，下午3点多他就已经离婚，恢复了单身。陈国芳看李宝军头也不回的离去，眼里闪过怨恨。李宝军，你就不是个东西，我当初瞎了眼才看上了你，还好现在我脱离苦海了，我回家一定好好庆祝。见李宝军没有回头，陈国芳又不甘地喊道：你个窝囊废，耽搁了我这么多年，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赶紧从我的宿舍滚出去。李宝军握着拳头，咬着牙没有吱声。陈国芳感觉心里又酸又胀，无力地捂住脸，呜呜地哭。怎么，人是你不要的，婚是你要离的，现在哭是什么意思？怪李宝军没有跪下来求你，没给你磕几个头挽留你，所以你面子上过不去，委屈了。你要搞清楚，是你红杏出墙，是你找了别的男人还怀了别人的孩子，是你把李宝军的脸放泥巴地里踩的。陈国芳的哭声一顿哽咽道：我知道你怪我连累了你们，难道我就不能追求我自己的幸福了吗？你和大姐都过得好，只有我一个人陷在泥泞中，你们都不帮我，我就不能自己爬出来吗？我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我有什么错？当初我年纪小不懂事，你们不也没有管到我吗？我后面过得水深火热，你们就没有责任吗？陈国强甚至已经失去了跟陈国芳争吵的力气，他看向陈国芳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神经病。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真不如当年死在那条河里算了，免得这么祸害家里。